进入塔格尔沙漠已经2个月了，老师，我们会不会迷路了？不会错的。哎，我讨厌沙漠。再往前就是蛇人神殿。什么？神殿快到了。神殿！一伙，小爷我来了。老师，我们快走。我，什么玩意儿？臭小子，瞧你这点出息！我们去寻找绿洲，补充水源。那我们快走吧，老师，我都快渴死了。老师，那不会又是幻觉吧？是绿洲。臭小子，我们今晚就在那儿休息。哇吼！老师，我要喝水喝个够。走喽！可算是在这鸟不下蛋的沙漠找到一处绿洲，总算感觉活过来了。这是蛇人的石像。萧炎，这绿洲有些古怪。哎，老师，您想太多了吧？不就是几尊石像，而且这不还有老师您吗？怕什么？你这臭小子，马屁拍的完全没有含金量。水源就在前面。老师，解了渴，咱们就立刻去神殿找一伙吧。唉，前面有人，躲下来。女人。老师，干嘛打我？老师，咱们在这偷看，不太好吧？臭小子，这蛇女是在跳舞。跳舞？难怪，还挺好看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种舞蹈，这气息是美杜莎女王。
幸好我及时隔绝了你的气息，要不然就被发现了。哦，吓死我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得赶紧设法夺取异火。不过这附近并无异火的气息，莫非这异火他未带在身上？嗨，老师，别想这么多，偷偷跟着这女王，一定能找到异火。相传蛇人族女王有一种绝妙的进化之术，进化前需在圣池通过祈福之舞祈求先祖蛇灵庇佑，而这进化之术凶险万分，成则晋级斗宗，败则魂飞魄散。乖乖，还能这样晋升斗宗？你可知此进化最关键为何物？是异火。和你一样，他也要吞噬异火才能进化。老师，我们必须在女王吞噬异火前夺走异火。盯紧他，他会带我们找到异火。发现我了，我们撤。小虫子。女王陛下，月妹，属下在，交给你了。遵命。胆敢偷窥女王，受死吧！傻子，留下来等死！啊！这么多蛇，还追着不放了！都给我死！老师，您就不能提前打个招呼，让我准备好再附身吗？小叶，女王不见了。啊！真的没了。老师，女王去哪儿了？她的气息消失了。哼，斗皇！臭小子，专心！这位小姐姐，我俩无冤无仇，有必要一上来就动手吗？擅闯我族圣池，
斗皇阁下，您说这是有怨还是有仇呢？让开！没时间陪你玩。玩儿？老师，这是什么招数？这是能量匹练之术，蛇人族的斗王强者，魔兽的实力供其驱使。蛇之术，狂暴！哎！斗皇阁下，我们蛇人对待敌人，永远不死不休。老师，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干掉他！老师，小野，有位感知力很强的斗皇正在靠近，我需要回避一下。受死吧！啊，我一个2星斗师，可干不过他。撤！实力下降如此厉害，有趣的能力，看来得抓活的，回去好好询问一番。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到达蛇人族神殿。前方有斗皇的气息。斗皇，莫非是美杜莎女王？气息忽隐忽现，还无法判断。此地是蛇人核心地带，极有可能是她。我们走。阴魂不散，不行，我得赶紧逃。该死，这天上根本没法躲。哼，有了！看你往哪儿跑！还追着小叶不放！游戏开始了，别被我轻易找到哦。把你的秘密告诉姐姐。告诉姐姐。媚术，八极崩，不错的力量。西掌。既然跑不了，小叶我跟你拼了！哎！我豁出去了！就这点伎俩。
够了！不能再纠缠下去了！可恶！我要杀了你！臭小子，我要生剥了你的皮！你是第一个敢伤我脸的人！这就是登基之前的插曲吗？刚刚不是挺厉害的吗？你嗯，今天我要死在这儿吗？你是谁？斗皇，多谢阁下救命之恩。沙漠将不再太平，你速离开此地吧。我也是误闯沙漠，那这就告辞。哇，天助我也！终于能摆脱那风蛇云。想跑？神之幻术！你敢挑衅我？且慢！云宗主，此处是蛇人核心地带，请以大局为重。你快走吧。那多谢了，诸位有缘再见。云宗主侠义。刚才是场误会，请别介意。在下古河，想求见贵族美杜莎女王。得尽快将这群人类强者的消息禀告女王。想见女王陛下？哼，我们蛇人族与你们人族交恶多年，互认鲜血，还有何事好谈？若是识相，速速离开，不然我族8大首领齐聚，尔等加玛帝国的强者队伍恐怕得大幅缩水了。休得狂妄！
老师，您终于出来了。刚才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可知最后到来的男子是谁？丹王古河，没想到他也来了。萧炎，为师猜测，古河也是为了异火而来。该死，女王要吞噬异火，现在又跑来个丹王跟我抢异火，还带了这么多帮手。笨蛋！老师，我明白了。古河和女王终究会因为异火直接斗上，而我们趁机浑水摸鱼夺取异火。总算脑子清醒了。从海波东的地图上看，穿越前方的沙暴区域是到达神殿最快的路线。老师，我们走。老何，直接动手擒下他吧，别浪费时间了。若去迟了，你想要的东西恐怕就没了。而且让他回去透露我们的行踪，此行难度会上升很多。既然阁下不肯配合，那就别怪我们以多欺少。严师、风离，有劳了。加玛帝国10大强者：狮王炎狮、风行者风离。竟然认识老子，拿命来！给我过！严师，废话太多。我的脸，我要杀了你们！趁现在，蛇之术分化。被他逃了，立刻启程，去见美杜莎女王。守卫这么森严，老师，得想个办法偷偷溜进去。我花蛇可是奉女王之命，在8大部落精挑细选，选中了你们来领舞。这可是你们天大的福气。待会儿祭祀仪式上可要给我争气，带领所有的蛇人好好跳，让女王陛下和蛇灵满意。那当然，花总管，您放心，我们的腰啊可是最柔的。看来我炼制的蛇形丹效果还不错。哦，原来老师在魔兽山脉还炼制了这种好东西。老师，我们走。
这次到了我该下决定的时候了。就算是飞蛾扑火，我也心甘情愿。女王陛下，女王陛下，加玛帝国的古河带着一班人类强者来犯我族，属下动用秘术燃烧精血，拼死逃过。丹王古河，哼，他倒是会挑日子。古河队伍中还有一名人类斗皇。哦，你可知是哪位斗皇？属下不知。斗皇一直蒙面，似乎不愿让人知道他的身份。女王陛下，古河一行人恐怕很快就会到达神殿，我担心他会对祭祀不利呀。长老，传令下去，一旦太阳升至最高点，立即启动祭祀仪式。是，女王。古河前来，无非是想得到异火。月妹，将这4个异火放置在神殿4角，让它慢慢长大。遵命。女王，属下还有件要事要向您汇报。闯入圣池的人类小子，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斗师，竟有瞬间将实力提升为斗皇的能力。此能力实属罕见。月妹本想抓回来研究，可惜被他逃了。哦，还有这般能力，你们下去吧。是。哟，走得不错，还有蛇人看上你。老师正经点，异火在哪？右前方最高的建筑，里面有异火气息。幸好我们赶在女王进化前来了。老师，走。守卫森严，硬准会打扫惊蛇，想办法偷偷溜进去。哎，异火的气息在靠近。哎，风蛇女，你看那蛇女手上，异火就在那盒子里。异火。不对，这异火是假的。该死！站住！转过身来！抓住他！站住！让开！别忘了女王的交代，小虫子而已，自有蛇卫收拾。是，长老。站住！别跑！站住！别当道！闪开！站住！给我站住！快站住！别跑！在那儿抓住他！他往这边跑了！跟上，抓住他！别跑！嘿！
去那边找找。是。终于甩掉了。奇怪，除了刚才的假异火，神殿就再也没有异火的气息。我用青莲台做试试，它和青莲异火同根生。哎呀，异火到底在哪儿啊？愿蛇灵保佑我族。就在那下面。不过气息又消失了。萧炎，我们找个机会进去。老师，我们快走。臭小子，动作还挺快。不能让他发现我。戒备森严，守卫也没有漏洞。成功了！姑娘们起舞！祈福吧，向蛇灵传达我们的虔诚，赐福于女王。老师，现在怎么办？跟着祈福呗。快看，那是什么？是古河他们。这什么？趁乱冲进去！站住！祭坛禁地，不得闯入。我退，我退。有话好好说嘛。老师，
异火在里面吗？异火气息太弱，进去才能感知。增援蛇尾到了！太好了，上救救了！月媚队长，有人类入侵。你们留下，闯入西神殿者杀无赦。是。长老，古河这厮到了，我们是不是先下手为强？不必，先礼后兵，以免节外生枝。女王的进化才是当务之急。古河，立刻带着你的人离开，否则将视为对我族的宣战。这下可热闹了。古河前来，只为求见美杜莎女王。女王不可能见你，现在离开，女王仁慈不会追究，否则就凭你们打伤月媚、扰乱祭祀，我族定要向加玛帝国讨个说法。见不到美杜莎女王，古河不可能离开。见不得你们撒野！你终于来了。女王陛下，女王陛下。女王出现，说明进化还未开始。老师，异火还在。他们在明，我们在暗，有机会。这水搅浑才好玩。你找我？美杜莎女王，很荣幸和您相见。我是加玛帝国的古河，听闻女王陛下半年前喜获青莲地心火。哼，这异火对一名炼药师有多重要，想必女王陛下也清楚。蛇人血脉阴寒，异火对于您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在下愿拿出与之价值相等的丹药交换。丹王果然消息灵通，而且能力不凡，还能够请动斗皇强者。本女王很好奇，究竟你能拿出什么才能配得上异火？在下愿用2枚6品斗灵丹和1枚7品化形丹来交换异火，不知女王陛下可否让在下如愿以偿呢？哎，化形丹？他在那儿，追！那是谁？啊，先前被月媚队长发现的人类，从我手上逃走了。看来是古河他们一伙的。那就交给我了。是，华总管。老师，化形丹是什么宝贝？7品化形丹能让魔兽彻底脱离兽身，同时拥有悠长寿命、人类修炼天赋的逆天丹药。女王有了化形丹，没必要冒险吞噬异火进化。通过化形丹进化成斗宗，世间遥遥无期。吞噬异火进化虽九死一生，但以女王的性格，一定会放手一搏。有些不对劲。条件很诱人，
可惜，我拒绝。为什么？化形丹的珍贵，身为蛇人女王，您比我们更清楚啊！你质疑我？趁本王还未动怒，你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我曾在一本古籍中偶然得知，蛇人女王实力达到斗皇巅峰，机缘足够，便能有一场奇异的进化。进化不仅能让女王自由转换人身，更能晋级斗宗。而进化所必须的东西，便是异火。没想到你竟然知道这些，本王实属意外。不仅如此，我还知道现在的你，只不过是拥有些许女王意念的能量体。机会来了！哎，女王死了，为女王报仇！杀了他们！我去，干起来了！凤梨，咱们上！啊！不好，你只会蛇卫严守祭坛，我去点燃召唤令，通知8大部落首领立即增援。是。继续攻击！飞行小队空中骚扰，在8大首领赶来之前，给我拖住他们！遵命。月梅队长，平民们都躲进祭坛里，我们拦不住啊！此战不用平民妇孺上战场，让他们躲里面吧。是。云宗主，为何激怒蛇人？我受聘护你此行安全，可我身为加玛帝国的斗皇，绝不允许蛇人拥有斗宗。我谋划半年，想要靠异火提升炼药术，可惜到头来一场空。女王要吞噬异火进化，绝不会离开此地。我们就赶在她吞噬之前夺走异火。好办法，待我感知异火，找到女王藏身之处。蛇人召唤令！不好，他在点燃召唤令！停下来！成功了！糟糕，8
大首领得到消息了。古河，异火在哪儿？我们拿到后立刻离开。这里距离异火太远，我无法感知。那好，我们杀下去。青莲台座感应到异火在那下面，这里只有平民，天赐良机呀，臭小子！神不知鬼不觉，拿走小异火呀，小异火！去哪儿？小心！小子，实力不错嘛！喂！人类竟然敢伪装成蛇人！古河的同党，没想到早就被我花蛇儿发现了吧？又不是我杀了你们女王，我怎么就成了古河同党了？我往右边跑。古河给你喂黑锅，这不正好？也对啊。站住！啊！追着小爷不放了！这下追不上了吧？毁我祭坛，伤我族人，辱我女王！人族，你们欺人太甚！蛇之术，狂暴！蛇族狂化术，能力瞬间达到斗王巅峰。斗王巅峰！他来了！被发现了！怎么回事？这里竟然有机关！臭小子，别踩有符文的地砖！我感知异火就在下面，就在这下面。小心！接下来交给律师吧。捉紧时间！跳虫小技。
所有符文地砖，待为师找到稳妥方法，再进入地下。简单粗暴，效果最好。哟，小爷来了！我昨夜在沙漠中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紫云翼，紫云翼，紫云翼，难道坏了？痛死我了！这空中被施了飞行禁制，没想到祭坛下竟有如此神秘空间。我竟没死，那这次真是命大，这么高都没摔死。臭小子，多亏了云芝送你的海信内甲，不然……云芝，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找异火。老师，青莲台座感应到异火就在前面。没错，异火气息非常明显。那还等什么？我们快走！小心！大爷再来会会你！拿命来！去死吧！
严氏大人，我们来了。长老，墨蛇族首领莫巴斯赶到。该死！可恶的人类！莫巴斯，我来助你！古河，异火在哪儿？严师、风离，拖住他们。交给我们吧。异火气息有4种，西边气息最弱，虚而实，实而虚，它最有可能是异火所在之地。我带你冲过去。我们才是你们的对手，就凭你们，接我一招！吓小爷一跳。老师，你不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吗？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哎，老师，您不是说有飞行禁制，那您还能飘来飘去的？灵体当然不受禁制限制喽。臭小子，快跟上！灵体。哎，老师，等等我。异火就在岛上。我们游过去。回来！干嘛拉我呀，老师？这湖水有毒！这湖水有剧毒，沾上丁点，就连斗王强者也会有麻烦。该死，不能飞也不能游过去。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像上次进入岩浆湖泊一样，把你包裹起来，渡水上岛。老师，赶紧吧，时间宝贵啊！抓紧时间，水中毒性极强，我的古灵能火虽能阻止他们入体，不过这对我的灵魂力量消耗太大。我加速游过去。青莲地心火。美杜莎女王如此看重异火，此时却不见踪影。上当了，这异火是假的，气死我了！剩下3处地方都有异火，我们还有机会。对，还有机会。看你们往哪儿逃！杀了他们！做梦！都给老子破！老何，你们可赶过来了，尽快恢复体力。兄弟，咱们得救了。斗王，
若是本王以身殉道，你就留在这儿吧。是他，好运就此为止吧。啊，这水里有蛇！不！哎呀，还好我反应快。异火就在上面。马上就能让你们团聚。小心点，美杜莎女王也在上面。待会儿见机行事吧。老师，走了。他发现我了，竟然没死。从圣池到此地，这人类小子都活下来了。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提醒。不管他目的如何，终有人见证我对蛇人族的忠诚了。就算吞噬异火失败，为此而献身，我也不愧为蛇人族女王。不能再犹豫了，蛇灵，请保佑我！老师，女王发现了我，竟然没反应，这也太奇怪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会和你这臭小子如此有缘。什么？他马上要吞噬异火了。立刻动手！再等等，等他最虚弱的时候，才是动手的最佳良机。美杜莎要开始吞噬异火了。这是美杜莎女王的本体。蛇人族出生后，用秘法将一条蛇形魔兽的灵魂注入身体，这种半身灵魂的蛇形魔兽与其相融合，召唤出这种本体，实力就会暴涨。这也是蛇人最大的底牌。这么强悍，那吞噬异火，不是很容易吗？美杜莎为了带领族人重归故土，冒险吞噬异火，晋级斗宗。唉，九死一生。为了族人，1000年前，蛇人族被流放到这里，沙漠的炎热与他们相克，重回故土也是历代美杜莎女王的夙愿。
忍受灼身之痛，而我为了赢得3年之约，守护我在意的人，也愿忍受异火焚身的痛苦。我们何其相似！他和你一样倔强。美杜莎女王，你是为了族人安危，而我和你一样，为了我所在意的家人，为了失去的尊严，我要向世人证明，我愿意为心中所愿付出一切，哪怕是死于异火之下。美杜莎女王在这祭坛下布置了能量结界，不过我刚才已感知到异火的气息。哼，之前的都是这女人设下的陷阱。她在祭坛之下以身献祭，最终进化失败，陨落了。女王，我们蛇人族怎会经历如此磨难？1000年了，我们付出了1000年的代价。我的记，云宗主，天地能量突然暴动起来了。这天地异象，难道是美杜莎女王？也许他并未失败，还在积蓄最后的力量，涅槃重生。这里太危险，我们走。撤！女王她没有失败。此处太过凶险，撤了！不能让他们打扰女王，迎接他们，走！
多久了？天哪，发生了什么？还活着，不好！小炎，快走！赶在美杜莎女王苏醒前夺走异火。他还活着！小炎，我没事。不好！美杜莎进化引发天地能量反噬，天地能量威力不可小视，这空间所有禁制都被它击碎了。再拖下去，我和小炎都会命丧此地。老师，你还好吗？别乱动，这里太危险。老师，你不用护着我。异火在哪儿？天地能量不敢靠近异火。小炎，我们快过去，趁这个机会冲过去，收取异火。好，老师，我们走。好险！跑步！兄弟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蛇体内又出现异火气息，他进化成功了。应该是吧？这些暴动的天地能量，是他迈向斗宗最后的考验。老师，我们必须快点，没时间了。等他进化成功，恐怕我们就……异火被激怒了。异火要爆发了，快取出青莲台座。是，我记得在里面了。
青莲地心火，你果然在里面。这股能量，不，女王！一代强者灰飞烟灭。这火是异火暴躁引发，灵魂力量侵蚀不尽，无法探知里面的情况。云宗主，等火苗减弱，我们就立刻进入。现在的蛇人族不足为惧。若八大部落首领到齐，就算是我，也会感到麻烦。那好，我答应你，在他们赶到前，不管有没有找到异火，我们都会离开。失败了。这份勇气，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可信的对手。安息吧，美杜莎女王。待我收复异火，我也会向世人证明，为了心中所愿，我甘愿忍受这异火焚身之痛。抓紧时间，用青莲台座收取异火。哎，那是什么？他冲过来了！老师，躲开！速度太快了，老师，这东西是什么？小燕，受伤了吗？没事，老师。这是美杜莎女王半生灵魂，自由岩蛇，乃6阶魔兽。没想到这所谓的进化，便是进化灵魂，用灵魂之力凝聚成真正的身体。若机缘足够，激发体内的远古巨兽血脉，就能进化为堪比斗宗强者的七彩吞天蟒。七彩吞天？啊，她是美杜莎女王。长老，可恶！我要杀了他们！慢，长老，为什么？女王陛下死了，我要为他报仇。这个仇我们蛇人族一定会报。八大首领只有我们3个，就算是冲上去，也只是白白送死。等人到齐，就算是斗皇，也要让他偿命。如果她是美杜莎女王，我怎么感觉不到半点杀意？或许在进化的时候被雷给劈傻了吧？我觉得她似乎没有杀意，要不把古灵冷火给撤下？好吧，小心点。过来，小家伙。比起高傲的女王，这个样子更可爱。
虽然不知什么原因失去了记忆，不过好歹活着。这也让我对吞噬异火有了信心。小家伙，你是不是饿了？这些你都不喜欢，我知道你要什么了。试试这个半生紫晶元。七彩吞天蟒是火属性异兽，天生喜欢紫晶元这种充斥纯净火属性能量的东西。小子，你打算把这小东西收在身边？老师，老天让美杜莎女王变成这样，送上门来的远古巨兽啊，潜力无限呐！若是能够收为己用，那可不比掌控一种异火差。你这是在赌博呀！这可是未来的超级打手，赌一次又何妨？再说了，不是还有老师您吗？真的恢复记忆，咱们打不过就跑呗。臭小子，希望你不是玩火自焚。小家伙，跟着我走，有肉吃。过来。成了。好了，臭小子，该做正事了。知道了，老师。青莲台座，靠你了。成功了！青莲台座能隔绝异火气息，避免被外面的人发现。赶快离开！不要动！异火不能收进纳戒，它会烧掉里面所有的东西。哇，好险！异火的气息怎么消失了？里面的能量波动已经平静下来。至于那异火，难道是被美杜莎女王破坏了？不可能！虽然美杜莎女王实力强横，但是要毁灭异火，那还尚差了一筹。又来了一位蛇人强者。隐士长老，岩蛇族严次到来。火灭了，我们进去。我们跟上，不知道那几个蛇人又要耍什么阴招。人类的杂碎，拿命来！站住，别想跑！隐士长老，别让他们跑了。言辞，暂时忍耐，凭我们几个人还不是斗皇的对手。等南蛇他们几个到来，五蛇毒煞印足以让这个斗皇留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蛇人族是什么地方？那就让我来请教阁下。我来拦住他们，你去追异火。若是晚了，异火就真的被别人偷走了。那这里就拜托云宗主了。严师、凤梨，我们走。给我滚回来！小心！你们的对手是我。拖住这个斗皇！是。
拳！不能再浪费时间。风回大地。不好，快散开！又来了4人，看来该退了。他们终于到了。长老，我们来了！快，击碎符文！是。长老，长老，你没事吧？没事。注意！是。再往前飞3个时辰，就能离开沙漠。不好，古河他们追过来了，这么快？找到他了！这些家伙也太锲而不舍了。阁下，在下加玛帝国古河，只要交出异火，古河绝不会让你吃亏。哼，交给你才有鬼！对方的斗皇追来了啊！走。异火绝对不能被他们抢走，绝对不行！臭小子，别逞强！对方人多势众，让为师来吧。老师，拜托了！放心吧，臭小子。这种速度，难道对方是一名斗皇？追！我倒要看看这是哪里的斗皇强者。云宗主，你来的正好，快拦住那家伙！我去追他，你们快离开塔格尔大沙漠，我们在盐城集合。我若追上那人，会将异火带回。为何要分开走？蛇人的8大首领已经追了，若我一直护着你们，倒也能安全地把你们送出沙漠。不过，异火恐怕就……好，我知道了，异火就拜托云宗主了。我们走。斗皇和古河他们分开了。斗皇去了这边，分开追。月妹，你带领莫巴斯黑毒追杀古河3人，其余人和我一起追杀斗皇。殷氏长老，我们5人联手，五蛇毒杀印会让这名斗皇付出代价。走，务必在斗皇逃离沙漠前拦住他。500米的距离就能攻击，还差一点。啊！是那位斗皇。臭小子，我看这位斗皇似乎对你有些好感，要不试试让他放你一马？上次也许只是他动了怜悯之心，异火的诱惑
能让斗皇也疯狂了。小心！风旋地。停下来！这招太狠了！把异火交出来！不管你是何方强者，得罪6品炼药师，单亡古河，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跟他拼了！少爷，命！息掌！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四方封闭！这怎么逃啊？阁下，我的耐心有限，你已经快要触到我的底线了。老师，我不甘心将异火拱手让人，不拼一把，我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阁下沙漠救命之恩，小子牢记在心。可这异火对我太过重要，恕难从命。怎么是他？我不是让你回去吗？你还在沙漠乱闯。我来沙漠就是寻找异火，我为什么要走？哼，我是不会轻易对异火放手的。滚！滚！拿着异火快滚！就当今日我没追上你。云芝，是你吗？追踪社察觉到，斗皇刚从这里经过不久，追！还是被你认出来了。云芝，原来蒙面斗皇就是你。嗯，是我。你晋级斗师了？侥幸而已。对了，你怎么会和古河在一起？我曾欠他人情，他要来沙漠寻找异火，便把我也请上了。异火？那你没有带回异火，他岂不是会怪你？或许吧。不过我的任务只是护卫他的安全。他把你当做一名神秘斗皇强者，所以他应该知道，从一名斗皇强者手中抢走异火，是何等的困难。这异火对我太重要了。我追踪了他大半年，好不容易才拿到。不过，你拿异火做什么？以你现在的实力，被这东西沾上丁点儿，便是尸骨无存的下场。应该是吧，但是我需要它。你一直是独自修行吗？算是吧。你修炼天赋不错，但是修行之路异常凶险。若是你不介意的话，我推荐一处地方，在那儿你能得到最好的修炼条件。什么地方？云岚宗。云岚宗在加玛帝国的势力极强，我曾与之有旧。若是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怎么了？云岚宗那种地方，我这种小人物，自取其辱。云岚宗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你何苦妄自菲薄？
以你的修炼天赋，在云岚宗里能够直接得到最适合自己的斗气功法和斗技。好了，不多说了，我有急事，就此告辞。以后有机会再见。你若实在不想见我，那就算了。耀言，你对云岚宗有敌意？我不想再讨论什么狗屁云岚宗，靠自己一样也能变强。好，我们不提云岚宗。不过，我记得你说过自己是炼药师，难道你也想靠吞噬异火变强？没错，我是要吞噬异火，这是提升我能力唯一的办法。耀言，我们都看到了美杜莎女王的下场，就连她这种斗皇巅峰强者也因此丧命。我命由我不由天，为了变强，死又何惧？云芝，你让开！我不能让你去送死。把异火还给我！你没必要冒那么大的险。云芝，别逼我对你动手！放弃异火，现在就跟我走，我一定让你强大起来。把异火给我！耀言，答应我，不要冒险吞噬异火。只有变强，我才能洗刷耻辱，才能保护我所在意的人。吞噬异火，才是我变强唯一的希望。没收山脉的日子，我没有一天忘记。救命之恩，日后有机会，定当相报。
你们这群家伙，真当我不会下杀手吗？敢问云宗主，如此大摇大摆闯入我蛇人族，不仅没有丝毫道歉之语，反而这般嚣张，难道是欺我族无人吗？哼，道歉。此次我受古河之托前来筑旗换取异火，本无意伤人，无奈你们不识好歹，在我改变主意前，赶紧滚！话别说得太早。你虽是斗皇强者，可想要对付我们5名斗王，那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你可以试试。斗皇的实力，岂是斗王能撼动？握住他！他速度太快，别单独与他战斗。准备结印。蛇巨灵。这是蛇人的融合斗技，果然有点名堂。蛇毒杀印。云芝这小丫头，估计真有办法让你成为一方强者。看来又生气喽。魔兽山脉，我救他时，就知道他心地善良。临走时，还留下海心内甲给我。可惜，他不知道异火对我有多重要。小丫头虽是好心，可她不知道，为报仇，为雪耻，你这3年付出了多少。老师，找个安全的地方，我要尽快吞噬异火。这是蛇人强者追上来了，是我们刚才离开的地方。云芝他，我感知到有5位蛇人斗王的气息。这道光柱似乎是蛇人在施展他们的融合斗技。融合斗技？云芝这小丫头应付起来想必也有些棘手吧？老师，我们赶紧藏好异火，就去帮助云芝吧。传送门里面竟有一股强大恐怖的气息。我竟无法感知这巨蛇的斗技，不能让这畜生从虚空中窜出来。
之极，陨杀！我等付出元首，用五蛇毒煞印召唤出灵蛇，定要将你轮流杀没，收拾掉他！就凭你，风之极，落日耀。这么快？灵蛇非血肉之躯，就算是斗皇也别想伤到灵蛇。蛇人族所受的耻辱，只有血才能洗净。没想到我竟会陨落于此。
不能放虎归山，既已为敌，绝不留祸根。可是老师，小家伙，他应该没事了。陛下可能没有死。姥姥，此话怎讲？刚才斗皇要斩杀我等之时，我竟察觉到一丝女王的气息。真的啊？真的吗？您确定是女王陛下？那女王陛下到底在哪儿？无法感知。等吧，总有一天，女王陛下会回来的。我准备好了。小燕，先把异火捞过来，再将手掌伸进异火中，找到中心的那缕火种，把它抓出来，快！不是吧？把手伸进异火里，这不是找死吗？快，有血灵丹的血家定会没事。该死！过来！3年之夜就快到了，异火莲花势在必行。
座大型城市焚烧成灰烬吗？小严，专心。这次一定要把你抓出来。抓住你了！这就是火种。千年所吸收的力量压缩于火种中，若火种完全爆发，就算是一名斗宗强者，面对这种毁天灭地的力量，也只有一个下场，那便是陨落。接下来该怎么做？吞下去。什么？既然不会放弃，那便把握住它吧。生与死，强与弱，从此刻开始选择。老师，我要开始了。快服冰灵寒拳！驱使它在体内经脉中流转，完成运转后，用斗气包裹异火，运转分支功法路线，然后将它吞噬。少爷，少爷！少爷，定守心神，绝不能让火种出来。若火种离体，就代表吞噬异火失败，你也将被火焰烧为灰烬。萧炎，萧炎，醒过来！用你的坚韧战胜异火，不要放弃。我家小姐是云岚宗宗主云韵最看重的徒弟，岂能有个废物丈夫？异火，萧炎，你既然不愿让萧叔叔颜面受损，那3年之后，你到云岚宗向我挑战。若我赢了，你我归世，当场作废。不能放弃。我必须成功！兽火。纳灵能在你体内开辟一个特殊空间，用来储存异火。萧炎，想办法把火种赶进纳灵。去纳灵处。气息怎么忽然变强了这么多？炼化异火虽能提升战斗力，可并不具备提升等级的功能。炼化异火看来是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我成功了！老师，我成功了！我看你似乎变了很多，伤也全好了，感觉很棒。我感觉自己全身充满了力量。尽全力打我一掌，让我感受你现在到了几星。哦，老师，我来喽！
竟达到4星斗师能力，你做了什么？4星斗师？我进入空灵状态，恍惚中好像看到火种在为我修补体内经脉。原来如此，哼，真是个幸运的家伙。这难道不是炼化异火带来的好处？做梦呢！炼化异火只是在日后逐渐熟练控制后才会有好处，短时间内并不会对实力有任何增幅。你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过可惜，你若是斗灵或者斗王，再猛飙几星，那才真的是赚大了。唉，飙到4星我已经知足了。若再高，我的身体适应不了这个强度。毕竟不是靠自己一步一步修炼来的。不错，知道适可而止。来，试试你的本源火种。青莲地心火，现！我萧炎终于拥有了异火。哎，对了，老师，有了异火，是不是立刻就能锻造焚诀？先别急，任何事讲究的是一个平衡。今晚吞噬异火已经耗尽了你的精力，先休息1天。杀之佣兵团欺人太甚，当街绑走青林，真当我们墨铁没人了？大哥，我立刻带着兄弟们去找罗布要人。站住！杀之佣兵团最近实力暴涨，除了罗布这名大斗师，又突然冒出另一名大斗师。石墨城有2家中型佣兵团，刚被他清理干净。怕他个球！大哥，我们墨铁可不是怂货。二弟，团长，不好了！雪兰，怎么回事？是谁伤了你？杀之佣兵团，他们包围了我们的驻地。放言1天之后，我们若是不归顺，他们将血洗墨铁。罗布。空气中的热量已经到达最低点，现在是1天中温度最低的时候。虽对你用异火锻造焚诀帮助甚微，可我们也不能放弃。萧炎，可以开始了。锻造焚诀，为师我帮不上你。这一切只能靠你自己。放心吧，老师。你是修炼焚诀的唯一一人，此功法是否具备成为天阶功法的资格和潜力，一切需要你来衡量。按照卷轴所言，要净化此功法，必须不断吞噬异火。青莲地心火的吞噬已是9死1生。若焚诀无法净化，便放弃这种功法吧。老师，现在可不是说丧气话的时候。就算这次进化焚诀失败，我想，我依旧不会放弃它。您说过，它是我踏上巅峰强者的必需品。更何况，您的新躯体还需要进化焚诀之后产生的火焰才能断指。放弃修炼焚诀，就等于放弃您复生的希望。弟子不愿，也不从。既然你坚持，那么，我的好弟子，安心修炼吧。我相信你能成功。就算这功法无法净化，为师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你成为巅峰强者。这里就是分局空间，仅仅只是黄阶低阶功法，便已有如此气势。青莲地心火，像是天地间锻造焚诀的第一道异火。去吧，和焚诀融为一体。想逃？青莲地心火，你臣服于我，随我一同锻造焚诀。去吧。还想逃？不听话，那就打到你听话！现在就走，老师，老师，我不走，让我再试一次，否则我不甘心。你这是在送死！放手啊，老师！你会被青莲地心火伤其本源！放手啊！
你醒了，恭喜你，萧炎，你成功的证明了这焚诀真的能够吞噬异火，它的潜力堪称无限，而你的潜力也是无限。我真的做到了！哈哈哈！玄阶中级，老师，焚诀比之前的黄级中级，整整提升了1个阶层。不错，不愧是青莲地心火，能为功法进化提供如此强大的能量。可这过程也是凶险之极，那种痛苦实在是恐怖。若是当时异火反噬成功，恐怕连我的灵魂都会被焚烧成一片虚无。唉，这焚诀的确诡异，真不知道是哪个疯子创造出来的。当初我和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从那该死的地方找到这东西。老师，距离那3年之约还剩多少时间？2个月。纳兰嫣然，最后2个月，你可准备好了？只要焚诀继续吞噬异火，达到天阶，就能让老师复生了。海波洞那里的净莲妖火残图，我们必须拿到。可惜，在食人族神殿里，忘了找寻沙之曼陀罗。臭小子，你看这是什么？你忘了，为师我可没忘。那还等什么？老师，我们去找海波洞喽！这臭小子。这片残图究竟有何秘密？来了，先生。哦，小兄弟，你终于回来了，真是让我好等啊！你可带回来？这便是沙之曼陀罗。哎呀，这东西可太难找了，我也只在蛇人族神殿内方才侥幸寻得一处。真是劳烦小兄弟了。哎，海老先生，东西我已经给您带回来了，那份残图是否也该先给我了？当初我们说的是，你把解除封印的丹药炼制给我，我便给你残图，并且日后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希望海老先生在得到丹药后说话算话。我这个人虽然脾气好，可也最受不了被人当猴耍。我们走。此处在沙漠地底，被我用寒冰封印而成绝密空间。无论里面多大动静，外界也不会知晓。还挺结实的。啊，小兄弟，炼制破厄丹所需的丹方与材料都在这里了。海老先生，炼制丹药这种事儿都有失败率。炼制6品丹药呢，我虽有一些把握，却不敢打包票。若是最后炼制失败，
这责任……哦，放心，炼药师概不负责，这个道理我懂。炼丹时，我需要绝对的安静，不能让任何人打搅我，包括海老先生您自己。我会守在门外，绝不会有人胆敢闯入。一切就拜托小兄弟了。老师，这里没问题吧？我查过了，那家伙并未在这里耍什么花招。破厄丹，单列6品，具有破解大多封印之奇效，真是不错的东西。老师，该您动手了。就知道你会找我这把老骨头做苦力。我倒想自己动手，可我这点炼药能力，想要炼制6品丹药，那就是做梦啊！待会儿为师炼制丹药时，你需用心体会，这会对你的炼药术提升大有裨益。明白，老师。哇，好顶！药鼎是炼药师手中最重要的东西，一尊好的药鼎能大幅度提升炼丹的成功率。我这尊药鼎，世人称之为黑魔。黑魔，果然够霸气。我要开始了，小点看仔细了。飘逸，要成丹了。老师，这是何物？古灵冷火凝结成的特殊冰体，混在丹药中被人吞噬后会潜入体内，平时绝不会有半点异动。不过，若经过我的异火催动，这些冰体就会迅速转化为破坏力极强的古灵冷火。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只是炼药师自保的手段而已。枪果然是老的了。起丹！这就是6品丹药的威力。乖乖，这丹药都成精了吧？品相还不错，臭小子，接着。这里面竟然有股神奇的力量，大概这就是破解封印的成分吧。难道失败了？看来我还是莽撞了。那家伙的实力虽然我也有些看不透，可毕竟年纪太小。去看看。小兄弟，成功了。侥幸侥幸，勉强成功了。这就是破厄丹。
小兄弟真是深藏不露啊！海老先生，丹药已经给您炼制成功，我要的残图呢？啊，小兄弟，待我确认过这丹药就是破厄丹后，残图老夫双手奉上。我得提醒您，若您服用丹药，却因您提供的药方原因，封印依旧没有解开，难道还要怪到我头上？我千里迢迢潜入沙漠，冒着被美杜莎女王击杀的危险，替您寻来沙之曼陀罗，还花费精力炼制丹药的辛苦，都被你无视了。海老先生，我做了这么多，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残图和斗皇强者口头上的承诺。你说，我是亏了还是赚了？哼，臭小子，口才是越来越好了。老师，跟这种人打交道，就得先发制人。啊，小兄弟，你放心，只要这破厄丹能产生丁点效果，我都不会食言。那就依你吧。提醒海老先生，这是我最后的忍让了。多谢小兄弟体谅，我这就服下破厄丹。老师，这老家伙不会出尔反尔吧？无需担心，只要他服下破厄丹，他就无法对你造成威胁。老师，他吞下了。注意，要破解了。消失了，我现在又是大黄狼了。海老先生，您这副模样，不会是要卸磨杀驴吧？这小子这般年纪就能炼制6品丹药，此等天才只能交好，不能与其为敌。萧炎小兄弟，老夫怎会忘记你对我的相助？那种忘恩负义之事，老夫不会做。实在抱歉，刚才只是忽然恢复实力，一时间难以掌控斗气，让小兄弟受惊了。小子本来也想领教一下曾经叱咤加玛帝国的冰皇的真正实力，唉，可惜了。萧炎小兄弟在开玩笑了。按照承诺，这残图就归你了。里面有庞大的灵魂力量，确实是那块残图。小子我就多谢海老先生了。萧炎小兄弟对这残图很有兴趣，不过这应该只是其中的一块残图，不知道可否告诉我，凑齐残图后能得到什么？实话说，我也只在拍卖会见过一次这种残图，他们究竟隐藏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哦。预判出我所有的攻击路线，必须速战速决。雷斧3段斧。人呢？这人太强了。
二弟不是他的对手。垃圾就是垃圾，这点狗屁实力也配与我为敌？又来一个送死的！我再送你们兄弟俩一程。小燕子，没事吧？你的命，今天我收了。副团长，抱歉，大哥，我来晚了。你们小心疗伤，那家伙交给我了。这家伙叫墨染，不知是罗布从哪里找来的一星大斗师。功法是土属性，很适合长时间战斗。一星大斗师吗？老师，这次不用你插手，我要亲自拿下这家伙的命。小子，不管你是谁，奉劝你不要引火上身。就凭这墨铁佣兵团，根本不足以与我们为敌。现在跪在地下磕头求饶，爷爷我说不定饶你。废话太多了。原来就这点实力，竟敢在我面前装横！太弱了，这力量太弱了！小子，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了吧？乖乖的把命给我留下来。小燕子，安静。大哥，小燕子他，对方可是大斗师啊！别忘了，没有了那把古怪黑齿的小燕子，才是最强状态。你，还有这帮愚蠢的墨铁佣兵团，今天都给我消失吧！哼，完成了家主的命令，就能离开这无聊的地方。也这个墨家，哟，你这小子竟然还知道墨家！小子，这是大斗师强者方能凝聚的斗气铠甲。可惜我进入大斗师没多久，不然斗气铠甲能包裹全身。不过即使这样，你的攻击力也不可能将它击破。斗气铠甲，难怪了，我就不信这乌龟壳还真打不烂。小杂种，哼！见识过斗气铠甲，死在你爷爷手中也不亏。
错，萧炎，依靠自己，坚信自己的力量，那是强者方才拥有的信念。现在的你，正在逐渐成为一名强者。萧炎小兄弟，人给你带来了。海老先生，辛苦了，请喝茶。这恐怖的实力。小炎子，这位老先生是？海老先生是我的朋友，脾气虽然略有些，不过他可是一名真正的强者。啊，强者自然是有强者的脾气，不然怎么彰显性格？快说，你把青林抓到哪儿去了？青林，大家都看见了，青林就是被你手下抓走的。大哥，到底怎么回事？2天前，青林外出采购食物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过。经我们调查，他是被沙之佣兵团和之前被你解决掉的大斗师给抓走的。青林有火灵蛇护主，怎会轻易被人抓走？我们探查了现场，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青林可能是直接被打晕带走的。大哥，小炎子，不用猜来猜去，直接问罗布就清楚了。说，人被你们抓到哪儿了？我说，是盐城墨家干的。那名叫青林的小女孩，就是墨染大长老亲手抓回去的。他们还借给我们人，帮助我们称霸石墨城。不过条件就是，从今以后世上再也没有墨铁佣兵团。什么狗屁墨家，胆子倒是不小。海老先生，之前就听您说盐城墨家，他们到底是什么来路？墨家，加玛帝国东北区域的4大家族之一，其势力虽比不过纳兰家族这些庞大家伙，但也不可小觑。墨家最强者当属家主墨城，人称快似墨。是墨家主的马车，他回城了。墨家可是我们墨城的大恩人呐，咱们的好日子多亏了墨老爷。听说今天是墨家主60大寿，整个东北区域的各大势力都来了。墨城年轻时曾拜入云岚宗，后来虽回了墨家，但仍以云岚宗外门执事的名义上缴巨额供奉。云岚宗可以说是墨家最大的靠山。恭迎家主。来呀！哦，要小心呐！快点啊，小贝！哥哥，你等等我呀！货物已经带到了，等您过目。我要立刻查看。是，家主。对了，管家，今晚的寿宴会有云岚宗的贵客光临，切记招呼好，容不得一丝怠慢。请家主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妥当。这边让我左一点。好，上去一点。家主小心点。家主。去忙你们的吧。是。人呢？
在下面，他的守护灵兽有些棘手，只能用能量臂罩将其困住。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有人吗？放我出去！火灵山，火灵山，伤得好重。如果少爷在就好了，他一定会救我们出去的。灵蛇护主，看来这个混种是有些不凡。放出黑魔蛇，我倒要看看，地蛇三花瞳是否真如传说所言，能控制蛇兽。如您所愿，我尊敬的家主。地蛇三花瞳果然是蛇形魔兽可信，手无缚鸡之力的混种，竟然能强行与黑魔蛇签订契约。如此罕见的能力，竟被我找到了。恭喜家主！为避免夜长梦多，待今晚寿宴结束后，我要立刻开始实验。所有知晓混种的外人，包括沙之佣兵团，必须处理干净。这个时辰，莫然应该清理完毕了。只待我实验成功，加玛帝国还有谁会是我的对手？墨家祖上曾出过一位炼药师，喜欢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例如将魔兽或者人类的奇异能力移植到自己人身上，让他们短时间内能力大增。这么变态？我想那位叫青林的小姑娘应该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吧？难道是碧蛇三花瞳？海老先生，我马上要去墨家救人，请海老您与小子一同前往。小燕子，你要小心啊！是啊，小燕子，要不我们和你一起去吧？大哥二哥，你们好好养伤，有海老陪同，定会没事的，放心吧。老夫好像没有同意去吧？小燕子已经成长到我们无法预估的境界了。这气息，小燕小兄弟，老夫欠你的人情可算还清。这墨家之事可与老夫无关。不过，你体内堪比斗皇强者的斗气，其实并不是你所发出来的吧？海老先生为何这么说？你的年龄，萧炎小兄弟虽然天资聪颖，但仅以这个年龄就达到斗皇实力，那绝对不可能。你应该是催动了什么不为所知的物品，
也就是说，那股力量其实并不属于你。海老先生，不愧是斗皇强者，眼光果然毒辣。那股力量虽然不属于我，但是我却能操控它，和斗皇强者相抗衡。哎，海老先生，您如今是几星斗皇？2星。你问这干嘛？那请问，未被封印前，海老先生是几星？5星。等个4、5年，老夫自动就能恢复5星。这话恐怕连海老先生自己也不相信吧？实力的恢复越到高阶越难，想要重回斗皇5星，岂止短短4、5年时间。不过，我或许能够在1年之内让您的5星斗皇实力完全恢复，并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什么办法？松手！快松手！海老先生，你可曾听过复灵子丹？这是一种5品丹药，虽阶别不算很高，但所需要的材料却颇为难寻。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将一些因为封印或者体内残伤而导致衰退的实力完全恢复。说吧，你需要什么报酬来交换复灵子丹？这个复灵子丹的药草啊，需要花费我大量的时间来找寻。这样吧，在我找齐药材帮您炼制复灵子丹之前，海老先生您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吧。你这是在找长期的打手吧？海老先生，您应该清楚呀，仅依靠您自己的力量，恐怕10年之内都难以恢复实力。咱们教育部趁仁义在，可别翻脸啊！我不管药材有多难找，我给你1年时间，1年之内我当你的护卫，保你安全。1年之后，你给我复灵子丹。答应他。可是老师，才1年时间，也太便宜他了。毕竟他也曾是名震加玛帝国的冰皇，有着强者的尊严。1年时间估计是他的极限了，见好就收吧。那就听老师的，就这么说定了啊！1年为期。走吧，天黑之前就能到达盐城。都给我打起精神！今晚可是家主的大寿，就连一只苍蝇也不准溜进我们墨家。是。为什么我们都要带这玩意儿？您可是加玛帝国大名鼎鼎的冰皇，一露面就会被人认出。我这个无名小子，倒不用担心被人认出。但您老人家可要陪在我身边1年，今晚万一暴露了，那多不值当！啊？你打算怎么找？我曾与青林待过一段时间，对他的气息非常熟悉。我用灵魂力量扫描墨家，搜寻关押青林的地方。除了这处密室藏在地底，灵魂力量无法穿透，墨家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青林。大门是被斗气一拳轰开的，难道除了我们，还有其他人也在寻找墨家什么东西？谁知道呢？不过局势越乱，对我们越有利，下去看一看吧。希望青林就在下面。第12个了，不知道是哪个家伙先我们一步，
这12个侍卫均是一招毙命，临死前连发声示警都做不到。出手之人拥有斗皇实力，其实力不在你我之下。斗皇？怎么又冒出一个斗皇？马上就到底了，下面并没有斗皇的气息，看来这位斗皇强者已经离开了。什么味道？太臭了！怎么停滞了？莫城果然心狠手辣，这密室中都是他用来实验的无辜人类和魔兽。小妍小兄弟，查看一下这里，是否有你要找的小姑娘？青灵不在这里。海老先生，我们动手吧，把莫城抓起来，逼问青灵的下落。我要在众人面前揭穿他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等等，带上这个装魔兽的罐子，这可是最重要的证据。还是海老先生想得周到。我们走吧。嗯。来，馆长，喝，请。城主博尔大人，叶家家主叶从大人，谢谢2位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在下的寿宴。莫城大人，您可是我们盐城不可缺少的顶梁柱啊！哪里，这寿宴可真热闹啊！莫城大人，加玛帝国东北这块地盘，也快被墨家完全给吃了。不敢当啊！叶从老弟性子还是如此直率，好，很好啊！云岚宗宗主亲传弟子纳兰嫣然道贺。哦，纳兰之女来了。哈！纳兰之女，没想到今日你会亲自前来，真是令我墨家蓬荜生辉呀！墨尘家主客气了，嫣然也只是奉老师的吩咐而已。纳兰之女，葛叶长老，请。宴会就在下面。非常感谢诸位能够来参加我这把老骨头的寿宴，在这儿老夫我先干为敬，谢谢大家赏光。那应该便是墨家家主，人称筷子墨的墨城了吧？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砸场子。墨家不是喜欢仗势欺人吗？
我就用压倒性的实力将墨城拿下，让他们交出青林。墨城既然是墨家家主，我想他的命应该还是值一些价钱的吧。大家请坐。请。在给诸位的请帖中，想必也写清楚了。此次聚会除了老夫的寿辰，还有一件大事要与诸位商量。老夫准备筹建一个墨盟，将加玛帝国东北区域所有势力集结在一起。只要加入了墨盟，就是我墨家的盟友，与我墨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陶家庄绝对拥护墨家，我们第一个加入墨盟。黑水岭也愿意加入，我费伦堡也愿意加入墨盟。多谢各位鼎力支持，墨盟的成立将让我们东北区域团结一致。从此以后，加玛帝国中墨盟将占据重要的。抱歉了，墨城家主，我想墨盟似乎你是没空筹建了。阁下是谁呀？今日是我墨家的喜日，还请阁下赏脸。有天大的事，也请宴会完结之后再来商谈，可好？拿下他！西征。您竟然是斗皇大人，不知大人为何事而来？我来墨家只为一人，交出青林。在下并不知道什么青林。大人，您可知道我墨家和云岚宗可是？云岚宗是你墨家的后台，对吧？哼，云韵不过是个老眼昏花、不辨是非之徒。今天就算云韵在此，也保不了你。交出青林，否则今日血洗墨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交，那便死吧。大人，您虽贵为斗皇，可云宗主却不是您能随意羞辱的。今天就算老朽拼了这条命，也要为云宗主的名誉讨个公道。小姐，切勿冲动。纳兰嫣然，马屁拍得不错，不过我先前说过，就算云韵来了，我也照打不误。哼！小姐，这位大人，您今日这番话，是在向云岚宗以及我的老师云韵挑衅吗？你除了会抬出云岚宗和云韵之外，还能做什么？滚开！墨城，不交出青林，今日必让你付出代价，谁来都没有用。你，像我墨城这辈子行侠仗义、为民除害，只杀该杀之人。这双手染过多少恶人之血，我已记不清了。杀人者，人恒杀之。就算这些恶徒有大人您这等强者来为之报仇，老夫我仍不后悔。阁下一介斗皇强者，为了莫须有的罪名，
不分青红皂白，执意要杀我云岚宗外门执事莫成。我云岚宗绝不会坐视不理。莫须有，你也说得出口？莫成，你这道貌岸然的鼠辈，不管你再如何辩解，也洗刷不掉你所做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皇大人要杀老夫，老夫并不为此，可也不能平白无故被人冤枉。您放心，您的为人我们大家都清楚，云岚宗绝不会让好人蒙冤。斗皇阁下，以您的实力，在场所有人都不是您的对手。可天道自在人心，您恃强凌弱，只会让天下人耻笑。是啊，莫家除了霸道，也干掉了黑人，做什么出大家除了遗憾呀？斗皇大人太过霸道，你不想活了？对方可是斗皇，杀人可不需要理。好，云岚宗未来的接班人果然伶牙俐齿，可就是这脑子不太好用。莫成是好人，他多年来一直在往人身上移植魔兽器官，如此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之徒，竟成了好人。莫家的主子云岚宗竟会不知道？你血口喷人！哼，这等龌龊之事，莫家家主断然不会做。这是什么？海老先生，多谢。这是墨家的一个试验品。纳兰小姐若还是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墨家的实验室里瞧一瞧。青林并不在实验室里，你把他藏哪儿了？莫成，给我个解释。云岚宗不会再管墨家之事。葛叔，我们走。阁下究竟是谁？日后你自会知晓。哼！青林在哪儿？斗气大陆以强为尊，试验也罢，禁术也罢，为了变强，我莫成何错之有？云岚宗之所以独霸一方，还不是因为他有个斗皇强者？而你能在我这儿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不也就是因为你比我强吗？力量，只要掌握了强大的你，我便不会再怕你们任何人。为追寻力量，把自己变成半人半兽的鬼物，你以为你是在力量之路的可怜之人？
家主，是我呀！你吃了你，我会变得更强！你就只有这点伎俩？哎！一火！我要力量，力量！这三花筒，只要吞噬它，就能获得真正的力量！哇！青离，海老先生，我们追！在前面。交出青离。是。哼，有用吗？哎！这是什么东西啊？竟能抵抗异火！可恶！老师，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我从未见过如此强悍的防御，这绝对不是加玛帝国的产物。这是隔离罩，激发启动后能隔绝斗宗以下的攻击。最神奇之处却是连异火的攻击也能隔离。这么厉害？这可是魂。没有办法了，只能等待隔离法器的能量耗尽，不然谁也没法进去。可恶，青离一定就在里面。斗皇强者，吞噬了匕首三花筒，我就能完成最终进化。到那个时候，谁还会是我的对手？谁在那儿？该死的花人还给我！哈哈，直觉还挺灵敏的，可惜这等低级的融合禁术实在无趣。果然是匕首三花筒，看来长老的改命没错。你究竟是谁？原来是魂殿之物。既然人已经找到，我也该回去了。
青林，我们追！阁下虽然很强，可是，在我们2名斗皇夹击下，想要离开并非易事。只要将青林还给我，此事就此作罢。哼！你这小家伙的名字叫青林，好名字。青林对我极为重要，交给你绝不可能。2位斗皇就想将我拦下，你们可以试试。动手！小眼小心，切勿伤到青林。放心，老师，我自有分寸。谢了，海老。一火不错，可惜你使用的方法过于粗糙。又来这一招，不过如此。加玛帝国的疯子们，果然都不爱讲道理。恰好老娘也不喜欢讲道理。青林，莫成，只要你将青林还给我，我答应饶你一命。饶我一命？我呸！为了你口中的正义，毁了我墨家，毁了我的计划。我还差一点儿。分明是你自己误入歧途。这世界强者为尊，胜者为王。只要我比你强大，规则我说了算，又何来对错之分？
天蛇府圣女！青林，这，老师，青林他中毒了吗？这不是中毒。斗皇阁下，我是天蛇府绿蛮。刚才若不是担心在此地待久了，引来加玛帝国的其他强者，就凭你们2人，也不见得是我的对手。谁料，竟被这等肮脏之物偷袭。青灵的魂魄被吸走一部分，必须立刻带他回圣池滋养，再配合我府的秘法，方能将他的魂魄补全。萧炎，他说的没错，青灵魂魄缺失，如不尽快滋养补全，要不了多长时间，青灵恐怕就……你不要再犹豫了，早在多日前。我府大长老感知到拥有碧蛇3花瞳的转世圣女出现，特派我前来恭迎圣女回府。而青灵就是我要找的转世圣女。圣女的气息越来越弱，把圣女交给我，我保证天蛇府会救活圣女。怪物还没死。该死，这怪物的力量在暴涨，小心点。在追寻力量的过程中，迷失了本心，他已经不再是人类。而是变成了一头失去理智的魔兽。力量，吃了它！现在那怪物的眼中只有青林这丫头。我在幕府潜伏时看过这种融合术的记载，必须吞噬碧蛇3花瞳的完整魂魄，这怪物才能完全进化，实力将会堪比斗皇巅峰。斗皇巅峰？你带青灵离开，让他恢复健康。这怪物就让我们来解决。天蛇府比谁都更希望青灵无恙。多谢2位。记住，青灵要是掉了1根头发，我都会去找天蛇府算账。你的敌人是我们。速度太快，异火根本无法靠近。海老，将他冻住。好。青莲地心火，烧毁一切吧！这异火的威力，就算是斗皇强者也会受重伤。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有2重异火。不好！
老夫和你拼了！追上来了！韩老先生，拜托你帮我拖住这怪物，我有办法对付他。小子，有什么招快使出来！老夫快撑不住了。一种异火的力量奈何不了你，那要是2种的？住手，萧炎！你竟然想让2种异火融合？快住手！你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异火的狂暴能量，你这样做无异于玩火自焚呐！老师，相信我。融合异火，疯了！这家伙绝对疯了！混蛋！你死了，谁给我炼制复灵子丹呐？可恶！快给我稳定下来！臭小子，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崩溃的。需要更多的力量，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尽冷眼，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我所在意的人。既然你执意如此，好。萧炎，稳定心神。是2种异火融合而成的种子。原来如此，斗气、异火、焚诀，这一切大道同归。这恐怖的力量，2种异火相融，竟然真的成功了。萧炎，不得不承认，你是个给人带来惊喜的家伙。这一招可有名字？我叫它佛怒火烈。就让你来试试它的威力吧。
火莲。以我现在的力量，就到此为止了。臭小子，小心！老师，这是哪儿？老师，老师，原来您在这儿呢。老师，您刚才看到了吗？我的佛怒火莲成功了。佛怒火莲毁灭性的威力，即使是我也为之感到惊叹。以后就算为师不能陪在你身边，你也拥有立刻强敌的资本了。这一切都亏老师您的栽培。老师的力量加上我的佛怒火莲，以后定能称雄天下。你所创造的佛怒火莲，为师相当满意。不过以我现在身体的状况，恐怕无法再继续维持灵魂状态，必须要沉睡了。怎么回事啊？萧炎，为师很高兴能有你这位弟子。老师，老师，我可以传授斗气给你。傻小子，以后老师不能再继续保护你了，一切的事情都得靠你自己了。一定是我强行使用了佛怒火莲，是我害了老师，只顾着追寻力量，却忽略了最该在意的人。我太傻了，我要这力量又有何用？这等能量爆炸，若我在现场，恐怕也只有重伤的下场。不知加玛帝国什么时候出现了此等强者？这里曾有4股不同的斗皇气息出现，恐怕这4位斗皇，并不都是加玛帝国的强者。这一股气息，难道是？这家伙，怎么哪里有事都有他？云宗主，可是发现了什么？没有，是我看错了。家老，现在当务之急是调查出这4位斗皇强者的身份。
毕竟这场斗皇间的大战发生在加玛帝国境内，离此地不远便是盐城。我宗外门执事莫城正好在此处，想必会收集到一些信息吧。那就有劳云宗主。家老客气，若有发现，定当派人前往皇宫告知。既然如此，老朽就先走一步。嘿哈，嘿哈，嘿哈，嘿哈。哥儿几个，这家伙精神着呢。要是不小心跑出来，可够大伙忙活一阵子的了。放心吧，老大，我们会看好他的。就，二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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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兰，他们又想干什么？罗布那家伙刚刚抓回来一只沙漠蜥蜴龙。二团长，这家伙可能卖个大价钱。我是想之后让兄弟们过几天好日子。就是。我去看看萧炎，你去忙吧。是。大哥，小炎子的伤还是没有起色吗？已经5天了，我真怕他。这小子再不醒来，那些因爆炸而滞留在他体内的斗气，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大哥，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唤醒他？石墨城的医师和炼药师我都请来看过了，大家都束手无策。可恶！团长，二团长，请你们赶快去一下练武场。啊！走。哟，没想到这魔兽还真不小心跑出来了。没事儿，要不正好给兄弟们练练手。别慌，别慌，一起上！罗布，你这个混蛋！二团长，这里交给我了，你们快走开！团长，这只魔兽原本被麻醉后好好的关在笼子里，但是那家伙，现在大家都拿他没办法。小丽。
小李还好吧？小伤，不碍事。多谢罗布先生及时赶到，救下舍弟。哎，小事一桩。听说萧炎兄弟的状况越来越糟了，这若是一直不醒，可真是天妒英才呀！你，他竟敢这么说三弟，大哥，罗布现在越来越过分了。别冲动，我心里自然有数。小子阿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就是在我前进的路上必须被清除的障碍。是吗？可你太弱了。在你的心里只有对纳兰嫣然的仇恨，这样的你根本什么都做不了。喂，你懂什么？仇恨不会带给你平静的，我很清楚。来呀，不是要杀掉我吗？你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不错的力量，但不是你的。什么？来呀！我说，快干掉我！住手吧，萧炎！这力量根本不属于你。闭嘴！这就是我的力量，是我萧炎的力量。来呀！干掉我！我成功了，老师，你看到了吗？是我萧炎创造出这恐怖的力量。你成功了，老师。是你杀了你的老师。不，老师，是你杀了他。老师。老师，您在吗？萧炎，吞噬异火异常危险，是否值得冒这个险？你考虑清楚了。3年之约就要到了，我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变得强大。这个世界上才没有什么真正的强者，有的只是想要变强的人。
如果想真正把剑挥出去，就要把心里的事放下。挥剑和专注做事一样，应该就是把心里的顾虑全部放下。以我现在身体的状况，恐怕无法再继续维持灵魂状态，必须要沉睡了。怎么回事啊？为师很高兴能有你这位弟子。老师，我可以传授道气给你。我怎么没发现？每次借用老师的力量，都是在消耗老师的灵魂力量。小燕子，你可算醒了，把我和大哥担心坏了。醒了就好，这样哥哥们就放心了。我没事，让哥哥们担心了。哦，海老先生，您来了。您的状态恢复得越来越好了，看上去也更年轻了。萧炎杀掉墨家大长老一事，还望您帮我们保密，毕竟墨城是云岚宗的外门执事，身份不一般。这个放心。小燕子，没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养好身体，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大哥，我想先自己调理，你们去忙吧。等我休整好，就去找二位哥哥。照顾好自己，小燕子，别让哥哥担心。这是能让你恢复实力的复灵子弹的药方，作为你救我的谢礼。佛怒火莲的爆炸威力，让我的灵魂力量受损严重，无法支撑炼制复灵子弹。你拿着药方，再去找其他的炼药师吧。据我所知，某些药材可以恢复受损的灵魂力量，需要何等药材，老夫倒是说不出。不过，想必米特尔拍卖场的总部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药材。米特尔拍卖场总部在哪儿？加玛帝国的帝都。海老，我们去帝都。老师，我会找到恢复灵魂力量的药材，唤醒您。大哥，小妍子太过消沉，难道伤得太严重？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先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吧。对了，别让萧炎知道罗布的事，萧炎需要好好静养身体，而我们俩也不能总是让做弟弟的为我们出头。罗布。海老先生，晚辈还有一事相求。萧炎已醒之事，还请海老先生不要让佣兵团内的人知道。准备清理门户。另外，晚辈还会放出海老先生离开的消息，只有这样，贪婪的豺狼才会上钩。不错，慈不掌兵，该下狠手就要下狠手。刚刚好。身体内部真是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老师，这地火莲子，小家伙，安静的待着，可别捣乱。我需要尽快恢复，赶快去寻找唤醒老师的药材。
没想到地火莲子的能量如此之大，必须将它导入焚诀。不行了，竟然连焚诀也无法完全吸收，必须把多余的能量送走。啊，小家伙，便宜你了，乖乖的，别挣扎，我可不会害你。还好来得及。啊！老师，当日我和葛叶前往墨家参加寿宴，谁知突然冒出2个人，其中一位是斗皇强者，另一位并未暴露真实实力。他们揭露墨城多年以来一直用人类身体实验移植魔兽能力，此等龌龊之事，简直玷污云岚宗的名声。对方可有墨城作恶的证据？那2位神秘人拿到了一些培养怪兽的尸体，而墨城并没有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嫣然，你们可知那位斗皇强者的身份？他是否穿着一身黑袍？他并未穿着黑袍。当时得知此事后，弟子就与葛先生连夜赶回宗内，向宗主禀报。宗主，老夫认为墨城之事不可深究。墨城做出如此恶事，如不彻查，怎么弥补云岚宗的声誉？老夫自是为云岚宗的声誉考虑。墨城已死，若执意追查墨城之事，恐怕会揪出那4名斗皇与他的恩怨。老宗主必死关后，宗门只剩下宗主1位斗皇。若这4名斗皇因此事迁怒云岚宗，岂不是引来大患？还望宗主三思。宗主，宗主，云林长老所言也不无道理。虽我云岚宗行事向来光明磊落，并不惧怕麻烦，但嫣然的3年之约时期将至，的确不能过多生事。另外，查清楚墨城此事所牵连到的无辜百姓，并做好安抚工作。2位辛苦了。你好啊。你松口啊！你咬我！
算了，给吞天王也是给，给他也是给，只要能让地火莲子多余的能量离开，他俩都一样。以美杜莎女王的实力，杀我易如反掌。不过你现在却并未这么做，我想你的实力还没恢复吧？哼，想要吸干我的斗气，那我即使拼了这条命，也要让你再次重温异火焚身之痛。你是第一个敢威胁我的人，你也是第一个咬我的女人。刚才的那股能量，应该就是地火莲子。当初若非因为收取青莲地心火身受重伤，这等宝贝怎会被我落下？没想到头来最大的好处，竟然被你给得到了。那古河怕是气得不轻。女王陛下不也是成功进化？你得到的好处也少不了。若非当时处在关键时刻，我早就亲手宰了你。人类，不得不说你的胆子很大。你不仅敢独闯我族神殿，还敢将我所进化的本体当作宠物来。这份胆量，这么多年来，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可不敢，只是那条吞天蟒，它好像喜欢跟着我。那需不需要我叫你一声主人？现在的我实力的确没有恢复，不过在我下次苏醒之后，我会取你性命！哼，小家伙，等着吧！这世上有资格当本王主人的人还没出生。要变天了。你们这是何意？团长，兄弟们风里来雨里去，为墨铁佣兵团的壮大可谓出力不小，而您似乎实力差了点儿。这样的团长恐怕不能服众啊！连大斗师都不是，凭什么当我们老大？继续。小的觉得团长这位置有能者居之。说完了。不单单是我，大家都想说的话就不能自己亲自说，这可不像是你的作风啊。控火能力增强了，怎么回事？小家伙，凭你死心眼，去边上待着，我这边有正经事要做。
难道是因为地火莲子的缘故？如果我有属于自己的力量，就不会连累老师了。小家伙，没关系的，我这边还有。这紫火也太小了，按照这个量，就算是1瓶紫晶元，也只够烧出1团火焰。不过这个小家伙也没吃多少，怎么吐火吐的这么多？难道是唾液的缘故？小家伙，看来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了。哎，肖团长，我觉得兄弟们说的对呀，你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了，不然怎么让大家心服口服啊？老子不服！就是不服！一帮吃里扒外的东西！罗布兄弟，我们从来都不强留任何人。如果觉得墨铁佣兵团不适合，诸位可以自行离开。小弟啊，佣兵团本来就是最强者才有资格当老大。当初若不是萧炎，墨铁佣兵团早就被我给灭了。如今萧炎已经死了，看你们还能翻出什么浪来！你的人齐了吧？哼，今天你俩是插翅难飞！走，快点，快走，走，快走！萧团长果然好算计，但你可别忘了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兄弟，什么？混蛋！就叫你紫火丹吧。接下来就试试和青莲地心火的融合。哦，海老，发生了什么事？不像是平时练习的动静。完全恢复了。哦，罗布以为你不行了，准备给佣兵团换个老大。当初就不该留他一命。竟然会用引雷的方法破我的斗气铠甲！
斗气铠甲，你还能有多大优势？束手就擒吧，罗布。还有谁不服？服，真服。团长！混蛋！团长！区区2个斗师，凭靠外力把我逼到如此境地，能不服吗？萧鼎，去地下陪你那可怜的弟弟吧。听说你以为我死了？萧炎，是萧鼎告诉我的，说他已经……抱歉，我说错了。萧炎，你不要欺人太甚！这小子难道又想来那招？萧炎，你这个疯子！上次没把你弄死，这次还想来？大家退后！小杂碎，老子跟你拼了！这么快动啊！完美的操控，这小子对异火的控制越发熟练了。萧炎，住手！佣兵自有佣兵的解决办法，把他留给我。今天你的情绪有些反常，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夜晚很适合怀念。你呢？在怀念谁？明天一早动身，我要尽快赶往帝都，找到恢复灵魂力量的药材。
难怪找不到小妍子，原来躲在这偷偷喝酒，也不叫上你二哥。你看来他的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大哥，我们能拥有这样的实力，小妍子这3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辛。走吧，我们虽然帮不了他，但是陪他喝喝酒却没有问题。哎，小妍子，大哥二哥啊，来，坐，一起喝酒。来，大哥，谢谢你，出手镇住了罗布。喝，喝。差点忘了，大哥，二哥，这是和你们匹配的玄阶中级功法，里面还有配套的玄阶高级斗技，以后就无需再担心罗布这种角色了。太好了，哥哥就不客气了。哎一起。小妍子，有什么事情不要只是一个人撑着。我跟你二哥不是外人，就算我们没有能力帮你，但把烦恼说出来，心里总会舒服一些。我做了一件自己都无法原谅的事情。哦，那太糟糕了。不过我相信，这世界上任何人都会做错事。说到这个，我跟你二哥倒是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是啊，有一次护送一个雇主的任务，我当时杀红了眼，没有按照大哥的计划行事，害得我们所有人陷入了绝境。唉，我当时真以为大哥被我害死了，差点疯掉。你还真有脸说这事儿。但我从来都相信你二哥，最后也是他救了大家。对，我们家有着迎难而上、永不退缩的血统。迎难而上，永不退缩。当然，我能看得出，以你的心性，现在的痛苦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不过，这次真的无法挽回了吗？这就对了。明日一早，我就启程前往帝都。小妍子，3年之约快到了，你可准备好了？3年之约，纳兰嫣然。这3年为了变强，我放弃、失去的这些。小妍子，若是你没有走下云岚宗，哥哥们向你保证，总有一天，我们会让云岚宗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即使赌上性命。不过大哥二哥还是坚信，1个月之后，你一定会名震加玛帝国的。我知道。来，大哥，二哥，好，来。谢谢小妍子，谢谢二位哥哥。
今天谢谢。想要在云海中战胜云雾兽，必须找到他的秘密。老师，你好像有心事。嫣然，老师有些事情要做，需要离开云岚宗几日。你可记得，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是你和萧家小子履行3年之约的日子。老师，这3年我每天都谨记在心。昨天，我收到父亲来信，爷爷体内的落毒一直未曾去除，现在病情加剧，都是因为3年前我执意退婚之事，惹怒了爷爷，才导致他意外中毒。别难过了，为师离开前会亲自去找古河，请他为纳兰老爷子治病。嫣然谢过老师。小家伙，别逞强。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莲子，保重。海老，我们出发。萧族长，行李收拾好了，护卫也已经集合，随时可以向帝都出发。3年之约终于要到了。萧炎，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几年没见这臭小子，应该又长高了吧？小管家，传令下去，即刻出发。是，族长。我们可以直接飞去帝都，飞行兽可比我们慢多了。我的灵魂力量受损，现在无法支撑长途飞行。不过，多谢海老先生提醒，可以找到恢复灵魂力量的方法。不用谢我，各取所需而已。我非常认可你炼药的手段，找其他炼药师我也一定不会放心。只是担心你意志消沉，会影响帮我炼制复灵子丹而已。小子就喜欢海老先生的直接。2品丹药算什么？我师兄可是能炼制出3品丹药。哎，你知道吗？这次的参赛人数是历届最多的一次。哎呦，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撞你的。没事。哎呦，您是2品炼药师啊！哇，这么年轻，这可不多见啊！海老，我们您也是去帝都参加炼药师大会的吗？我们也是啊！哎，若是能进前10，那我可光宗耀祖了。做梦吧你，还前10呢？能进前100也算烧高香了。炼药师大会不太清楚啊，我也不会参加。天哪，身为炼药师，
竟然不知道炼药师大会？那可是所有加玛帝国年轻炼药师梦寐以求的机会。就是啊，那可是出人头地的机会啊！二品炼药师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嘘，那边。出云帝国这次派出的炼药师实力好像不弱啊。刚才那是出云帝国的炼药师。哦，除了加玛帝国，其他国家也会派人参加炼药师大会。不过论实力，没有谁比得过我们。前7届的冠军可都是我们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哦，那你们加油。小姐，萧炎少爷估计明早就会抵达加玛帝都。萧炎哥哥终于要履行3年之约了。萧炎少爷进步神速，前不久冒险融合2种异火，自创出威力极大的斗技，击杀了实力堪比斗皇之人。萧炎哥哥一直都这么优秀，跟在他身旁的那位斗皇强者，底细弄清楚了吗？此人名叫海波东，加玛帝国曾经的10大强者，号称冰皇。70年前因不明原因被美杜莎女皇所封印，一直隐居在墨城。萧炎少爷为他破解封印后，便一直跟在萧炎少爷身边。动机尚不明确。动机不明。抱歉，小姐，您也知道萧炎少爷体内有一个神秘强者的灵魂。之前这位强者好像发现了我的踪迹，不过好在他并未将此告知萧炎少爷，所以萧炎少爷并不知道属下一直在暗中保护他。可这样他就不能感受到小姐的一片心。我不在乎他知不知道。那位神秘强者的灵魂现在沉睡了，麻烦你去弄清楚萧炎哥哥现在的状态。3年之约就要到了，若是输给了，萧炎哥哥一定不会愿意的。是，小姐，那个叫云芝的女人，应该便是云岚宗的宗主云韵。我感觉那个女人似乎对萧炎……你感觉错了。去吧。是，小姐。萧炎哥哥，薰儿在迦南学院，好想你。哦，不愧是米特尔家族的总部，这般规模，简直远非乌坦城的分会可比。米特尔家族可是加玛帝国3大家族之一，历史悠久，底蕴雄厚。即使是盐城的墨家，与他们比起来，无疑只是一个暴发户而已。这手笔还真不小。这里只是外部售台，所出售的东西也并不算太过珍贵。
米特尔家族总部的拍卖场也犹如功法等级一般，被严格的分为天地玄黄4个级别，其中天级最高，里面拍卖的东西绝对会让几乎大半个加玛帝国的强者级势力蜂拥而来。海老为何对这里如此熟悉？阁下，请出示邀请卡。邀请卡？进入拍卖场的贵宾必须持有邀请卡方能入内。穷小子，这里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给我立正站好！给我立正站好！2品，小子，你账户上有多少金币？20多万。哈哈！笑死大爷了！笑死大爷了！就这点钱，想进入拍卖场？哪儿来的？给我滚回哪儿去！何必跟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计较？你竟敢骂他是狗！竟敢骂他是狗！你们这帮废物，把这兔崽子给我绑了！发生什么事了？女王大人，请鞭挞我吧，请鞭挞我吧！真香！萧炎弟弟，3年不见，竟然连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亚菲姐也是越来越妩媚动人了。萧炎弟弟，3年不见，比姐姐还要高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亚菲姐也是越来越妩媚动人了。亚菲，何必浪费时间和这种穷鬼寒暄？不如我们要进去，姐姐陪你一起。这位老先生是朋友。他们是我朋友，有事我担着。是。吃瘪了，吃瘪了。当年在乌坦城，多亏亚菲姐的鼎力相助。当初幸好有萧炎弟弟的丹药帮助，才让姐姐顺利完成家族的历练。姐姐应该感谢你才是。别，千万别！亚菲姐，这可担当不起。没想到萧炎弟弟不仅成熟了，还变得害羞了。3年前你可不会这么怜香惜玉。亚菲姐，你忘了我一直都很腼腆。哎呀，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竟然已经是2品炼药师了。侥幸而已。你现在掌管着这座拍卖场？你这话可真够打击我的。这座拍卖场总部的权力全部在家族那些老家伙的手中，这可是他们的命根子，怎么可能交给我来打理？现在的我只是作为这里的代监察长老而已。虽然这里不是由我掌管，不过至少也拥有着部分的权利。你这次来这里，想必也不会只是来看我的吧？能不能找个安静点的地方说话？当然，跟我来。抱歉，忘记你不太喜欢修炼了。谁说我不喜欢修炼了？我也是一名斗者，好不好？只是你这家伙，经过3年的历练，杀伐气息倒是越来越重了，简直都能比得上我们家族那位从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大长老了。亚菲姐说笑了。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了，
亚飞，这里可是我们家族办公的地点，外人可不能进入。你身为代监察长老，难道连这都不知道？嘿嘿嘿，哎呦，哪儿来的穷酸味儿啊？穷鬼好臭，穷鬼好臭！我说过，出了事我会负责，不劳你操心。还有，他是我的朋友，请你尊重一点。气炸我了！气炸我了！我说你平时怎么都冷冰冰的，原来你竟喜欢这种小白脸，当真是好口味啊！不过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怎么，小白脸想找死啊？别冲动，他是一星斗士。软货，亚飞，你眼光越来越差了。你若缺男人，也不必找这种吧。本少爷可随时愿意奉陪哦。这你也能忍？抱歉，我却不能。小子，就让爷来教教你，不该碰的东西别碰。自由了，俺自由了！少爷，少爷，没事吧？少爷没事吧？滚开！小白脸，你敢偷袭我！哼，我是不是还要通知你一声，动手了？小心！小白脸，今天就算是亚飞护着你，也别想安稳的走出拍卖场！很快就会结束。阿奇风！少爷，给我退下！臭女人，都给我上！干掉那小子！干掉他！你们再敢前进一步，从此以后滚出米特尔拍卖场！这种人直接宰了便是。这里毕竟是别人的地盘，不能让亚飞姐难做。我们走吧。好，亚飞，你有种，竟然帮着外人！你们给我等着！坐吧。现在能说说究竟有什么事情了吧？亚飞姐，你在家族中似乎过得并不舒心。唉，总有些身不由己的时候。刚才那家伙名叫雷勒，似乎对我有些恶心的念头。他的爷爷是米特尔家族的长老，后台强硬，平常我也不想得罪他，因此只能选择无视。你知道，对于这种人，
你越是这般，他越是窜得凶。你需要什么东西，说给我听听吧，我帮你查查。恢复灵魂力量的奇物。恢复灵魂力量，那东西可绝对是奇物。这等罕见之物，就算米特尔拍卖场也是多年未见。就算米特尔拍卖场没有恢复灵魂力量之物，以他们无所不在的消息渠道，想必也能打探到此物的下落。亚菲姐，放心吧，我会让家族的信息渠道留意，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你。女娃子，看看拍卖场有没有上面的药材。老先生，这药方上的药材非常珍贵，整个拍卖场也就只有4种。总比什么都没有来的强。不过老先生，但价格可能要超过100万金币。女娃子，赶紧把那4种药材给我带过来吧。紫金卡，老先生，请您稍等片刻。我已安排手下去库房取那4种药材了。老先生，您是斗王强者吧？按照米特尔家族的规定，至少斗王级别以上的强者方有资格持有这紫金卡。您在这里是可以享受7折优惠的。雷长老，雷长老，你等一等，雷长老，你等一下。雷欧长老前来有何事？亚菲小姐，刚才属下去库房领取药材，雷欧长老说，药材早就被人预定了，不能转让。公报私仇吗？给老子滚！爷爷，就是他打我。雷欧长老，那些药材放在库房中几个月有余了，今日之前我都未曾听闻被人预定。这2位可是大客户，而您贵为长老，竟拦截下客人所订购的药材，是想要我们米特尔拍卖场的名誉扫地？爷爷，好大的官威呀！亚菲，什么时候你把代监察长老那个代字去掉，再来和我说话？不过我倒想问问，这2个人当真是大客户？伪造身份可是重罪。你还纵容他俩打伤族人，就凭这几条罪状，下次元老院会议我会郑重提出对你的罢免要求。到时候本少爷纳你为妾，也算抬举你。亚菲姐，何必与畜生一般见识？爷爷，就是这小子，太猖狂了，把他的腿给打断！哼，小子，好胆量！老夫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有眼不识泰山。米特尔藤山的废柴还活着吧？天哪，他竟然敢这么说大长老！我们大长老可是加玛帝国10大强者之一，这位老先生，他究竟是谁？你这糟老头子！闭嘴！阁下，你没有资格这般称呼。1炷香之内，那些药材必须出现在我面前，否则我不介意让米特尔家族少一个长老。你放肆！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你这是与整个米特尔家族为敌！小心！爷爷！
没事吧？爷爷。晋级斗宗，毫无方法可循。这股斗气，爷爷，爷爷，爷爷，你没事吧？斗皇强者，斗皇。现在开始计时，一炷香后，我看不到药材，就算米特尔腾山来了，你也必须死。快去把药材送上来！海老的威风果然不一般。亚妃谢过海老先生。哎，斗皇强者，你这家伙竟然可以认识这种超级强者！老先生，既然您与我们藤山大长老认识，请您拿回去吧。那几种药材就当米特尔家族给您赔罪。你这女娃子倒是挺会做人的，不过还是按照规章办事吧。亚妃姐，海老他不会拿回去的。老先生，按照米特尔家族的规定，斗皇强者享受最高优惠。这4种药材只需之前的1半价格，50万已从紫金卡中扣除，请您收好。大人，药材来了。大人，您所需要的药材都在这儿了。海老，不打开看看？小人拿性命担保，绝对没有半点损伤。是。亚妃姐，既然如此，我们也该告辞了。亚妃小姐，纳兰嫣然小姐有要事，想要见您。嫣然妹妹，许久未见了。亚妃姐姐，嫣然此次前来是有事相求。来，先坐下，咱们慢慢说。萧爷兄弟，这不是墨城寿宴上云岚宗的那个少宗主吗？来，嫣然妹妹，先坐下，咱们慢慢说。亚妃姐，之前有客人。你也知道，姐姐就是个劳碌命，天天都有见不完的客户，做不完的事儿。嫣然妹妹来的正好，来尝尝这个。这酒啊，是用魔兽山脉深处采摘的千年赤红果酿制而成，具有养颜益寿之功效。亚妃姐姐这里果然从来不缺稀罕之物。嫣然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哦，究竟是何事，竟让云岚宗的少宗主为难？几年前，我爷爷击杀剧毒无比的5阶魔兽烙铁毒鹰蟒时，你这次上云不小岚心中了宗，落毒，便是和外面那个丫头有一直关依。靠斗气压制。可是半个月前，落毒再次爆发，而爷爷体内的斗气也快消耗殆尽，至此陷入昏迷。可有请炼药师看过？
我曾拜托老师请来当王古河为爷爷诊断，但其断言，只有拥有异火的炼药师控制异火进入爷爷体内，才能将落毒驱除。拥有异火的炼药师，整个加玛帝国都未曾听说过，所以嫣然前来是想请亚菲姐姐帮忙。米特尔家族的消息渠道众多，若发现拥有异火的炼药师，只要他愿意出手相助，纳兰家愿奉上这上面所有的宝物作为酬劳。这份酬劳，就算是米特尔家族看了也会眼红。只要能救爷爷，这些身外之物又算得了什么？请嫣然妹妹放心，我会尽快通知全国所有的米特尔拍卖场，留意拥有异火的炼药师。若有发现，定将告知。谢过亚菲姐姐，那我就不多打扰了。嫣然静候姐姐的佳音，嫣然妹妹也别太担心。纳兰老爷子吉人自有天相，希望爷爷能熬过这一关。真巧啊！刚才我跟他的对话，想必你也听到了。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这个。酬劳里的七幻清灵弦，正是恢复灵魂力量的奇物。看来这东西似乎对你很重要。3年前你的事跟纳兰老爷子并无关系，甚至事后老爷子还将纳兰嫣然赶出过家门好几次。我不想讨论那个女人的事，但七幻清灵弦，我必须得到。但是你刚才也听到了，异火是……好吧，看来你已经有了决定。我想你可能会需要这个东西。你真的准备好要去纳兰府了？若海老有事，可先行去忙。那好，老夫去见一位老友。真的？要不要去？是吗？哎呦，咱们去这个店啊，老板，来2个。萧炎弟弟，这件宝物可以隔绝你的气息，即使是斗王强者也无法辨认出你的真实身份。你去纳兰府帮纳兰杰驱毒的时候，将其带好，他会帮你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纳兰家。乌坦城萧炎，你是谁？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老夫也不想做呀。我是谁并不重要，而你今天却必须要死在这里。
是不是还想着像以前那样瞬间提升力量？可惜，已经再也不可能做到了。看来我的任务结束了。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倒下了，您可能真的就会彻底消失了。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了你。我们萧家可是有着迎难而上、永不退缩的血统。接下来交给我吧。斗皇强者。冰皇果然好眼力，看来今天的任务只能到此结束了。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再见面的。斗皇强者，刚才他用一种特殊的斗气屏蔽了这里的气息，不过看样子，他并没有真的想要杀了你的意思。海老，麻烦你先送我到纳兰府。之后，老夫会想办法追查一下这个斗皇的消息。小子很不错，小姐，您可以放心了。阁下，你也是前来为族长治病的炼药师，
哦，这是米特尔家族的推荐信。啊，大人，您请。海老，小人有眼无珠，冲撞了您，请您一定要宽恕属下呀！雷长老，你可知我米特尔家族靠的是什么起家呀？拍卖场。亚飞，你来告诉雷长老。我们米特尔家族自从成立之初，就是一直依靠着看人看物的眼力，才能在加玛帝国乃至整个北方大陆有着一席之地。雷欧，这次本该直接逐你出家族，不过念在你曾经对家族有功，免去长老职位，分配到边境城市管理分会。3年之内不许回总部。是。亚飞这次做得很好，之后就由你正式着手管理米特尔总部拍卖场吧。亚飞谢过族长。我看您还是回到家族居住吧，您的房间可一直打扫着呢。有心了。不过短时间内我还不能回来，按照约定，我还得跟在那小家伙后面当一段时间的护卫呢。护卫？那叫做萧炎的年轻人，竟然能让您屈尊去做他的护卫？不要小看他，这家伙不简单。当初就连是我，也在他手上吃过几次亏。这种人实力隐藏得太深，能做朋友就绝不要与他为敌。整个加玛帝国有资格让海老您这般对待的人，也不会超过5个。可那些人都是一些老不死的家伙，而这名叫萧炎的年轻人却仅仅不到20岁呀。您放心，我会严厉吩咐家族中的人不要与他结怨。你们先下去吧。是。谁能知道，3年前那个被称为废物的少年，如今竟然能够让帝国3大家族之一的米特尔家族如此忌惮。纳兰嫣然呢？你可真是看错了。抱歉了，那落毒实在是太顽固，我配置了10几味解毒丹，全都没有效果。辛苦炼药师大人。这位小兄弟，在下纳兰素。言萧，米特尔家族的亚菲小姐举荐我过来试试，看能否替纳兰老爷子驱毒。哦，原来是亚菲侄女推荐的呀！来，请坐。连丹王古河都没解决的难题，一个2品炼药师能做什么？戴着面具怕见人吗？装神弄鬼。别说了，纳兰兄弟来了。你究竟想怎样才肯解除婚约？先赔偿少？好，我可以让老师再多给你3枚聚气散。另外，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让你进入云岚宗修炼高深的斗气功法。这样够了吗？我真的很想把你给样儿。你可以把这当作是胁迫，不过你也应该清楚，现实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公平。虽然并不想表达什么，可你也清楚你和我之间的差距。挑3拣4，活该被推翻。被人上门强行解除婚约，看你这族长以后还有什么威望管理家族？我
想必诸位也清楚，家父体内的落毒爆发不容乐观。丹王古河诊断，需要使用异火才能将老爷子体内的毒素驱除。不过，想要寻找拥有异火的炼药师，实在是太困难，所以只能试试他法。抱歉了，纳兰大人，我们实在是无法将其去除。早有耳闻，诸位在炼制解毒丹药上深有造诣，所以在下想请诸位再看看，是否能有其他办法。看来，老爷子的确是命要一劫呀。感谢诸位今天的赏光，待会儿在下还是会让管家给诸位一份丰厚的报酬。我试试吧。区一个2品炼药师也来凑热闹。这位小兄弟，你有把握治疗老爷子？那请问，丹王古河可有把握治疗？啊，若是古河大师能够治疗的话，我们又何须再费这般大的精力四处求医？既然连丹王古河都没有绝对的把握，那纳兰族长对我说这些话，是不是有些……阁下误会家父了，他并非是针对你，只是爷爷如今情况越来越不妙，我们已经再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消耗，所以自然是需要小心一点，还请不要介意。刚才你们浪费的时间还少吗？你怎么说话呢？哪里来的毛头小子，竟然如此狂妄！你一名区2品炼药师，有何资格与我们这样说话？听阁下的语气，似乎是对自己的本事有着一些信心。不过，就算你天赋再杰出，可现在的你也仅仅只是异火！小兄弟，你这是异火？请问，我现在有资格了吗？阁下，先前的怠慢，请多多包涵。先生，您这边请。族长。退下吧。是。落毒这东西，恐怕就算是斗皇强者也不敢轻易沾惹。老爷子能熬过这么多年，已经是到达极限了。小兄弟，你看是否有些医治的眉目啊？我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按丹王古河所说，用异火进入老爷子体内，慢慢驱毒。那样的话，危险性太大。你有几分把握能成功？不到5成。看老爷子这般模样，想必撑不过2天时间。是让他在毒素的折磨中死去，还是试一试能否挽救？我想那些是否有绝对把握的笑话，还是别说为好。若你们还没有准备好，那就不用浪费彼此时间。小兄弟别动怒，嫣然也只是担心老爷子。既然这样的话，那便全靠小兄弟了。若真能医治好老爷子，不仅酬劳奉上，你也将会是我们纳兰家族永远的朋友。你们退后，别打扰我驱毒。
用异火进入老爷子的身体，会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开始了。没想到，这毒居然侵蚀得如此之深。海老，没想到今日还能见到您呢。当初接到您的消息后，我等待数月。蛇人族在沙漠中戒备森严，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资源，也没有找到您的半点踪迹。当初出了点事，所以隐居了这么多年。一切都过去了，你也成为了斗王。米特尔家族的担子，你挑得不错。我办事您还不了解吗？这几年帝都都有什么大事发生吗？说来听听。云岚宗的前任宗主云山，在几年前为冲击斗宗而毙死关。若他真晋升成为斗宗，加玛皇室与云岚宗的关系可就更加紧张了。而我们米特尔家族处境也很微妙，斗宗岂是那般容易？不过您回来的消息，恐怕皇室已经知道了。真不想趟这趟浑水。不管局势如何变化，只要有海老您在，米特尔家族就有自保之力。被封印的这几十年，落下了太多。帮我找到药方中剩余的药材。哦，顺便再帮我留意一下恢复灵魂力量的天灵地宝。我在为你驱毒，若你能忍住这股剧痛，落毒应该能够去除；若无法忍住，那我也无能为力。小伙子，是你救了我，没说一定能救你，极有可能我一个失手，你就会死在这里。老夫这条命本就是捡回来的，小伙子，你尽管放手弄吧，死了也没人敢怪你。爷爷，你瞎说什么呢？你这个死丫头，还有脸回来？若不是3年前你任性前去萧家退婚，我能气得修炼不济，被那落毒搞成这样吗？爷爷，安静。老爷子有救了！没想到这么年轻的炼药师，竟然拥有着异火。的确很了不起。之前老师一行强者曾陪同古河长老前往塔格尔沙漠寻找异火，可惜都空手而归，可见那东西有多强悍。觉得他不错？你胡说什么？说起来，你与萧家那小子的3年之约，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吧？还有13天。3年的时间，你也远比以前成熟多了。现在你也应该知道，当初的意气用事，对萧家和萧炎带来了多大的耻辱和麻烦。我知道自己当初的举动，
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不过，我也知道，我没错。听说2年前，萧炎便已经离开了乌坦城。据我所知，那曾经被称为废物的少年，已经再度恢复了以往的修炼天赋。而现在，不知道他已经成长到了何种地步。你这次似乎真的错了。3年之约我会遵守。若是我赢了，以前的事便一笔勾销；若是我输了，我纳兰嫣然也说过，为奴为婢，随他处置。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这张契约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而是本少爷把你逐出萧家的休书。从此以后，你纳兰嫣然与我萧家再无半分瓜葛。既然无法再坚持，那这一次的驱毒就到此为止吧。你中毒之身远超我等，想要一次性将落毒去除，明显有些不可能。爷爷，你好点了吗？今天就到这里吧。言萧小兄弟，那落毒真的能够全部驱除？按照这进度，至少还要7天时间。那就全依仗小兄弟了。没想到小兄弟小年纪竟拥有这般本事，真不知道是哪位隐士高人。明天我还会再来，今天便先告辞了。哦，丫头，你快去送送小兄弟。言萧，虽然我不懂炼药师如何去除毒素，不过能将恐怖的异火完全控制，送入爷爷体内，这般控制力比我所见过的很多3品炼药师都要强横许多。或许吧。那你为什么不去考核3品炼药师？把自己的实力明明白白摆在胸口处，我可没那么蠢。你不也是没有将自己的实力放在明处吗？老师说过，那所谓的等级徽章，仅仅只是个假象而已。而且，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实力究竟属于什么级别，上下浮动太大了。上下浮动太大，什么意思？抱歉，这是云岚宗的机密，无法外露。哎，明日您大概什么时候前来为爷爷驱毒？言萧先生似乎对我的实力很关心啊。我虽然不是炼药师，不过却天生对灵魂力量很是敏感。早就听说过纳兰家族的大小姐是下一任云岚宗宗主的继承者，所以手痒探测一下而已。没想到如此小心都被发现了，实在敬佩。是吗？到了，纳兰小姐不用送了，告辞。真是个心高气傲的怪人。
陛下，属下已经确认无误，海波东回来了。果然是他。另外，纳兰家族找到了拥有异火的炼药师，为纳兰杰医治。纳兰杰运气不错，拥有异火的炼药师，难道是为了炼药师大会而来？这次可不能再被云岚宗抢人了。好凶悍的落毒，不仅能抵御异火的温度，还能毫无声息地融入进去。若不是我与青莲地心火的契合度颇高，恐怕也不能察觉。这些东西留在体内，可是一种不定时的炸弹呢。怎么回事？落毒不可能拥有如此雄浑的能量。好精纯的能量，难道是纳兰杰的？想必是潜伏在他体内的落毒，侵蚀身体的同时，吞噬了他的斗气。这就是他如此虚弱的原因所在。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的惊喜。如此精纯的能量，不愧是斗王强者体内所凝聚的能量，仅仅一小份就这般庞大。多来几次的话，估计就可以晋升为大斗师了。似乎突然间变强了许多。驱毒成功了。纳兰杰中毒颇深，虽然昨天暂时缓解了一下毒性，不过还需要几次才能够将其完全驱除。这是落毒，怎么弄到你身上了？不知道，没想到这东西竟然能抵御住我异火的炙烤。普通的落毒绝不能抵御异火，恐怕是这落毒潜伏在纳兰杰体内太久，引发了异变。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之处，它似乎是在我的控制之中。你干什么？麻烦您帮我试试这东西有什么效果。小子，别乱来！够了，就算以我的实力沾染上少许，恐怕也很是麻烦。晚辈刚刚得罪了，这黑纸颇为诡异，日后这恐怖的毒性要是突然毒发，你有着异火防身，也无需太过担心。希望吧。炼药师工会总部坐落于帝都最繁华的区域，里面的自由交易集市可供炼药师与商人们采购各种稀奇古怪的药材。你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交易集市。萧炎，真的是你啊！哟，这么久没见，还有点变帅了呢。都1年多了，你也还是2品炼药师嘛？我和学妹也很快就要冲击2品炼药师了。
你是林飞？可恶！你竟然没第一时间认出本小姐，难道你对女人没有兴趣？之前在黑岩城你就老是躲着我，我说怎么这么奇怪？你小子被我拆穿了吧？是不是？是不是？未来的2品炼药师，我还有事，先告辞。哎，喂，这家伙，哎，别走啊你！你也是来参加炼药师大会的吧？看样子你是要去交易集市吧？最近啊，我天天都在这里瞎逛，逛街我可最在行，有我的陪伴，保证你这次的交易集市之旅会成为你人生中最不能忘怀的美好回忆。喏，这里啊，可比黑岩城热闹多了。许多只听老师提过的灵宝药材都能在这里看到，更别提即将开始的炼药师大会，全国的年轻炼药师们都赶来了。还好我求着老师带我一起来见识。对了，听说那个柳林也会参加，他呀可是丹王古河的亲传弟子，是我们少女炼药师心中排第1的梦中情人啊！林飞小姐，在下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所需的东西还得花时间慢慢找。你讨厌我！等等我！你跑什么？交易集是很大的，第一次来容易迷路。你要找什么？跟我说，我肯定知道。那你知道哪里有恢复灵魂力量的药材吗？不知道。你拿的这个就是吗？不是，但是是我一个朋友需要的药材。哎，这怎么卖？哎呀，大师，您可真是好眼光。这可是从魔兽山脉核心地带采摘回来的药材，药效可是极好的。看您诚心想要，我便便宜点，4品丹药做交换。喂，4品丹药？昨天有个炼药师也问了，你不是说3品丹药吗？小姑娘，你也说了，那是昨天，这今天可就是今天的价了。那就不要了，我没有4品丹药做交换。你就是个骗子，奸商！老师说的对，这里的集市啊，就是骗子多。如果我把这消息告诉我那朋友，估计5品丹药做交换，他也愿意。啊？还有这种冤大头？啊，对，涨价了，现在要5品丹药来换。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小姐，你是想换取这朵桃花火火种吗？你想要什么东西？一卷灵魂痕迹清晰的4品丹药药方。你答应了？小妹妹，你这药方的灵魂记忆已经模糊了。怎么可能？我的药方用过4次，应该还有最后1次使用机会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在骗人了？你明明就是在说谎。你刚才接着看药方的真假，一定是偷偷用灵魂力量扫描了。哼，又是他。是啊，这店家可出了名的无赖啊，恐怕这小姑娘要吃亏啊。桃花火种，那可是个好宝贝。好像是雪妹。用4品药方来交换，也太造假了。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老子开门做生意，见多了像你这种想占便宜的骗子。你才是骗子！哎呀，不好了，雪妹这家伙怎么老是不让人省心？萧炎，你先。
不，我先去叫老师过来帮忙。哎，让一下，让一下。拿着你的废药方，给老子滚！你这个骗子！你说什么？看老子今天不教训你！药方还给他。小白脸儿，这里没你的事，给老子滚！药方只要被灵魂力量扫描过，就会留下灵魂力量的印记。只要请炼药师公会的管理者检验药方里面是否有你的灵魂力量，就知道谁撒谎了。喂，哪个穷山沟里来的小白脸儿？老子堂堂3品炼药师，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药方能够查出灵魂力量，哪个药师教的你呀？嘿嘿，这炼丹一途，没个好的老师可不行。你看看你，才区2品，想必你的老师也是一个1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庸才。道歉啊？你说什么？我说道歉。哼，小白脸儿，就凭你！哼，想要老子道歉，先问问这把斧头同不同意？你先推到一边去。嘿嘿嘿嘿。小白脸儿，受死吧！兄弟，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啊！小弟铺子里的东西，只要您相中了，随便拿。这都有点意思，呵呵，等任务完成之后可以研究研究。哎呀，老师，你快点儿！哎，小祖宗，我实在是跑不动了。不管你了。哎，你等等我。难道感觉错了？桃花火种原本就是雪梅用药方换取的，这块玉片很随我缘，我就将它买下吧。大哥看上这玉片是小弟的福气，尽管拿去，也算是小弟的谢罪礼。送就不必了。你的东西。谢谢。雪梅别怕，我来了。哎，我还有事，先告辞了。走了。小眼，真是你来帝都了，我没看错吧？我和弗兰克也刚到帝都没多久，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你了。谢谢奥托大师。那这是帝都人最爱喝的茶，你快试试。哎呀，好小子，1年不见，实力大涨啊！现在的你，恐怕至少有5星斗师的实力了吧？侥幸而已。哎呀，真是个不错的小家伙啊！哎呀，林飞那丫头啊，要有你的一半啊，我可就谢天谢地喽！哎，来，喝茶。你说说你，用4品药方就换了这么一个花里胡哨的活。可老师，你看，它不是挺好看的吗？好看顶个屁用！身为一个炼药师，难道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我之前那些东西都白教你了吗？哎，你要气死老夫了！萧炎，你看我这，哎，我都气糊涂了。弗兰克大师，
这种桃花火种虽然算不上什么强悍的火种，但比起斗气催化的火焰还是强上许多。再者，这种火焰天性温和，用来炼丹极为合适。四品药方虽然珍贵，但以大师的实力，花费点时间，应该能再备一份。唉，也只能这样了。不过再想重新备一份的话，还要费我至少半年的时间呢。喂，你竟然给雪妹说情，是不是看上她了？你说什么？胡说些什么呀？边上待着去，老师和萧炎有正事商议。一天到晚就知道凶人。知道了。萧炎啊，炼药师大会你报名了吗？没有，我来帝都是为了别的事。炼药师大会我不感兴趣。哦，若你能在炼药师大会脱颖而出，那前途可是一片坦途啊！到时候不知道多少强大势力都会邀请你加入，你的名望和地位都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就连当年丹王古河，也是在炼药师大会夺冠后才有机会走得更远。我一直不太喜欢投靠什么势力，我更愿意靠我自己。对了，每一届炼药师大会的冠军啊，都将成为炼药师公会的名誉长老，不仅能享受与元老同级别的福利和权利，而且公会仓库内的罕见药材啊，还能优先换取。仓库内可有恢复灵魂力量的药材？具体老夫也不清楚啊。不过这次大会的冠军奖品就是一卷6品丹药融灵丹的药方。融灵丹对灵魂体来说啊，是一种绝佳的圣药。不仅能够使得灵魂力量快速恢复，还能将灵魂所受的创伤完全修复。小子，给我把这融灵丹的药方弄到手，日后本王便不杀你。我答应你，不过不用你说，我也会去这样做的。萧炎，我和你说啊，这融灵丹的药方啊，我参加。太好了，就以黑岩城分会的名义参赛吧。不过我有个条件。因为一些缘故，我会易容参加大赛，而且参赛的名字也麻烦2位帮我改成炎萧。参加就参加呗，还隐藏身份，哼，装神弄鬼，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哟。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烦死了！修改名字没问题，我现在就把你的名字递上去。有劳大师了。3天后会先举行资格赛，就是把每个分会提交的参赛者先筛选一遍。我说没问题吧？没问题，3天后见。参加大会的那些手续，便麻烦2位大师了。这段时间我们会一直在这里。如果有事，记得来找我们。哎呀，萧炎最后能进前10名，我们黑岩城公会可就名声大振了。明年的经费也能向总部狮子大开口啊！还有那些稀有的药材。咦，还是头一次看到他们俩这样，好恶心啊！冠军想夺冠军，小姐，柳公子前来拜访。哦。
元宵公子来了吗？已经在为老太爷治病了。嗯。哎，快看快看，柳公子真的好帅啊！他要是能看我一眼，我就知足了。别忘了，人家可是冲着纳兰小姐来的。哎，他笑了，他笑了！哎呦，我都快要昏过去了。啊，小姐来了。柳公子。嫣然，这是老师特意为纳兰老爷子炼制滋补身体的丹药。古河大师费心了。唉，可惜，老师之前去塔格尔沙漠换取异火失败，不然这次多亏了大师提醒，我们这才找到了拥有异火的炼药师来驱除爷爷体内的落毒，想必爷爷不久后就会痊愈。异火，是加玛帝国哪位德高望重的炼药师得到了异火？是一位叫炎萧的年轻人，他能以这般年纪就收复了异火，可见其天赋极为了得。哦，想不到还有这般天纵之才，恐怕就连老师也会忍不住想见识一番吧。嫣然，可否介绍在下认识这位炎萧先生？他脾气甚是古怪，眼下正在为爷爷驱毒。我们去爷爷门外候着吧。嗯。这次的驱毒就到这里吧。再有一次，想必你体内的落毒就能彻底去除了。哈哈，多谢炎萧小兄弟，我能感应到，体内的斗气正在逐渐恢复。各取所需罢了。在下先告辞，等明日。炎萧兄弟，你也是为参加炼药师大会而来帝都的吧？我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哈哈，你倒是客气。就凭炎萧兄弟异火这项绝技，这次不想大放异彩都不行啊！大会之前总少不了一些练习，这些药材仅是老夫的一点心意，虽不是什么名贵之物，但也还能凑合着练练手。老爷子有心了，这些药材拿到米特尔拍卖场，恐怕会让一些炼药师抢破头的。我这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哈哈哈哈哈！爽快！天色已晚，在下先告辞了。哎，老夫送你一程。哎，其实炎萧兄弟可以不用这么见外的，留下吃个便饭，也能增进感情嘛。不必了。哈哈哈哈，不要说的这么直接嘛。行，老夫也不强求。如果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都可以直接提，我纳兰杰能帮助的绝对不会含糊。炎萧先生，今日再次麻烦您了。这是我的朋友柳玲，也是一名炼药师。你好，炎萧先生。你好。哼，柳玲小子，你不跟你老师学习炼药术，怎么又跑过来了？老师让我代他老人家向老爷子问好，并顺便送来滋补身体的丹药。另外，炼药师大会想必云集了炼药界无数强者，老师也想让我下山见识一番。哈哈哈哈！古河这老小子有心了。古河的徒弟，炎萧先生。
没想到你如此年纪便能拥有传说中的异火，实在让人佩服。不知言萧老师名讳？他只是山中一闲人而已，没有丹王古河那般名气。言萧先生倒是谦虚，就算不提异火，如此年龄便成为2品炼药师，那本事自然也是不低。没办法，都是被人逼出来的。像言萧先生这样的，在下还有事，告辞。嫣然，他真的拥有异火。言萧先生实力很不错，对火焰的操控恐怕不会逊色于你。在炼丹这一项上，这么多年来，他还是唯一一个我见过或许能够超过你的同龄人。对不住了，柳林小子，老夫先去歇息了。嫣然，好好款待客人。柳林公子，时候也不早了，我先送你到门口吧。嫣然，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知道我对你。你应该知道云岚宗的规定，而且现在的我并不想谈这些事情。你是这么多年少有能成为我朋友的男人，或许你以后能打动我，不过至少现在我还仅仅把你当作普通朋友。我不否认你的优秀，不过还未达到我的要求。我纳兰嫣然的男人，绝非庸人。我知道你心高，那么这次我就用炼药师大会的冠军来向你证明，我柳林配得上你。这些落毒中所蕴含的能量着实庞大，只经过几次炼化，就让我一举升至7星斗师。萧炎，老师。老师，萧炎，果然是你！纳兰嫣然，3年时间已到，就凭你这废物，也想打败我？这3年，你对我的羞辱，我一刻也不敢忘。嫣儿，父亲。为了变强，为了战胜你，放弃、失去了太多，所以你去。发生了何事？没事，只是
是每次替纳兰姐去一次毒，我体内的落毒就会越加浓厚。既然这样，就别当什么烂好人去驱毒。更何况，你与那个纳兰嫣然似乎还有过节。切换青灵弦，我是一定要得到的。知道今天公会中为什么守得这么森严吗？怎么了？炼药师大会的内部测试赛，没有听说过呀？啊，就是各个地区分会推荐的关系户的测试吧？你们可别瞎说，关系户可都是精英，都是很有实力的。让，是加马皇室的马车。好。难道皇室也派人来参加内部测试赛？后退，后退。哦，人还挺多的嘛。你们就留在这儿。是，月儿公主。哼，都别杵着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让开，让开，给本公主让让路。严枭雄，月儿公主，这位严枭兄弟就是刚才我跟你提过拥有异火的天才炼药师。严枭，本公主还没见过异火呢，让我看看你的异火吧。抱歉，异火不是拿来炫耀之物。你，他居然拒绝我！月儿公主，严枭兄可能还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加玛帝国皇室最受宠的小公主月儿，也是炼药师公会法马会长的爱徒。小公主在炼药术上的天赋，就连她老师也赞同不已。早在半年之前，她就晋级为3品炼药师，想必会是这次夺冠的有力竞争者。哼，虽然你是丹王的弟子，但冠军一定是我的。小公主的确是很厉害，但别忘了。严枭兄可是拥有异火的炼药师。哼，异火又能怎样？听说异火可是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呢。可严枭兄弟也真是的，老是神神秘秘藏着不给我们看。你们先聊。哎，别走！怎么动手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呀？发生什么了？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敢拒绝我的男人。今天本公主就来试试，你究竟有什么本事！这气息并不是异火。他果然对火焰的操控很强。
试试这招。这小丫头什么毛病？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不见了？糟了，老头子来了！什么？哦，法马会长，何大人，何大人。又在调皮。老师，玉儿只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嘛。法马会长，老师，他就是严萧。这位小兄弟，你就是为纳兰杰驱毒、拥有异火的天才炼药师。异火，这人就在不久前，我与异火擦肩而过，此乃毕生憾事。小兄弟，是否能让在下见识一下异火，也算了了一番心愿。抱歉，异火并非是拿来炫耀之物。我的老师曾教我要用平常心来对待异火。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这位小兄弟，你就是为纳兰杰驱毒、拥有异火的天才炼药师。异火？我没听错吧？就在不久前，我与异火擦身而过，此乃毕生憾事。小兄弟，是否能让在下见识一下异火，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抱歉，异火并非是拿来显摆炫耀之物。我家老师曾教过我，要用平常心来对待。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看来是我认错人了。不过尊师可谓真正领悟异火之人，不因异火的特殊而恃物自傲，自始至终以一颗平常心看待。唉，此番境界高我等太多。请问尊师现在何处？故何想登门拜访？老师并不愿见外人。来，借过啊！让一让！哎，小伙子们，让一让！哎，让一下！哎呦，法马会长，老托，今天的内部测试赛，听说你们黑岩城派了一个强力的选手参赛呀？哎呀，哪里！严萧，原来你在这儿啊！古河大师，会长，他叫严萧，潜力很不错啊。严萧，这两位分别是丹王古河跟炼药师总工会的法马会长。你好，法马会长，古河大师。切，这家伙可是有异火。小家伙的本事看来不小啊！今天想必你会给我们一个惊喜。老师，哎，别调皮，刚才严萧一直让着你啊，月儿过于鲁莽，让你见笑了。小公主，天真烂漫。法马会长，测试赛可以开始了吧？
在场的选手都应该清楚，你们都是由各处的分会长推荐而来，外人并没有这一次的考验，所以这个测试也会有些难度。这也是对各分会眼光的一种考究。若是连这都通不过，恐怕各分会长的推荐就得失效了。好了，你们都去到各自相应的考核房间吧。有古河在，只要放出青莲地心火，他一定会察觉。众所周知，药材的提炼是炼制丹药时极为重要的步骤，而我们这次的测试便是这一环节。测试所用的药材已准备就绪，你们只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药材提炼到你们所能达到的。竟是最抗炙烧的黑铁灵液，这东西提炼起来很是消耗体力，对控火术要求也非常高。看来，这内部测试并不简单。比赛的时间则以计时器走完为止，届时还未完成提炼者就算失败。而我们会用特殊的方式评测你们提炼出来的药材，未能达到要求的，同样被判定失败。好了，测试赛正式开始。大家要注意好计时器的时间。似乎应该胜任得了。古河长老，请。是异火吗？没想到这出云帝国的炼药师公会竟派了不少3品炼药师前来参加大会。他们是冲着冠军而来。出云帝国从来都是被我们加玛帝国压过一头，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在炼药师大会中夺冠，借此打压加玛帝国的威望。可惜呀，只要我当一天会长，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功。明日就要返回云岚宗了，没想到今年冒出一个拥有异火的小家伙，倒是让人惊喜。如此年龄便能拥有异火，这等天赋实属罕见。此等天赋异禀的苗子，一定要在适合他修炼的地方，才不会被浪费。例如云岚宗，例如炼药师公会。人间美味呀！海老，你快尝尝，这可是皇室才能享用的极品佳酿啊！味道不错。那个暗属性斗气的斗皇，
可有眉目？哎，我的老哥哥呀，对方可是斗皇，哪会这么轻易的找到线索？哎，他是不是对您不利啊？好，那我就在整个北方大陆那块做个悬赏，以宝交换，想必也能吸引来几个斗皇。我，行了，我只是帮人询问而已。不过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帝都似乎多了不少出云帝国炼药师公会的探子。是因为炼药师大会的缘故吧？但多了这么多的探子，总让人觉得不安呢。药材化液，第一道提炼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看看能提炼到什么程度。这小家伙，看来是不会轻易使出异火了。也罢，可能是我对异火的执念太深了。哦，哎呀，果然是他，古河大师教的弟子，确实有几分本领啊。是啊。哦，柳灵果然不凡，只是测试赛而已。炼药师之路，他才刚刚起步。哼，柳大哥，没想到你速度竟然这么快。小公主也不慢呢。哎，虽然你比我早，不过提炼出来的药材说不定没我的纯度高。哎呀，这家伙时间不多了呀。还没有提炼完毕，不可能啊！以他的实力，就算提炼时间赶不上柳灵这些一线选手，那也不会落后到这般地步呀。哎，柳大哥，怎么没见到你那有异火的朋友？哎呀，难道区区一个测试也过不了？小公主说笑了，我与他只是有过几面之缘而已，还远远算不上朋友二字。也是，以你的本事与傲气，似乎还从没结交过那些没什么潜力的朋友。哎呀，臭小子，你到底在磨蹭些什么呀？
没时间了，必须快点提炼才行。呀，不会真的阴沟里翻船了吧？他可是有异火的幸运儿，整个加玛帝国估计也就他独一份儿，结果竟然连测试赛也无法通过。老师说的对，异火并非万能。对，哎呀，该死！关键时刻怎么还出问题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啊！你可千万要给黑岩城争气呀，不然明年分会的经费可又要被缩减了。炎萧应该是遇到了些麻烦，现在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能收服异火之人，并非等闲之辈。就算无缘这次炼药师大会，老夫相信此等天纵之才必将名扬天下。时间差不多到了。恭喜完成提炼的参赛选手！我宣布，加玛帝国炼药师大会资格赛正式结束。抱歉，我赶晚了。哎呀，臭小子，快急死我了！抱歉，我赶晚了。这哥们运气可真好啊，卡着点出来。是呀，虽说这黑铁灵液难提炼，但也不至于花那么长时间啊。哼，不过没想到最后居然赶上了，真是好运。月儿殿下，这匆忙赶出来的药液，我看效果不会好。是啊，那倒未必。炎萧兄既然花了如此长的时间，这成绩说不定还在你我之上呢。哼，走吧。既然大家都准时出来了，那就开始下一步检测提炼药材的纯度。这是我们炼药师工会邀请著名铸师打造而成的纯度测量仪，它能够准确地测验出你们提炼药材的纯度。哦，这好厉害！头一次见到，我也是。哼，一群土包子！迟早有一天，我也会有斗气幻翼。将提炼的药液放入后，测量仪会自动显示纯度，以10分为制，10分最高，1分最低，4分则及格。提炼次数与纯度息息相关，记得放入前说一说你们提炼了几次。好了，开始吧。哎，炎萧兄，别着急啊，你这先上了，我们不就没戏了吗？你千万高抬贵手，留在最后压轴啊！哈，
压轴？压轴是吧？柳公子怕不是在说笑吧？就是。既然柳公子这样说，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那我先来。法马会长，我的能力仅只能够对黑铁灵液提炼3次。能够将黑铁灵液进行3次有效的提炼，那已经算是很不错了。我想应该有5分左右的成绩吧。4分过关，5分测验过关。月儿公主，严枭雄，那我就先行一步了。哼，法马会长，晚辈实力有限，仅只能提炼6次。大哥居然比我多提炼1次，不过我的纯度一定比他高。不错，寻常的3品炼药师也只能提炼5次。他说6次啊，不愧是柳林公子啊！当然了，那可是柳林公子啊！谁让人家是丹王古河的徒弟啊？真是哦，7分，恭喜你过关了！不愧是柳林兄啊！柳林公子，恭喜你啊！恐怕这届大赛没有人能与你比肩了。是啊，就是。献丑了。不过依我看，月儿公主和严枭兄弟定是能超过在下，我这算不得什么。柳林公子过谦了，严枭这区2品炼药师，如何能与你和月儿殿下相提并论？下一个。大师，虽然我提炼了5次，我也不差呀。什么嘛，才6.5分！可恶，这破机器、烂机器，还大师打造，肯定是坏了。严枭，该你了。柳林兄，那接下来可就是你说的压轴好戏了。严枭兄身怀异火，而且又提炼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他一定能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诸位可要看仔细了。切，就凭他？一定要过，一定要过呀！会长大人，我提炼了8次。8次？不可能吧？是8次，这怎么这么瞎说？太好笑了，还提炼8次，这就是啊！柳大哥，人家可比你还多提炼2次呢。愚蠢的家伙，还真当可以随便乱报。这小子戴个面具装神弄鬼，实力也就一般般。不愧是堂2品炼药师，还真敢说。何必说大话？哎呀，耶！我就知道这小子能行。9分，我没看错吧？真的是9分？9分吧？这是9分？不可能啊！不可能是哪里弄错了？是啊，开玩笑，不是9分啊！严枭小友隐藏的可够深的，以这般能力，你胸口上的2品徽章可是有些不匹配你的身份了。运气好罢了。运气好。哎，
炎萧公子，炎萧公子，这家伙故意隐藏实力，让人看不起，有受虐病啊！柳大哥，这炎萧……恭喜现场留下的诸位，大家全都顺利通过了测试赛，而最终成绩，炎萧以提炼8次，纯度9分，排名第1。明日便是炼药师大会，你们应该清楚，大会除了本国的参赛者之外，其他国家的一些优秀炼药师也会参加。他们的实力同样不可小觑，你们可要尽最大的力量压过他们，为了加玛帝国的荣誉，全力以赴！为了加玛帝国，为了加玛帝国，加玛帝国！请诸位回去好好休息吧，期待明日的优异表现。准备回去。哎呀，你这小子，害得我一个老头子心惊胆战呐！你不到20岁的年纪，便能将黑铁灵液提炼8次啊！就算是当年的古河，恐怕也不可能办到啊。不过你这次表现的如此引人注目，工会的这些老家伙一定会来打探你的身份。关于我身份的事，还请奥托大师务必帮我隐瞒，因为一些缘故，若我暴露身份的话，恐怕就不能参加这次的大会了。啊，不能参加，那可不行啊！我们黑岩城工会可都指望着你呢。炎萧，古河大师有事。炎萧小友，今天的测试让人惊艳不已，可惜我有要事，需即刻返回云岚宗处理，只能提前预祝你明日的比赛再创佳绩。若对炼药之事有所疑惑，尽可前来云岚宗。何必舍近求远？我等炼药师工会的大师，想必也能为其解惑。能教出如此优秀的弟子，想必你的老师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工会愿聘请他为荣誉长老，为你们师徒2人在炼药之路上提供方便。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若有空，欢迎来皇室做客。太爷爷呀，最喜欢结交年轻有为的炼药师啦。皇室中的斗皇强者，也是加玛帝国的10大强者之一，嘉刑天家老。啊，一定。抱歉，我还有事。法满会长，古河大师，晚辈先行告退。小子，年轻人啊，不懂事，我这就去教训他。你等等我。如此天赋者，有些脾气实属正常。你等着。毒素发作毫无征兆，果然没有任何好事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测试赛表现得不错。米特尔家族的消息果然灵通。今晚是最后一次为纳兰杰驱毒，走吧。
你现在看上去需要休息一下。没事，还死不了。海老，终于憋不住了。是之前的神秘斗皇，是我自己的一点小麻烦，前面就是纳兰府了。待我把这件事解决掉之后，再碰头吧。严萧阁下，您来了，快请进吧。快看，怎么了？什么情况？严萧先生，请跟我来。严萧先生，既然来了，便请一起参加宴会吧。小姐，不用了，纳兰小姐。我这人喜清静，不太喜欢这般场合。严萧先生，听说这次的炼药师公会内部测试，你的成绩很不错，恭喜了。侥幸，严萧赶着为老爷子驱毒，纳兰小姐还是赶快去招呼宾客，不用在严某身上花时间。您是贵客，我当然要招呼。而且今晚是爷爷举办的宴会，他还在宴会厅招呼客人。驱毒也要等他忙完了才行啊！看来似乎来的不是时候。纳兰小姐，请转告老爷子，严某等他有空后再来。嫣然，里面的好多人都等着你呢。你倒好，在这里悠闲的陪人聊天啊。严萧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怎么，严萧先生和雅菲姐很熟？我与他认识了好几年，还是我推荐他前来为纳兰老爷子驱毒，关系嘛，挺不错的。你说是吧，严萧先生？你怎么来这里了？你这人太没礼貌了。雅菲姐，你和严萧先生很熟？我与他认识了好几年，还是我推荐他前来为纳兰老爷子驱毒，关系嘛，挺不错的。你说是吧，严萧先生？你怎么来这里了？你这人太没礼貌了。雅菲姐，严萧先生，你们聊吧，我先进去招呼其他客人。
你呀，倒挺招人的。哼，胆子倒不小，竟敢吃姐姐的豆腐。不过，没想到你见到纳兰嫣然，比我想象中的要镇定许多啊。见到他的是言萧，并非小言。你来这儿也是参加宴会？纳兰老爷子逐渐康复，这可是纳兰家族的头等大事。不止我们米特尔家族，加玛帝国颇有名气的势力都受邀在列。洛都还未完全驱除，便开始庆祝了，这未免早了点吧？没想到你还真能将洛毒从纳兰老爷子体内驱除，那可是连当王古河都头疼不已的剧毒。现在帝都的几大势力之间都流传着你的消息呢。若非是因为妻换青灵弦，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走吧，进去看看。我们族长可是很想见见你这个能够让海老都忌惮不已的青年俊杰哦。没兴趣。哎呀，拜托了，姐姐帮你那么多忙，你不能让姐姐掉面子啊，帮帮忙喽。好吧，我跟你走。小心火烛，提防盗贼！啊！哎呦！急着投胎啊！感谢诸位在百忙之中前来庆祝家父身体康复。现在有请加玛帝国的狮心元帅，纳兰家族的族长，我的父亲纳兰杰。感谢诸位今晚的大驾光临。今晚的盛况，在老夫身中落毒卧病不起后，已是许久未见。或许有人觉得纳兰家族是不是就要失去这个老东西了？哈哈哈，恐怕会让他们失望。洛都无法让纳兰杰屈服，狮心元帅还将继续为帝国效力。敬加玛帝国！敬加玛帝国！希望大家能在今晚玩得尽兴。这便是我们米特尔家族的族长米特尔藤山。族长，这就是之前跟您提过的言萧。啊，言萧小友，百闻不如一见呐，很高兴见到你。我是米特尔家族的族长米特尔藤山。无名小子，哪值得藤山族长点嫣然，言萧小友与那个老狐狸很熟。小友太过谦虚，能让海老如此礼待之人，整个加玛帝国也没几个，岂能称为无名？海老与米特尔家族的关系果然不一般。言萧小友，这段时间在帝都，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直接去找亚飞。反正我想他也是不是和米特尔藤山熟，好的，而是和亚飞姐熟。当初言萧前来驱毒，也是亚飞姐介绍过来的。藤山这老家伙竟然使用美人计，真无耻！以言萧的潜力，日后前途难以限量啊！这种人若是被米特尔家族拉拢过去，可真让老夫心痛啊！啊？还是算了，言萧这几天根本没给过你好脸色，不把人家给撵走就不错了。你这个为老不尊的老家伙，再敢胡说八道，休怪我不客气了！哼，看你在乱说。别拔胡子，没几根了。我过去一趟。行了。好了，父亲。
我们要跟藤山组长谈事情。好，哎，不闹。柳林大哥，那就是赢了你的家伙，看上去很普通嘛。技不如人，没办法。哼，说不定那家伙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作弊了。柳林大哥可是丹王古河的弟子，怎么会输给这种无名之辈？那家伙倒是艳福不浅啊，竟然与亚菲小姐走得这般近。哼，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我的邀请没兴趣，别人的邀请倒是兴致勃勃。也许今晚会发生点有趣的事。啊？什么意思？这。来者何人？让开！一群白痴！来。哦，原来你说的就是木战。也是，帝都谁不知道，穆家的木战对亚妃情有独钟，几年前被派遣到帝国边境军营里磨练，临走时可还嚣张地放过话，谁敢碰亚妃就宰了谁。招惹别人的女人，自然要付出代价。脑子不对。亚妃，我这次从边境赶回来，就是为了见你。你更美了，不愧是我预定的老婆。你这个疯子！看来他还是那么蛮不讲理啊！这几年的磨练，木战的实力恐怕已经达到了斗师巅峰，炎萧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我还以为小公主对炎萧颇有好感。本公主是对他有好感，不过前提是他够强。你没事吧？他是谁？木战，3大家族中穆家之人。当初我出去历练，有几分原因就是想躲开他。小子，新来的帝都啊，难怪敢跟亚妃走这么近。下手狠毒，想要一招置人于死地。别冲动，木战在几年前就已经是斗师强者，而最近的实力更是只追老一倍。退后！小子够种！愚蠢的家伙！等纳兰老爷子他们过来，不是更好？炼药师去和战斗狂人拼武力，自取其辱。这般有血性的男人，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不错嘛！若木战真的是放开手脚全力来战，我敢说炎萧绝不是对手。或许吧，不过有火克木这种天生的压制在，想必木战也不会那么好受。没想到你一个养尊处优的炼药师，居然还懂得如此凌厉的战斗方式。不过，不管你是谁，都不能动我的女人！
这个家伙居然能够召唤出大斗师方能具备的斗气铠甲。陆战，你这个疯子，住手！我说过，谁敢碰你，我就宰了谁！陆战，给我住手！青木特，先锋刀！纳兰嫣然，没想到2年不见而已，你竟变得如此之强。这3年，看来他也进步了很多。陆战，炎萧先生是我们纳兰家的贵客，容不得你放肆。小子，今天看在嫣然的面上，就不废了你。不过日后给我离亚飞远一点，否则随时奉陪。有骨气。没想到刚回帝都，就能遇见一个能让我踩的人，我很兴奋呢。木战，没想到这2年不仅未磨平你那蛮不讲理的气焰，反而是让得你越来越嚣张了。这是纳兰家，不是你穆家。就算穆尘那个老家伙来了，也不敢如此不给我纳兰杰面子。纳兰老爷子别骂，小侄只是想试试这位朋友的身手而已。这里东西的损坏，待会儿马上叫人全部整换。哼，我现在就把话给你说清楚了。炎萧小友是我纳兰家族的贵宾，你穆家虽然狂人很多，可我纳兰家也不是吃素的。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木战，藤山族长，你也在啊？你一回来就惹是生非，信不信我让沐尘那老不死的再把你撵去边境？别，藤山族长，别这样呀！我给你提个醒，炎萧小友是我米特尔家族的朋友，离开这里后不要再去找他麻烦。若你真是惹出了什么事，就算是沐尘也保不了你。一定！你爷爷的，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炎萧小友，没想到炎萧小友不仅炼药一途天赋非凡，战斗力也相当不弱呀。亚飞，记得给炎萧小友送上一些滋补身体的营养品。是，藤山族长。老狐狸，谢谢2位结尾。等纳兰老爷子忙完，再通知我去毒。今晚之后，弱毒就可以根治了。好，我把那几个老家伙打发了，就来请炎萧小友。嫣然，多谢你先前的出手。其实，以炎萧先生的实力，似乎我的举动有些多余了。海老的眼光果然不错，亚飞，好好陪着炎萧小友，只要是他的需求，米特尔家族尽全力满足。那老夫就不打搅你们了。你们族长他好像误会我们了。别理他，我们换个地方吧。
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老样子。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老样子。时间倒是在你身上留下了一些印记。当年你在塔格尔沙漠发生了什么？蛇人族前不久的异动，应该是与你有关吧？发生了什么？皇室之人除了你们眼中的权谋之术，其他的说了你也不会懂。哼，我从前就最讨厌你这冰冷又自视甚高的样子。玄冰盾，接！刚才故意和我表现的这般亲热，是让我当盾牌，来挡那家伙？抱歉，我实在是被他缠怕了。听到他要来的消息，只能这样了。真没想到你们会直接在纳兰府动手。你不会生气了吧？反正又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儿。元宵先生，老爷子已经准备好了，这边请。哦，我得去替纳兰老爷子驱毒了。嗯。亚飞，在想什么呢？大长老，你觉得炎萧那小家伙如何？啊，大长老，这话是何意？若是觉得不错，可以放开胆子嘛，我可不会有半点反对。大长老，我对炎萧没有那种感情，和他只是普通朋友。没感情可以培养的嘛。你也该知道，我们这种大家族的人很少有什么两情相悦的婚约。米特尔家族重利，若真能遇见一个自己不讨厌的，并且家族也同意的人，便是很幸福的事了。说句让你挺伤心的话，在炎萧没有出现之前，家族内部长老会投票选择你的婚约人选，木战得票超过大半，联姻是对两大家族最为有利的选择。纳兰老爷子，恭喜你，落毒已经彻底离开你的身体了。父亲，当心！大恩不言谢呀！老夫知道炎萧小友是冲着那七幻青灵弦来的，可我的命也不是那株草能代替的。我纳兰杰向你承诺，日后若有机会，必报此恩。去把酬劳取来。是。炎萧小友，这边坐。萧友是否觉得奇怪？老夫为何如此心急举办宴会？就算落毒驱除，也该休养一段时间。老夫又何尝不知？只是纳兰家族在帝国看似风光，
实则已如履薄冰。父亲，无妨。言萧小友乃老夫救命恩人，老夫忍不住想和小友说几句掏心窝的话，小友不介意吧？愿闻其详。纳兰家族在加玛帝国处境略为尴尬，每一代加玛帝国的皇室都对云岚宗这个帝国中最强的势力极为忌惮。幸而现在的加玛皇室拥有嘉刑天这个守护者，以及那个神秘异兽的保护，终是有了一些能让云岚宗也略为忌惮的实力。自从3年前嫣然成为云岚宗少宗主之后，皇室对我等的态度就变得颇为冷淡。帝都几大势力更是趁父亲生病，几年来一直暗中打压。若不让他们知道父亲已经痊愈，恐怕纳兰家族在帝都更难立足。哼，这些人无足轻重，只要皇室知道失心元帅仍能为帝国尽忠，何惧这些趋炎附势之辈？纳兰小姐与云岚宗的关系，恐怕还是会让皇室心生不满吧？啊，恰恰相反，只要待嫣然继承宗主之位，云岚宗就永远不会对加玛帝国动手。这个道理，想必皇室也该想通了。哎，家老到了吗？哦，言萧小友，老夫今日坦诚相待，望与小友成为互助互利的朋友。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炼药师，何能让老爷子如此看重？能收复异火的天才炼药师，整个加玛帝国也只有你一人。未来你的成就绝对在古河之上。此时不结善缘，老夫不就是老糊涂了吗？言萧先生，这是之前承诺给您的酬劳。这便是七幻清灵弦，据说用炼药师的火焰将之提炼成液体，便能使得衰弱的灵魂快速恢复。当年为了弄到它，可没少花功夫，中的那落毒也是因为摘取这东西的缘故。言萧小友，既然你已经将我治疗痊愈，那么现在它便属于你了。多谢了。纳兰老爷子，今夜我还有事情急着要办，在下先行告退。啊，这么快？啊，也罢，如有任何需要帮忙之处，尽管来找我。会的。外面这么冷，你也不怕生病啊？东西到手了。你真的很拼命。你怎么了？还好你来了，刚才真的很冷。拼命，因为我不想认命啊。我要回去了，你一起吗？这种无聊的酒会，我也早就腻了。你要去跟藤山长老打个招呼的吧？我在外面等你。不想认命。我虽然没有纳兰嫣然的修炼天赋，可米特尔家族是一个商业家族，以我的能力，想要走到那个位置，似乎也并非不可能。想要不被家族掌控，那就只能掌控家族。
有另有气势，实力竟不比他低。我也过去看看，你待在这里，小心点。斗皇墙之间的战斗，可不是想见就见的。不战，你敢？小子，这次你死定了！这家伙竟能斗气化翼！爷爷呢？活见鬼了！这是炎萧，他怎么也能斗气化翼？老家伙，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种失传的斗技。哈哈哈！炎萧小友，你总是让人感到意外啊！这飞行斗技如此罕见，都能被你弄到，真让人惊讶呀！小子只是偶然侥幸所得罢了，全是一时好运。另外那位斗皇强者的气息，怎么有点像是海老？啊，的确是海老。另外一股气息的主人，你们认识？海老啊海老，你怎么与那老怪物干起来了？海波东，没想到几十年不见，你的实力不进反退。当年你的冰龙，即便是我也要忌惮3分，可如今威力却是大减呐！老妖怪，这些年你不也没进步多少？算算你的年龄，也快到极限了吧？再不突破，怕就要大限来临了吧？老夫命还长得很，哪有这么容易陨落？冰皇海波东，他竟然还活着！海老哪会那么容易陨落？只不过是在外隐居了几十年而已。哦，炎萧小友也认识海老。海老这次能够回来，还多亏了炎萧小兄弟，他可是我们米特尔家族的恩人。这股气息，好像是太爷爷。果然是加玛皇室的守护者，加刑天加老。除了加老，这帝都内应该就没有人敢和海老这般说话。原来他就是加老。哦。这是要拼命了！
来了，现在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了。哦，哼哼，这可不像你啊。等过一段时间，我的实力自然是会恢复，你就不用操心了。嗯。弄了半天，原来是在切磋，真是让人白担心了一场。啊，原来是老熟人啊！欢迎回来，我的朋友。是该回来了。云岚宗，现在我们双方的力量也逐渐均衡了。欢迎回来，我的朋友。是该回来了。看来今晚我们惊动了不少人。家老，海老，我和冰皇几十年未见，一时手痒没忍住，没想到把你们都给惊动了。真是抱歉，人老了也越来越任性了。家老说笑了，能欣赏到2位斗皇绝技，那是我们的眼福。海老，你没事吧？没事就撤吧，我东西已经到手了。好快啊！老妖怪，玩够了吧？年纪大了，看到优秀的年轻人，总忍不住想指点一番。小家伙，你可莫怪。岂敢！能得家老指点，是言萧的荣幸。刚才那小子是不是有一瞬间碰到了家老啊？你是白痴吗？你以为我太爷爷是什么人？他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别人碰到？没看到他老人家一直在让着言萧吗？海老，想不到这些年你居然收了个这么厉害的徒弟。我倒是想有这么个徒弟，可惜却没有这个资格。以海老的实力，竟然都没资格做这小家伙的师傅。敢问小友师傅名讳，说不定老夫还认识呢。抱歉，老师不允许我透露他的名讳，而且他低调一生，久居深山，想必家老也是不认识。那真是太可惜了。言萧小友此次前来帝都，也是为了参加炼药师大会。我会去凑凑热闹。今晚就这样，你们也都散了吧。言萧，走。各位前辈，言萧也告退了。七幻清灵弦到手了。那老妖怪如今实力越加高深，当初就能与美杜莎匹敌。先前与他交手，我完全处于下风，现在的他应该是处于8星甚至9星斗皇的地步了。如果他再有点机缘，说不定能够突破壁障，成为斗宗强者。
但我看你们关系挺不错。老妖怪一直把米特尔、纳兰家、穆家3大家族盯得死死的。因为我跟米特尔家族的关系，他一直怕我会借势掀了他的加玛皇室。这次嘴上说切磋，实则却是给我个下马威。不愧是皇室的守护者。今晚他试出你的深浅，很快就会找机会拉拢你。我只想尽快恢复灵魂力量。老师，今晚我就能唤醒你。海老，麻烦您在外面帮我护法。嗯。费了这么大的劲儿，终于是把你弄到手了。毕竟机会只有一次。一定要把七幻清明弦的药效充分提炼出来。哎，你别拉我，我还能喝。哎呀，快走了，快走了！哎，客官慢走啊！哎，别动！哎呀，我自己能走。所有人手都已按原定计划，正在进入待命地点。看来天亮之前就可以就位。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准备品尝失败的滋味吧。啊，客官慢走，欢迎下次再光临。不愧是恢复灵魂力量的灵药，居然连异火的温度都能抵御这么久。好强的药劲！
然有用。这种感觉，老师，你醒了吗？这个混蛋！老师，你怎么了？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刚才出现一股激烈的灵魂力量波动，是你成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加速，正好可以赶上帝都的主城门开启。米特尔的人。组长！大人小心！好狠！尸山王师怒刚！什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手段如此的狠毒！组长，你没事吧？感谢大人救命之恩。小兄弟是米特尔家族的人吧？请问你可认识亚菲？当然认识，亚菲是我们的代理长老。我乃萧家萧战，与亚菲在乌坦城算是旧交了。不知刚刚那些人为什么要追杀你？他们是出云帝国之人，最近莫名在帝都周围频繁活动。小的是受命去调查他们的目的，没想到竟引来了杀身之祸。原来如此。哦，对了，小兄弟，能否带我去见一下你们的亚菲长老？我需要他帮我找个人。没问题，大人，我可以带路。那就有劳小兄弟了，请。来这边啊，谢谢。
我很好。那比赛也准备好了。看来7换7能弦并没有让你恢复灵魂力量。等我拿下荣灵丹药方，再恢复灵魂力量，炼制复灵子丹还不是顺手的事儿？也是。若非此次炼药师大会冠军的奖品是荣灵丹药方，以你的实力又何必来参加这种比赛？元宵，这里，哎呀，真是巧啊！没想到在这里都能看见你啊！哈哈哈哈哈！元宵，总算看到你小子了。跟我来吧，会长特地叮嘱我，让我把你请去会场的贵宾室。奥托大师，这位是我的朋友海波东。您好，黑岩城奥托。这边请。经过初步统计啊，这一次参赛大会的炼药师应该有2000多人，这可是有史以来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啊！大会啊分成2轮考核，第1轮是淘汰赛，第2轮就是决赛了。这次我们黑岩城公会就看你的了，咱们不谈心啊，前世就好，前世就好。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会长，黑岩城的参赛炼药师元宵到了。哦，法马会长，很高兴在此见面。元宵小友能将黑铁灵液提炼达到8次，着实了不起。
恐怕当年古河那小子也没这般实力吧？还真是英雄多出少年呐！哼，法老头，你还真是越活越喜欢多话了。什么人，竟敢如此出言不逊？这股寒冰一样的气息，像是冰皇。没想到你还记得我。你这家伙竟然没死！你不是被美杜莎女王给那个了吧？侥幸活了下来。哦，还真是个命硬的家伙。冰皇，当年10大强者中的冰皇海波东，这家伙究竟是怎么结交到这种变态级别的人啊？哈，海波东、法马，没想到你们到的挺早啊。那你还是这副冷样子。哦，难怪你这个从不喜欢凑热闹的家伙也在，原来是陪炎萧校友。长老，连他你也认识啊？嗨，炎萧。我们又见面了，姐姐，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炎萧。炎萧校友，这是月儿的姐姐妖夜，负责大会的安全秩序，里里外外5万军队，可全都是她一手操控哦。你好，炎萧先生。你好，妖夜公主。希望炎萧先生能取得佳绩，到时妖夜亲自为先生摆酒庆祝。妖夜公主客气了。姐姐，怎么你对他也这么客气啊？嫣然，我先过去了。会长的名义宣布，第7届炼药师大会现在开始。现在，请所有参赛者在自己的席位准备开始比赛吧。小月儿、炎萧、柳灵，因为内部测试你们成绩杰出，所以那里的位置属于你们，你们将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年轻人，懂得低调自然是好，不过有些事注定无法低调。想要从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就必定会成为焦点人物。我要让你在鹰人面前输得一败涂地。家伙真爱炫，别以为只有你会跳。嘿，不错，不错。哟，海波东。你什么时候也交上这么怂的朋友了？
想看热闹吗？如你所愿。有必要吗？好精妙的气流掌控，恐怕就连一些斗王强者也做不到吧。这就是你说的那小子？就是这龟儿子。若非纳兰嫣然阻止，我定要他。我真喜欢亚飞，堂堂正正去追求。这个叫炎萧的小子，别再招惹了。若真动起手来，你还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是。我对这小子越来越有好感了。里面有情况。立刻通知妖夜将军，有敌人入侵。是。石台上是工会倾尽人力，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制作出来的正统药方。你们需要按照药方将丹药炼制出来。按照药方来炼制？以这种大会的规模，怎可能会出这样简单的考题？这算什么比赛嘛？这么简单。有一个巨大的沙漏，那是比赛时间。在沙漏清扫完毕之前，依然没有炼制出丹药，同样失败。你们清楚了吗？清楚了。既然如此，那么第一轮考核现在开始。难道是我多虑了？先动手吧，能顺利通关那自然是好，倒也省了麻烦。好强悍的灵魂力量！有什么不对劲儿吗？在我的感知中，此人的灵魂力量远远超过其他参赛选手，就连当年古河参加炼药师大会时的灵魂力量，也远远比不上此人。哦，难道又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年轻人？是出云帝国的炼药师。出云帝国，17岁的2品炼药师，
可如此强大的灵魂力量，至少也是个4品炼药师才对。哼哼，17岁的4品炼药师，这可能吗？难道他是易容的？看他炼制丹药时的熟练手法，极其不像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所能够具备的。哼，不可能。易容的话，肯定不可能逃出我的察觉。我的感知不会出错。可他把自己的脸挡得严严实实，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些猜测就中断大会，让他把斗笠掀开。那就让我们帮他一把。参赛者炼制丹药期间，绝不允许外界干扰。你。哪里走？这个家伙的确不简单，不仅能够发现我的沙流，而且还能借此察觉到我的方位。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炼药师大会的规则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怎么可能会炸体啊？我可是完全按照药方来的呀！接连又整理了，对呀，发生什么事了呀？只要融合最后一枚药材，就能完成熔丹。哼，加玛帝国的小把戏。哼。该死，这药方有问题！真是一群庸才！这怎么办呀？这次大会的冠军，我要定了！这药啊，这药方果然有问题。哼，这次大会的冠军我要定了。看来大会似乎出了点变故。那个刚刚戴斗笠的家伙，貌似有些问题。海老头，能看出他是否伪装了吗？那你们的意思是说这人还真是只有这点年纪了？如果真是如此，他倒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虽然看不出他究竟有没有伪装，不过他先前对危险的那般敏感反应，更像是一个久经杀伐的战士。我实在难以想象，她仅是一个17岁的少女。想要改变面貌，并非是只有易容可以办到。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丹药，也可以将人的外表弄成年轻模样。不过它们无一不是极为稀罕之物，也极难炼制。可若是谁真的得到了，除非他本人开口承认，恐怕外人是不可能分辨出他真实身份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年轻一辈还有谁可以将之比过？看来你们这大会还是有些漏洞啊。现在肯定不能光凭我们的怀疑，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其驱赶出去的。若让出云帝国的人夺得冠军，不仅对炼药师工会是个打击，就连加玛帝国在大陆的声望也会严重受损。怎么可能又失败？我的火候明明掌握得很好的呀，为什么它就是不融合呢？你，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工会就这点能耐吗？一群庸才！哇，哪来的小女娃，竟然这么嚣张？就是，我倒想看看他最后能不能通过第1轮比赛。看服装应该是出云帝国的炼药师吧？什么？出云帝国的？那弄不好他还是个毒师了。喂，你倒是挺狂啊！你就不怕到最后把自己给……好强的灵魂波动！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不，现在不是考虑其他事情的时候。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废物是来胡闹的吗？不要再跟上面的猴子们配合来取悦我！这样说我们太过分了！看来这第1场比赛似乎是我领先了。是丹香，那家伙丹药成型了，看来应该不会有下1轮比赛了。哼，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工会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你们这些可怜的炼药师，真都是一群一无是处的废物！这炼药师大会的冠军，我拿下！那可不一定。看来燕萧找到了药方的问题所在。发现了药方的问题了吗？难道他要同时提炼所有药液？这对灵魂力量和火焰的控制要求极高啊！哼，虽然能节约时间，可惜就连3品炼药师的灵魂力量也无法支撑同时提炼，简直就是自寻死路。虽然燕萧想要冒险尝试同时提炼药液来加快速度，但出云帝国那家伙实在是太快了，没有在任何地方损耗一点的时间。你居然可以同时提炼药液，不过就算这样，你还是慢了。什么？这难道是？这是神手，这是什么火焰？这个就是……这家伙
想到竟然是真的。我也好有什么用？这次比赛的冠军注定是我的。出云帝国那家伙成单了，再快点啊！莽撞！这最后一步怎么能提前让丹药出炉？出生的丹药一旦接触到空气，其内未完全凝固的成分，说不定会解体呀！小家伙，好样的！真是个疯狂的家伙。虽然疯狂，不过却并非是凭着热血一头莽撞。在那种时刻，恐怕他是因为有着把握，才敢行这般举动吧。哎呀，嫣然妹妹，你觉得这次大会谁会赢？亚菲姐希望谁赢？当然是我那元宵弟弟喽。各位，今日的大会便先到此为止吧，请诸位参赛者好生休息一晚。明日便是我们大会的最后一轮决赛，获胜者即是冠军。所以各位可千万不要因为各种事情而导致未能出席，不然的话，那可是会终生遗憾的。刚才的比赛，我真的是踩着结束的钟声才把丹药炼制出来的，还多亏了加玛帝国的炎萧选手，要不是他发现了药材中的后桶脂有问题，我们也不可能顺利通过第一场比赛的。就是啊。喂，你干什么？快放开他！炎萧先生，恭喜了。运气好罢了。按照加玛帝国的惯例，今夜我会给帝国中所有年轻一辈有为的炼药师摆酒庆贺，不知炎萧先生是否方便赏脸参加？抱歉了，妖夜公主，今日实在是太累了，明日还有着最后的考核，恐怕是分不出时间去赴宴了。公主的心意，在下心领了。哎，没关系，炎萧弟弟这几天啊都还在帝都，之后有的是时间和大家聚会，对吧？炎萧虽然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却总是有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诱惑。喂，炎萧，刚刚姐姐邀请你今晚参加酒宴，你会来吧？
喂，刚才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出云帝国的女炼药师怪怪的？她是挺厉害的。她看上去总是有些让人感觉不舒服，而且，哎呀，从她身上一直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啊，柳林大哥他也闻到了。身为炼药师，竟做出如此违反炼药师品行的行为，就不怕大会取消你的参赛资格吗？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你懂什么？看来加玛帝国也只能培养出你们这种墨守成规的炼药师了。以往的历史即将改写，这次大会后，所有人将会见证这历史的时刻。欢迎来到死亡乐园。是毒师吗？我想起你了，柳林丹王古河的徒弟。现在不能动手，立刻杀了他们！不能动手，不能影响晚上的计划，要将所有人一网打尽。又是你小子！你竟然没有被毒素影响，真是越来越有意思。刚才比赛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好像做了个噩梦，周围的炼药师都死掉了，还好没事。元宵，刚刚发生了什么？那家伙在放毒。哪有什么毒，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哼。那女孩居然能和我体内的落毒产生共鸣。欢迎来到死亡乐园。她的真正实力恐怕不止那种程度。
不管对手有多强，必须赢得明日的比赛，才能拿到融灵丹的药方。谁？难道是我听错了？竟然影响斗气！谢了，海老。是什么人要杀我，竟如此残忍？这是出云帝国的一贯作风。出云帝国。比赛时的那个女孩，就因为我今天赢了她。这个人的确非常危险。你要去哪儿？去解决这祸乱的根源。海老，我也去。店长，院内已经打扫干净。闭门谢客。是。亚飞长老。萧炎在吗？您来的不巧，海老和萧炎公子刚刚离开。知道了。萧组长，要不我们先去里面等萧炎？那就有劳亚飞小姐了。萧组长，请。没想到这帝都的客栈，竟也都是米特尔家族的产业。我也没想到，竟还能在帝都见到萧组长。就让亚飞以茶代酒，谢过萧组长在乌坦城的提携。当初在乌坦城就觉得你绝非池中之物，果然不出所料，这才短短几年，你已经成长为家族中的长老了。这次见面气势更胜以往，真是后生可畏啊！亚飞只是想清楚了一些事情。说到这个，还多亏了萧炎弟弟呢。哦，此话怎讲？我虽不知道萧炎这3年发生了什么，可现在的他已经成为名动帝都的炼药天才，几大势力都想拉拢示好，其中就有我们米特尔家族。这可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啊。我曾亲眼目睹当年萧炎的落魄，也见证了此刻他的荣耀。我作为姐姐，怎么能输给他呢？妍儿能有现在这些成就，这3年一定过得非常艰辛。
他为了这3年之约付出很多。不过现在的萧炎与3年前已经完全不同，您等会儿见到他，想必也会大吃一惊。你知晓那个出云帝国炼药师的下落了？嘉兴天和砝码已经等在那儿了。我认为，他一定远不止表面上那样的实力。若是加玛帝国炼药师大会被出云帝国的人用一些卑劣的手段拿了冠军，那将会对工会乃至整个加玛帝国的声望造成非常大的打击。现在的海老与当初沙漠相间的海老完全不同，喜欢管闲事了，也多了点人情味儿。我与砝码是多年好友，而且这般示好，也能缓解家老头对米特尔家族的猜忌。但那个出云帝国的炼药师真的会因为我今天赢了他，就派人暗杀我？但这个人这么厉害，我觉得他根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现在不能动手，不，立刻杀了他们！不能动手，不能影响晚上的计划，要将所有人一网打尽。今晚的计划？不对，他绝不仅仅只想暗杀我一人。皇室宴会，海老，他可能会对今晚参加皇室宴会的所有参赛者不利。我想皇室应该不会坐等此事发生的，劝你不用管这闲事了。不行，亚菲姐现在应该也在宴会，我不能让她出事。随你。恭喜在座的各位顺利晋级炼药师大会的决赛。虽说冠军只有1位，可是闯入决赛已经是不凡的成绩了。不久的将来，诸位都将成为炼药师公会的中流砥柱，加玛帝国的未来也将由诸位守护。今晚，就让我代表加玛帝国的皇室，预祝大家在明天的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天佑加玛帝国！天佑加玛帝国！现在请大家尽情享用美食吧。莲霄果然没来。哎，能与炼药师公会未来的中流砥柱拉近关系的宴会，米特尔家族的亚菲竟然也没出现。给我满上！就在里面。原来这家伙还有所戒备啊！哼，雕虫小技。别大草惊蛇，让我来吧。好高明的控兵手段，小把戏而已。
都快习惯这副样子了。不过，原来是他。还是萝莉的身体比较可爱。不过变回老样子才能发挥我100%的实力，真让我难以抉择。是你们！我早该想到，严厉，就是出云帝国炼药师公会的副会长。当年我与他见过一面，这家伙在出云帝国拥有不小的声望。他非常主张炼药师与毒师相结合，故而颇受出云帝国中毒师们的信任。早有传闻，他也最有可能成为出云帝国下一任公会的会长。没想到，你竟为了打击我们公会的声誉，不惜伪装成少女来参赛，毫无炼药师的尊严。没想到加玛帝国的斗皇强者竟如此天真。哼，好了，多说无益，杀了便是。区区一个炼药师大会的冠军，也值得我严厉亲自出手？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这烟雾有毒。堂堂的炼药师竟然放下身段去融入毒师的手段，真是有辱炼药师之名。哼，看来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用点毒烟就想对付斗皇，很有想象力。难道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斗皇是有多么的强大吗？可惜，我这毒偏偏就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愚蠢的斗皇阁下！来，公冕，干杯！诸位，历年来炼药师大会的冠军都由我们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夺得，相信这一次也绝不会例外。明日的决赛，为了帝国的荣誉，为了公会的荣誉，我们这是什么？烟雾有毒。
解雇弹，亚飞在哪？他没有来参加酒会。喂，小三，你这药没问题吧？加玛帝国的斗皇就这点能耐吗？混蛋，你弄疼我了！你很清楚的，这些手段对于我们来说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既然这样，也没有什么可隐瞒了。我的任务本来就很简单，无非就是暴露自己，把你们的注意力吸到我身上而已。哦，然后呢？今年皇室选在偏僻的宫殿夜请参赛的炼药师，除了几个皇室的侍卫外，连一个冻龄强者的护卫都未曾加派。加玛帝国真是安逸太久了，难道就不担心有人闯入皇室晚宴，把它变成一场鲜血盛宴吗？那可是唯一的加玛帝国最年轻、最杰出的一代炼药师啊！要是他们今晚集体消失，加玛帝国炼药师工会今后几十年都将后继无人，以后还拿什么跟我们出云帝国相抗衡呢？完了，我们逃不掉了！闭嘴！我们速回半山宫殿。急什么？贾老头他还这么冷静。
刚才在外面被缠住了，所以来晚了一些，没事吧？姐姐来了，自然就没事了。月儿！快干掉那个头目！干掉他！出云帝国来帝都图谋不轨。怎么可能瞒得过我们的耳目？炼药师大会还没开始，我就洞悉了他们的阴谋，早早就制定了黄雀在后的计划。你瞒得够深的，不谨慎点儿，怎么能把他们的人一网打尽呢？这张脸越看越恶心。先不要动手。还是法马会长看得远。只要你们动手将我杀了，明日加玛炼药师工会为了操纵大会冠军，肆意杀害参赛者的消息就会飞快地在周边几个帝国扩散了。到时候，我看你们这个工会还能维持多久？你伪装身份参加大会，已经违反了大会的参赛条件。伪装？你说伪装就伪装了？法马，以你的见识，想必也听说过芙蓉丹的名头。这世上唯一能让我恢复样貌的丹药已经毁了，我这张脸至少还可以保持半年。你们拿什么来跟世人解释真相？狡诈的东西！不行，家老，这事事关我们工会声誉，你留他一命，让我来处置。今晚先不杀你，等我们的炼药师在大会上打败你，再来取你的命。这就不劳你操心了。这次的大会，除了那个叫言萧的年轻人之外，其余的倒并未有什么出奇的地方。要是真输给你那些小辈，不劳你们动手，我也没脸活下去了。那我们炼药师大会见吧。老家伙，竟然敢威胁我！只要取得了冠军，我就不信到时候你们敢对我出手。
小心小心！哎呀！你这家伙，不是让你保护月儿吗？怎么蔫的像条咸鱼？大姐，我可一直在杀敌，好不好啊？你杀个屁的敌啦！你就是条大咸鱼，在一边扭来扭去的。人家言笑给你解毒丹药，你还不肯要。不过说起来，这次多亏言笑及时赶来，不然我真没命了。那家伙确实不简单。切，不见得。你不服啊？不服你也像人家一样神勇啊！我，言笑，刚刚多亏了你。妖夜将军来得真及时，看样子似乎早就知道了出云帝国今晚的计划。言笑说的是真的吗？要不然怎么把他们一网打尽呢？原来是拿我们当诱饵，阴险的女人！诸位，我还要回去准备明天的比赛，先告辞了。言笑，我柳林今日承你救命之恩，多谢了。喂，言笑，明日我若是赢了你，你可要和我约会哦。海老，听海老头说，言萧小友是专程赶来给皇室预警，我在这里代表皇室谢过小友了。家老客气了，这一切不早就在你的掌握中吗？老夫还以为海老会将此事提前告诉小友。言萧小友，诚然是我让妖夜布局，但就冲你这份仗义之情，值得皇室的友谊。好了，家老，别只顾着拉拢人了，我们还有正事呢。法码要见你。你自己进去跟他谈吧，有事再叫我。法码会长，想必在来的路上，海波东已经把严厉的事告诉你了，我也就不废话多说了。你很想获得冠军吧？融灵丹的药方对我非常重要，那是我参赛唯一的目的。融灵丹的药方啊，月儿那妮子虽然取得前3甲不是很难，但是要想夺冠，就算没有那家伙，也是有一些难度。至于柳灵，古河的确教了他很多东西，可他还太过年轻，经验也远远比不上严厉。倒是你跟海波东一样，让我看不清你的真实实力。不过我能肯定，今日的比赛，严厉应该也是隐藏了很多实力。可你们非常清楚，那家伙可是一个帝国炼药师工会的副会长，他这么做已经完全违反了大会的规则，而你们杀他很容易，但会让外人以为我们怕冠军旁落，刺杀了有实力的外国参赛者。抱歉，我知道你觉得胜过严厉的机会非常渺茫，但我还是代表工会请求你，为了加玛帝国，你必须帮我们赢下这场比赛，不然你就无法得到融灵丹。明天的比赛跟之前的考核完全不同，全凭自由发挥，考验的是参赛者的真本事和底牌，而所有东西都必须自备。也就是说，明日的会场中不会再给出任何药方和材料，参赛者需要依靠自己以往积累的资源去炼制丹药。
谁炼制的丹药品级最优，谁便是最终胜者。按我的猜测，眼里一定有收藏4品药方，再以他副会长的身份，材料也应该很是齐全。若是他想冒险炼制5品丹药，也有可能。不过，我想眼里不会在比赛时冒这个险。你先看看这药方，这次的确是为难你了，但这关乎到整个加玛帝国的尊严。在国家与个人的利益面前，我只能做这样的选择。言萧，这是工会珍藏的宝贝，你手上拿的这一份只是拷贝卷，不过光是这一个拷贝卷，便是消耗了我5年的时间。3文清灵丹，4品丹药，共有3种品阶，每增加1道品阶，丹身上就会多形成1圈丹纹。当他拥有3圈丹纹，便是最高品阶的3文清灵丹了。此丹药就算是最普通的品阶，也能助斗师强者直接进入大斗师。这3文清灵丹对火焰的操控几乎达到苛刻的地步，欲将其提升到最高品阶，则需要3种各不相同的火焰，而且3种火焰转化之间必须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小家伙，你有多少把握炼制它？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炼药能力，想要炼制它，最多只有2分把握。这已经比我预想的要好了。这里是2份炼制3文清灵丹的药材，只要你明天能把它们炼制成功，我相信夺冠的希望很大。你若是炼制了2次都是失败，那么就自动认输吧。小家伙，希望你能获得胜利。妍儿能有现在这些成就，这3年一定过得非常艰辛。他为了这3年付出了很多，可最近接触下来，却能感觉出他还藏有其他心事。哦，把你知道的都跟我说说。前段时间，纳兰老爷子伤势复发，我也是没有想到，萧炎居然可以忍下仇恨，去帮纳兰杰驱毒。我了解他，他一定是经历了极为痛苦的事情，才做了这个艰难的决定。妍儿，都成大忙人了，为父要见你一面，可不容易啊。父亲，您怎么来了？想见你就来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好了，你们父子见上了，我就不打扰了。拍卖场还有很多事等我去处理呢。海老，
萧炎的父亲怎么突然来了？萧炎与纳兰嫣然的3年之约将至，应该是为此而来吧。那小家伙要应付的事情还真不少啊。成熟了许多，我都快认不出来了。父亲的白发也多了。你都这么大了，我能不老吗？这里有点闷，我们出去走走吧。这天气看上去可是不太好啊。妍儿，最近过得怎么样？还不错，马上就要晋级大斗师了。不错不错，快要赶上我了。天有不测风云啊，不过遇到了也没事。我们赏不了月，却可以欣赏夜雨。走，过去避雨。这雨可真不小啊！看来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啊！哎，就这儿了。父亲，那3年之约，我知道。明天的炼药师大会准备的怎么样了？我明天一定要拿到冠军，这是我最后的机会。碰到难题了吗？你这么在意大会的结果，应该是为了某个很重要的人吧？如果我猜的没错，那个人应该是你那个神秘的老师吧？都怪我太鲁莽了，为了自己的一片执念。相信我，他一定不会怪你。如果我是他，同样也会那么做。
父亲，父亲！天刚亮，他把你送回来后就先离开了。看他的样子，应该是觉得自己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不想留下来让你分心吧。父亲，3年了，您苍老了许多，我却没时间好好陪陪你。别磨蹭了，打起精神来，我们也该出发了。今天就是最后的决赛了，我绝对不能输。部署已经安排得很清楚了，让你们各自的手下都精神着点，今天绝不容有丝毫差错。是，将军。好了，都回到各自的区域吧。巴老头，昨天单独见元宵，把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吧？安排是安排了，妥当就不敢说了。接下来便只能全部看他自己的了。这就是你的计划？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把握了。简直就是儿戏！我看你还是赶快想办法暂停比赛吧。不行，炼药师大会从来没有中途停赛的先例，这样做等于自毁工会的声誉。他要是得了冠军，我们再想要干掉他可就更难了。稍安勿躁，我们先看看烟硝的情况再说吧。烟硝怎么这么晚？反倒是这家伙来的比谁都早。看到他就恶心。昨晚逃过一劫的人还挺多的呢，切，又在挑衅了，绝不能让那家伙小人得志。烟硝来了！烟硝来了！昨天若非是他出手，那成绩最佳者恐怕就要落到出云帝国的人身上去了。这次的决赛似乎就他能和那个出云帝国的女儿抗衡了呢。今天才是最关键的比试，希望烟硝能打败那个家伙吧，不然的话，炼药师公会这次可就有些丢脸了呀。哇，太帅了！花痴。这里的炼药师中，也就你还有点本事。不过你的好运今天也就到此为止了。这最后一轮，我可不会再有丝毫的留手。你总算来了。参赛者们都已到齐，那么，起！各位，今天考核将会是大会最关键的一轮，最后的胜者便是这一届大会的冠军。我希望你们在这里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不负炼药师的荣誉，不负你们多年的勤学苦练，所以全力以赴吧。这一轮考核规则很简单，你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自己的药材田力是4品炼药师，炼制的至少是顶级4品丹药，只有1圈丹文的清明丹肯定赢不了他，至少得有2圈丹文才行。这难度可又大了许多。评价都是最高的人，便是最终胜利者。我宣布，
本届大会最终决赛正式开始。皇室果然是大手笔呀，竟然把青烟鼎都拿出来了，这可是5阶药鼎啊！我依稀记得，当年可是有好几位4品炼药师为了他而大打出手呢。古河出手也不凡呐，60那座红色药鼎，似乎便是当年古河夺得那届大会冠军、仗誉成名的宝贝火山夜炉吧？啊，嘿嘿嘿，哎呀，萧炎这小子一来喜欢藏着掖着，这次看他会拿出什么宝贝。老师，你没事吧？这就是你的准备？堂堂炼药师公会，连个拿得出手的药鼎也没有吗？他拒绝了。至于药鼎，你用我的。我用老师给我的鼎就可以了。在炼药界，一个好的药鼎对炼药师有着极大的帮助，而一些品质低的药鼎，的确承受热度的能力也不会很高，而这也会导致在炼丹之时忽然间爆炉。但药鼎再好，也只是外物辅助，最终靠的还是炼药师自己的实力。燕萧他自己就非常清楚这一点。那是皇室守护兽金头龙兽的奇兰水焰。加玛帝国开国之初，皇室拥有着一头实力极为强大的神兽，他曾几次挽救加玛皇室。没想到，那头不知道睡了多少年的家伙，竟然还活着。离火焰，我是不会输的。又是他！别挣扎了，这届的冠军我吃定了。果然留有后手。老师，我要开始了。什么？这火焰怎么回事啊？跑到我那边去了。天下万火，一火为尊，一火现，万火臣服。这种壮观的景象，我只在年轻之时见过一次，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好美呀！小子，你想干什么？你这样会激怒我的。
火焰好又有何用？若不能操纵，最终也只能落个玩火自焚的下场。准备好接受失败的洗礼吧，无知的炼药师们！这次所备的材料，不管因为失误而少了哪一份药材，都会严重降低炼制的成功率，一定要非常小心才行。果然都留着一手啊！不过看刚才那万火朝拜的景象，还是炎萧小友的异火更胜一筹啊！异火可是连古长老都未曾拥有过的奇物，能量自然远非其他火焰可比。对了，之前云岚宗派人来是唤你回去。也是，3年之约就快到了。我可是听说萧炎从乌坦城离开时，已经凝聚了气旋，成为一名斗者，而这也只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当年他那诡异消失的修炼天赋，想来已经恢复了。若当初听我所言，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只希望在3年之约后，无论输赢，你都能开口给萧炎道个歉。道歉？我没错，为什么道歉？3年前，你明明可以私下与萧战好生商量，或许不会惹出这些事，可你却偏偏借云岚宗的事，当众强行退婚。你现在也应该清楚了，当初的鲁莽对萧家的名声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只是这些年你身份越加显赫，所以不愿也不想开口道歉。爷爷，我的事您就别管了，反正等这次3年之约后，我与他就永远不会再有什么交集。好啦，你也别说了，名孙女又不是没人要，何必总是念着他？安心看比赛吧。是一火，速度还真快。高老头，炎萧情况如何？目前他是第一个提炼好药材的，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把提炼出的药液融合起来。这么快就要成丹了？如果这种丹香浓度就是你的极限，那么这冠军就非我严厉莫属了。1文，想要夺冠，1文可不够看，至少要炼制出2文清灵丹才有资格。这小家伙开始炼制2文了。压制，给我稳定下来！这家伙究竟在炼制什么？居然需要转换火焰，这可是连老师都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情啊！严厉是4品炼药师，他炼制的丹药至少是4品，甚至可能达到5品。3文清灵丹虽是4品丹药，但2文的品质已是达到了4品顶级。若是炼制出3文，
那足以媲美5品丹药啊！3文，莫非需要3种火焰？不可能有3种火焰。炎萧只要能炼制出2文清灵丹，即有与炎帝一争高下的机会。就是这样，一点点替换掉火焰，但千万别混在一起呀！怎么回事？该死！怎么回事啊？正常现象，有人炼药失败了。那小子也吃瘪了。法老头，这可不算正常吧？怎么会这样？我想，这就是参赛者们失败的原因。情况不对。大家用灵魂力量护住自己。修炼毒师功法的过程，是将自身常年浸湿在各种的毒物中，从而提升自己。这些黑色粉尘，应该是炎帝炼药过程中，把自身体内的有毒物质无意识向空中释放而产生的。炼药师结合毒师技能炼制丹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参赛者们是被这种毒气影响，无法正常比赛。不可！我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影响了比赛的正常进行，就该受惩罚。你若贸然出手，就相当于给了炎帝一个把柄，那我们所有的忍耐都将前功尽弃。炼药师大会号称是面对斗气大陆所有的年轻炼药师开放，广界也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规定不允许他们这种人参赛。希望参赛者们能靠自己闯过这一关。抱歉，是我们影响了大家。可惜，我似乎并没有违反炼药师大会的规则。不懂变革的一帮蠢货，准备迎接新时代的降临吧！萧炎，冷静下来，还有最后一份药材，绝对不能受任何影响。不能失败，老师，我一定会拿到融灵丹药方的。难道是给纳兰界去毒留下了后遗症？刚才的失败对他打击不轻啊！唉，不过也难怪，年轻人嘛。从他平日的表现来看，不像心浮气躁之人。他或许是有着别的什么打算吧。
既然你放弃了，接下来还是看我的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即使没有你，那家伙也拿不走冠军的位置。别再挣扎了，乖乖闭上眼睛，一切就要结束了。啊，有色丹香，只有5品丹药才会产生。看那丹香的浓度，应该只是4品巅峰。不过与严厉相比，月儿与柳灵所炼制的丹药，无疑要逊色很多。有色丹香，这个家伙竟然能炼制出带有有色丹香的丹药！可恶！这次真的遇到麻烦了，老师，对不起。相信我，他一定不会怪你。如果我是他，同样也会这么做。萧炎，你要知道，年少轻狂的岁月沉淀下来的是那些再也回不到的过去，而总让人感叹的，则是未曾珍惜而失去的那些。但这些，恰恰也是我们想让你去体会的，因为年少轻狂的岁月，一生也只有一次。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的，而是现在能把握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无奈的世界，身上背负了太多太多的责任和使命。有时我们处理不当，就会不堪重负，难以忍受。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当你紧握双手，里面什么也没有；当你打开双手，世界就在你手中。这个小家伙的灵魂力量，似乎比先前强大了很多。徒儿愚笨，但现在我终于能明白您对我的一番苦心了。正确的渠道，在压力中获得了突破。这种雄浑的灵魂力量，即使公会中的一些长老也难以比喻。他这次收获不小啊！恢复了又能怎样？难道你就能炼制出超过我的丹药吗？做事可得量力而为呀！再来一拳！巴老头，这下元宵炼制2文清灵丹没什么问题了吧？应该没问题，但能不能赢得了严厉，倒是难说。为什么？严厉炼制的丹药散发出的有色丹香，已是4品巅峰。除非元宵能炼制出3文清灵丹。3文清灵丹，
那不是还要再用一种火焰来炼制？叫元宵去哪儿弄第3种火焰？老师，打搅了。这是发生什么了？怎么所有人鼎中的火焰开始躁动不安？寒气。我若是能在你们都不察觉的情况下，将寒气扩散到整个广场，那恐怕早就成为斗宗强者了。老师，打搅了。他竟然有第2种异火！2种异火，明明是冰冷的，可在灵魂感知的探测下，却是如此的炙热。小子，你真的是想把我逼上绝路啊！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失败！我忠诚的仆人呐，是时候奉献你们的忠诚了！不好！士兵们已经准备就绪。加油啊，炎萧！要炸顶了！经过3种火焰的转换，这药鼎达到承受的极限了吧？要炸顶了！什么？哼，这破鼎果然不行。老师，这药鼎也太破了点吧？臭小子，这么计较一个药鼎干嘛？对炼药师来说，炼药本身的修为才最为关键。要知道，可是有人能达到5鼎炼丹的境界哦。5鼎炼丹？你确定不是因为拿不出好鼎而在忽悠我？少废话，多多努力。以你的天赋，也是有可能的。
炸顶了！哎呀，这下完了！炎萧，你连药子都已经炸，这拿什么跟我斗？砝码会长，既然炎萧已经失败，接下来就等着你们宣布大会最后的成绩吧。这已经超出我能容忍的范围了。你的迂腐，让加玛帝国失去荣誉，工会也将颜面大损。哼！要相信他。炎萧，距离比赛结束，时间所剩不多了。无顶炼丹。天哪，他药竟然安然无恙！冠军必须属于我！看，我的杰作！可恶！出源帝国那家伙居然还留了这么强的底牌！混蛋！绝不能被影响。混蛋！你安心炼药吧，其他交给我。这种人呢，怎么可能少得了我呢？是吧，刘大哥？送我一个，还有我，靠你了，炎萧！交给我们，一起释放灵魂力量！哈！这帮年轻人，真没想到元宵居然可以有这么大的能量，它激发出了每个人的荣誉感。是啊，
这也是炼药师大会举办的真正意义。死神破障丹终于炼成了，这可是可以和五品丹药相媲美的丹药。老师，看我的！手段！你高兴得太早了吧？不可能，这个年纪的炼药师怎么可能炼制出这种品阶的丹药？绝不可能！媲美五品巅峰的三文清灵丹，言萧赢了。如此天才，充满想象。
出什么事了？元宵！仔细寻找，任何角落都不能放过。是。只要离开加玛帝国，就有一线生机。别杀我！我可以把出云帝国炼药师公会以及皇上的所有秘闻统统都告诉你们。我还有用处，我能为加玛帝国当戏子。为什么？让他成为打入出云帝国的棋子，不是更好吗？背叛自己国家之人，难道值得信任？焦老头，别被这些脏东西弄昏了头。海波东，你到底站哪一边？我们都是加玛帝国之人，谁也无法改变。小家伙只是力竭晕倒了，没事，睡一觉就好。萧炎可真厉害，不仅有2种异火，还能炼制出3文清灵丹，哪像我们呐？可我们是正常人呐。哎，对呀，他可是代表黑岩城参赛的。明年我们黑岩城分会能分到更多资源了。让我们的功臣好好休息吧。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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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在的日子太无聊了，我很想您。啊，你看，这是我独自炼制的3文清灵丹，是不是很棒？多亏了老师你留下的那一缕果灵冷火，我拿到了融灵丹药方，一定会想尽办法炼制出融灵丹。那时，老师您就能回到我身边了。父亲应该还在客栈等着我吧？对不起，元宵先生，您醒了，真是太好了。谢谢关心。元宵先生，会长他请您去趟他的办公室。啊，元宵先生还有其他事？会长说是奖品的事，应该要不了多久。哦，对，还有大会奖品没拿，谢谢你，小姑娘。我叫寻儿，元宵先生。熏儿，萧云哥哥。这名字和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炼药师公会我也不太熟，能请寻儿姑娘带路吗？元宵先生，寻儿很乐意为你带路。那就劳烦寻儿小姐了。元宵公子，元宵先生，您面子可真大啊！
平日里炼药师大人们见到我们可都是板着脸呢，哪还会让路啊？元宵公子，元宵公子，好帅！这里便是法马会长的书房了。多谢薰儿小姐。不用。元宵先生，您在赛场上真的好帅爷爷还在看书呢。身体刚刚恢复没多久，要多休息啊。来，先把药喝了，喝完了早点休息。嫣然，你也赶快动身回云岚宗吧。爷爷，3年之约就快到了，想必云宗主也在等着你。早点回去做准备吧。下次回家还不知是何时，我只想再多陪陪爷爷。哎，爷爷身体早已无碍，你不在家这些年，爷爷已经习惯了。当初的退婚既已说出口，纳兰家与萧家就再无可能。嫣然啊，你身为云岚宗的少宗主，此战只能赢不能输。赢了，萧家自然无话可说，大家也会忘记3年前你的莽撞。但若是输了，你身为少宗主的声望将受损，恐怕对你以后执掌云岚宗也会有所影响了。嫣然从未想过自己会输。言萧小友，恭喜啦！这次真是由衷的感谢你为公会乃至加玛帝国争光。会长您就别寒碜我了，这次可差点要了我的小命。有付出自然是有收获，这便是6品丹药融灵丹的药方。言萧小友，从此以后它便归你了。你现在最好不要用灵魂力量阅读，6品药方，就算是我阅读之后，也会头昏脑沉好一段时间的。这是，这是公会荣誉长老的令牌，也是冠军的奖励之一。你可以凭此令牌，在加玛帝国任何地方的分会处得到帮助。放心吧，这所谓的荣誉长老不过是挂个虚名而已。你完全可以不听任何人的调遣，包括我。那就谢谢法马会长了。没其他事，晚辈就先回去了。去吧。那场决赛啊，真的太精彩了。对啊，看到是难战的。是啊。言萧公子。哎，言萧先生，哎，小心！恭喜，你赢了。给我看看。女
王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看来此刻小吞天蟒的灵魂被你压制，才让你有机会出来。你的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融灵丹的药方。你能炼制出来吗？我只是个不到4品的炼药师，这融灵丹可是6品丹药。虽然我一直被吞天蟒的灵魂压制，可是也能模糊知道一些你的事。当初你给海波东炼制破解封印的破厄丹，正是6品丹药。破厄丹，行，给我时间，要不了多久，我一定会炼制成功。我比你更想要融灵丹。人类，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到时候可别让本王失望。哎呀！哦，谢谢言霄先生，差一点就摔惨了。我也不想等太久了，老师。父亲，父亲，元儿，当你看到这封信时，少宗主。云林大长老，怎么不早一点回宗门？3年之约在即，这可是宗门大事。云大长老说的是。明日与萧家小子之战，只能赢不能输。此乃壮哉我少宗主威名之基。我已邀请了帝国各大势力前来观战，让他们见证我云岚宗少宗主的实力。为什么要邀请这些人？3年之约是我自己的私事，和宗门没有关系。云林长老，您这么做，可有征得老师的同意？此事，云灵虽是先斩后奏，
待夜只因宗主有事外出，等宗主归来后，云灵定当向宗主请罪。你是少宗主，既是未来云岚宗的宗主，这一战代表的是云岚宗的声誉，你怎么能不为宗门着想呢？哼，难道你们有必胜的把握？此战我必胜无疑。这就对了，好好准备吧。我绝对不会输，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又是你，穆老大，就是那蓝野人，就是他！真给我丢脸！今天穆老大就让你这小妮子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别让他跑了。现在怕了，可惜晚了。老大，竟敢暗算我，打他！大哥，就是他干的。说吧，今天怎么办吧？大哥，别跟他废话，揍他！那今天就别怪我以大欺小了。怎么又是你这个野丫头？哈，谁叫他们欺负人了？今天就别怪我以大欺小了。哎呦！你没事吧？你真是惹毛我了。小姐和大家开玩笑呢，给诸位赔个不是了。我们家小姐素爱开玩笑，请大家多多包涵。有这么开玩笑的吗？看看他把孩子们打成什么样了，道歉就算完事了。老爷昨天不是说今天家里要来贵客吗？怎么还在外边闯祸？对啊，我差点给忘了。对不起啦。你给我回来！你太气人了！揍你这个野丫头！大家消消气，天干物燥，不宜上火。老爷子，纳兰兄，请留步。萧某告辞了。纳兰爷爷，纳兰伯伯，萧炎告辞。言儿这孩子很不错呀。肖战，有空多来帝都。一定。这。此子人中龙凤，配得上嫣然。嘿，爷爷，客人在哪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我出去淘气了。爷爷。这。是不是又出去闯祸了？不是让你早点回家吗？这下倒好，客人都已经走了。哎，你给我回来！话还没说完呢。妍儿，回家。回家了。这。想不到萧林老友一过世，萧家在这帝都就没了立足之地。
以居乌坦城那种小地方，以后想重返帝都，可就难了。既然这样，那父亲跟萧家当年的婚约还算数吗？萧林与我是生死之交，我岂能在他死后失信于他？再说了，萧炎那小家伙的天赋，帝都的小辈儿中没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嫣然嫁他，吃不了亏。说起这丫头啊，天赋的确是极强，就是越来越顽皮，到处惹祸。小孩子活泼才好，您都快把她给宠坏了。希望她明天去云岚宗拜师学艺，能学点规矩。你这小家伙，以后爷爷想你，就只有这画像陪着了。爷爷，哎呀，又忘记了啊！进来。行啦，别在爷爷面前用这些礼数了。把我孙女儿都弄得没灵气了。爷爷，来，让爷爷亲亲。爷爷领悟的也太长了。来，快来跟爷爷说说，你今天又除什么暴，安什么粮了？我今天教训了木战那家伙。哦，谁让他又去骚扰亚菲姐姐呢？这次我把他跟他的手下们打了个屁滚尿流。那块木头又臭又硬，爷爷看着也讨厌。下次替爷爷多踢他一脚。对了，爷爷，今天来我们家那个小屁孩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那是萧家的人。你冲人家做鬼脸的那个小家伙叫萧炎，他的爷爷和我是生死之交。当年你跟萧炎同时出生，爷爷就做主给你们定下了婚约。婚约是什么？跟约架差不多吗？婚约嘛，差不多，只不过是他变成了要保护你的人。那萧炎可是个天才，有他保护你，爷爷就不用担心你被人欺负。我才不需要他的保护呢！等我从云岚宗学艺归来，还要保护爷爷呢。嘿嘿。到了云岚宗，你就是我们纳兰家的颜面，爷爷希望你能刻苦修炼，为纳兰家争光。爷爷，我会的。你们能从千万参试者中脱颖而出，站在这里，证明你们都是天资非凡。希望你们能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勤修苦练，让云岚宗日后以你们为荣。宗主，您来了。今天就由我为大家上入门第一课，教大家如何操控本宗的看家阵法——云烟赴日阵。这是每个云岚宗弟子必修的阵法，要结成此阵，需要集结众人的斗气之力。这便是云烟赴日阵。待本宗所有弟子同时施展阵法时，此阵法的威力将到达顶峰，届时可覆盖整个宗门。现在，用你们的斗气去感应阵法。这批弟子天赋都不错啊，说不定宗主能从中挑出一名亲传弟子。接下来，我想请一个人上来，体验一下操控阵法的感觉。我来。
我想来，我来，你来吧。想要云烟赴日阵正常运转，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所有人的气息都需要协调一致，否则会影响大阵的正常运行。务必听从韩师兄的调度，知道了吗？是，宗主。请韩师兄多指教。入阵。状态，脾气暴躁，切记不可惹恼他。是。启动盾戒防御。控制好你的斗气。是。用这头低阶云兽去测试这帮孩子，是否有些勉强了？不好，盾戒防御！像我们这样做，别让你的斗气乱跑。我控制不了他。不好。都怪我，怎么办？大圣诞，快重新凝聚你的斗气！不行，我不能控制我的斗气。小心！居然可以这样用！我刚刚说过不要惹怒他。小心！没事了。多谢宗主。你可愿意做我的徒弟？宗主一直没有收徒，现在破例收你为亲传弟子，你还犹豫什么？当然愿意啦！老师在上，收徒儿一半。不错，进步很快。老师的琴声特别好听，我听了修炼就特别来劲儿，好想赶快长大，这样我就能像老师一样又美丽又厉害。哎呀，孩子气！想变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比别人更刻苦修炼。明白，我继续修炼。
大家都练得不错，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多谢纳兰师姐指导。纳兰师姐，你修为这么高，我相信一定能得到生死门认可的，你可别气馁啊！多谢师弟鼓励。师姐别客气，师姐一直以来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哎，对了，纳兰师姐，上次我和祖父去萧家拜访时，还看到了萧炎。萧炎？那是谁？嗯，难道我记错了？嫣然，这是你要的丹药，我从果核老师那边拿来的，恢复内疾很有奇效。不过丹药再好，也比不上充足的修养，你切莫操之过急啊。云林长老已经多次向老师施压，若我再得不到生死门的认可，留给我的时间就不多了。谢了，我先疗伤去了。你刚才说的萧炎是谁？哦，他是乌坦城萧家的人，听说是纳兰师姐的未婚夫。要想成为老师那样的人，就必须获得生死门的认可，成为云岚宗的少宗主。老师当年年纪比我小很多，就获得了生死门的认可。我已经试了这么多次，再这样下去，真会被别人替代了。嫣然，快停下来！你会死在里面的。弟子绝不能辱没了您的脸面。为师从来不看重什么脸面，他人有非议，自有老师替你挡下来。风之极。老师，您对嫣然的好，嫣然从不敢忘。可嫣然从小的心愿，就是想成为和老师您一样强大的宗主。弟子不能，也不愿意放弃。老师，从小您就包容我的任性，这次请让我再任性一次吧，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嫣然。嫣然，生死门承认了你。从这刻起，你就是云岚宗的少宗主。爷爷，您看，好看吗？爷爷，马上便是嫣然的继位仪式了。这披风有没有衬托的我很有气势啊？我纳兰杰的孙女儿当然是最棒的。爷爷，今天加玛帝国的权贵也会来云岚宗观礼。哦，对了，老师还会把代表云岚宗少宗主身份的宝剑传我。啊，还派了葛叶先生做我的护卫，他也是云岚宗的老人了。爷爷，啊，爷爷的小嫣然长大了。能在云岚宗取得如此成就，想必这几年你过得很是辛苦啊。爷爷时常后悔，不该让年纪尚小的你离家修炼。嫣然在云岚宗很好，老师他对我也很好，您就别担心了。而且嫣然也找到了自己毕生的目标，我要成为像老师一样优秀的宗主。好，好，好，爷爷支持你。嫣然啊，你还记得萧炎吗？啊，那谁啊？爷爷为你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啊。啊！等明年你俩成亲后，萧炎也可随你在云岚宗修炼。成亲？爷爷。云林大长老，纳兰族长，嫣然，刚才说什么成亲呢？云林大长老，您听错了，是诚心，是爷爷怪我想给他惊喜，没早点把少宗主之事告诉他，怪我诚心捉弄他呢。哎呀，爷爷，继位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快点去，老师特意给您留了好位子。那老夫先过去了。嗯，爷爷，待会儿见。云林大长老，您特意前来。少宗主，今日加玛皇室、帝都权势都派了代表前来参加你的继位大典，你可要给云岚宗长脸，万万不得做出任何给云岚宗抹黑之事。是，嫣然记下了。嫣然，这是古河老师让我转交的贺礼，恭喜你成为少宗主。代我谢过古河大师。那是自然。成为少宗主后，就不能再与异性有纠葛。这条尊规虽然刻板，但毕竟是祖师爷流传下来的。老夫算是看着你长大，宗主为培养你花费了不少心血，切记不可做出有辱宗门之事。想当年，宗主也是被老宗主严格要求，方能年纪轻轻便成为斗皇，执掌整个宗门。多谢云林大长老教诲，嫣然自当谨记宗规。准备一下，继位大典快要开始了。是。柳林，你也该去大殿观礼了吧？刚才纳兰老爷子是在说你和萧家萧炎成亲之事。萧家，萧炎。你冲人家做鬼脸的那个小家伙叫萧炎，当年你和他同时出生，爷爷就给你们定下了婚约。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放心，我不会多嘴说出去。可就算我不说，
云岚宗内以及前来观礼的贵客中，难免有知情人。若被人揭穿此事，你的继位仪式恐怕就……只是我不是故意瞒着大家，我当时那么小，怎么可能会明白婚约的真正含义？对呀，这本来就不是你的决定。继位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先行一步。嫣然，老师。宗主，属下先过去了。嫣然，别哭，老师在这里。我们嫣然可是受了什么委屈？老师，弟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弟子年少时就上宗门拜师学艺，一心想成为老师您这样的人，也多亏老师的教诲，才让弟子有机会成为少宗主。可是，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为我定下了婚约，二爷爷一向是守信之人，定下了婚约就一定要履行。可弟子努力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成为少宗主了，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怎么看爷爷给你定下了这个婚约呢？爷爷把我送来云岚宗修行，一直很不舍。但这辈子最疼的人就是我了，这我心里非常清楚。但我也有梦想，我想变得强大，可以帮他扛起家族的事业，让他不要这么操劳。但这婚约，纳兰家重承诺，爷爷光明磊落了一辈子，我不愿让爷爷成为失信之人，我不想再看他老人家伤心的样子了。好孩子，你为何不亲自去了解一下你那个未婚夫，看看他是否是一名良人呢？不用担心少宗主之事，今日的继承大典如常进行。若你真的对他有感觉，我自会让宗内的长老们闭上嘴巴。老师，这样会不会让您很难做？但如果你觉得他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为师也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很多抉择，但若是连抉择的勇气都没有，那未免也太可悲了。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笑一笑。收拾一下吧，就这样笑着进大殿，开始你的继位大典。诸位请安静，感谢诸位前来参加少宗主的继位大典。下面有请云岚宗宗主云韵。恭迎云宗主。诸位客气了。今日是我云岚宗的大喜事，家老与法马会长更是在百忙之中莅临，让宗门上下倍感荣幸。小徒纳兰嫣然，天资聪颖，为人光明磊落，如今已通过生死门的认可。云宗主对你真的非常好。老师，他一直都对我很好。嫣然，虽然我不愿让你嫁给别的男人，但不管你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和云宗主一样都尊重你的选择。可是，一想到你可能会嫁给一个废物，废物？谁是废物？萧家萧炎。我自从上次听到小师弟提到你的婚约之事，就特意打听了一番，没想到那萧炎已经在3年前丧失了凝聚斗气之力，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云宗主看似说的轻松，但那可是云岚宗几百年的宗规啊！为了这样一个废物，让云宗主一个人背下这么大的麻烦，
值得吗？老师，云岚宗少宗主继位大典正式开始，恭请云岚宗宗主首徒纳兰嫣然。老师，云岚宗宗门列祖在上，吾徒纳兰嫣然天赋异禀，攻心为宗，谨言慎行，身效无功，为徒辈之典范。如今已获得生死门认可，筑基云岚宗少宗主之位。嫣然，今时今日起，你便是日后宗主之位的正统继承者。愿你谨遵祖训，一心修炼，壮哉我云岚宗！嫣然，我纳兰嫣然定当遵从师命，不忘师主，谨遵宗规，将宗门发扬光大。参见少宗主。宗主，有条宗规不是说，少宗主不能和异性有纠葛吗？身为云岚宗弟子，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宗主，弟子知罪。是有这个宗规不假。冰灵，你先退下，让他继续。我记得，好像嫣然师姐从小就定下了婚约。住嘴！没有凭据之事，休得胡言乱语。诸位，云某相信少宗主绝不会做出此等违背宗规之事。嫣然，你来亲口告诉大家。到底怎么回事？嫣然，你尽管告诉大家真相好了。为了这样一个废物，让云宗主一个人背下这么大的麻烦，值得吗？我是有婚约的。但那是我幼时家里人私自决定的，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也不会承认。
纳兰嫣然既是生死门选中的天选之人，就是我云岚宗当之无愧的少宗主。正如少宗主所言，婚约无效。你。 父亲，爷爷，对不起，您别生气了。嫣然，云岚宗的宗规为何不早一点告诉爷爷？爷爷。 您当年提到婚约的时候，我还很小，而且什么都不懂。因为今天您把此事提及，我才稍稍有些模糊的印象。唉，以云宗主对你的疼爱，咱们一定能找到解决之法的。可我刚刚已经当着云岚宗弟子跟帝都所有权贵的面否认了婚约。如果再出现另一种说法，就相当于毁掉了云岚宗的颜面。那我的颜面就不重要了吗？ 我纳兰杰岂可当一名出尔反尔、违背承诺之人？嫣然，萧家小少爷人非常不错，值得托付终身。相信爷爷的眼光绝不会出错。你去求下你老师。哪怕他是个废物，也要把我嫁给他吗？不是这样，嫣然，爷爷正在寻找解决方法。 我此次前来云岚宗，也正是想请丹王古河。我既然已经当众否认了婚约，就绝不会出尔反尔。云岚宗也不会让一个反复无常之徒来当少宗主的。为了这个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很多。我绝不会为了一个废物放弃我的梦想，也不会为了一个废物让疼我、爱护我的老师去和宗规对抗。他有什么资格？爷爷，事情已经到了死局，我们去把婚约退了吧。你。 不行，绝对不能退婚。这婚约是你俩出生时就已经定下来的。可那是您定的。混账话！你真要让爷爷当失信之人，让我被老兄弟们指着脊梁骨骂吗？别说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只要我还活着一天，退婚的提议你想也别想。我答应过萧凌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反悔。 这就是我们纳兰家族对萧家人的承诺。那是你的承诺，不是我纳兰嫣然的承诺。我是绝对不会嫁给萧家那个废物的。嫣然这才发现，爷爷根本就不是爱我。 爱的只是自己的脸面。嫣然，少宗主，我们这是去哪儿啊？萧家。 不久的斗气，无法消耗如此庞大的能量。马上就要上云岚宗了，可别在这里倒下。 萧炎，退出去！这里我们自会做主。萧家的人都被他丢尽了。原来是这样，活该！一个废物哪配得上？我相信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区区流言蜚语，日后在现实面前，自会不攻而破。
宗的贵客莅临，使陋宅蓬荜生辉啊！不知诸位因何事而来啊？哎呀，实在抱歉，竟然把三少爷给忘记了。嘿嘿，我马上叫人准备。二长老你，看来我在族中的地位是越来越低了。夏云哥哥，坐这里吧。你又帮我解围了。萧炎哥哥，你知道那个少女是谁吗？啊？谁啊？萧叔叔，侄女纳兰嫣然前来拜见。纳兰嫣然，哦，纳兰老爷子的孙女纳兰嫣然啊！原来是纳兰侄女，萧叔叔可有好多年未曾与你见面了，可别怪罪叔叔眼拙啊。萧叔叔，侄女一直未曾前来拜见，该赔罪的可是我呢。以前便听闻你被云韵大人收入门下，没想到果然是真的。侄女儿真是好天赋啊！嫣然只是好运罢了。萧族长，今日所求之事便与少宗主有关。哦，葛叶先生，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云岚宗宗门严厉，宗主大人对少宗主期望甚高，将其视为下一任云岚宗宗主培养。为了让嫣然安心修炼，所以想请萧族长能够解除婚约。就是啊，原来是这样。你们应该知道，在这斗气大陆，女方上门强行解除婚约，对对方来说意味着什么？萧族长，我知道这要求有些强人所难，但还请看在宗主大人的面上。萧战还不动手？别忘了，你是萧家族长。纳兰侄女，今日悔婚之事，纳兰老爷子可曾答应？爷爷不曾答应，不过这是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决定。纳兰侄女好魄力，纳兰素有你这样的女儿，真是让人羡慕啊！萧叔叔，叫我萧族长就好，叔叔这称谓我担不起。你是未来的云岚宗宗主，日后也是斗气大陆的风云人物。我家言儿不过是资质平庸之辈，也的确配不上你。多谢萧族长体谅了，宗主大人知道今天这要求有些不合规矩，所以特地让在下带来一物，就当做是赔礼了。啊，聚气伞！它能让九段斗之气100%成功凝聚斗之气旋，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这也是本宗名誉长老古河大人亲自所炼。此药竟然还是出自丹王古河之手。葛叶老先生，你还是把丹药收回去吧。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给我闭嘴！萧炎，休得无礼！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这里我们自会做主。二位长老，如果今日他们悔婚的对象是你们的儿子，
还会如此说吗？你放肆！二位长老，萧炎哥哥说的没错，他是当事人，你们还是别跟着掺和吧。父亲，纳兰小姐，刚刚你说纳兰老爷子不曾答应悔婚之事。这人初时看来倒也不错，怎么却也是个死缠烂打的讨厌之人？我说过，这婚事与爷爷无关。那么还望包涵，我爹也不会答应你们这样的要求。当初这门婚事是两家老爷子亲自许下，他们还没有开口解除，那这婚事便没人敢解，否则便是亵渎死去的长辈。我想我们族中应该没人会干出这种忤逆之事吧？你究竟想怎样才肯解除婚约？嫌赔偿少？好，我可以让老师再给你3枚聚气散。另外，你若愿意，我还可以让你进入云岚宗，修习高深的斗气功法。这样够了吗？好慷慨的施舍，我真的想把你给……言儿，不可无礼。萧炎，不管你是否愿意，你还是解除婚约吧。请记住，此次我前来萧家，是我的老师云岚宗宗主亲自授恳的。你可以把这当作胁迫，不过现实就是这样。你也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我们基本没什么希望。纳兰小姐，我脸皮厚倒是没什么。可我的父亲，他是一族之长，今日若真答应了你的要求，他日后还如何掌管萧家，还如何在乌坦城立足？今日的确是嫣然有些莽撞了，我可以暂时收回解除婚约的要求，不过你要同我做一个约定，退婚之事我可以延迟3年，3年之后你来云岚宗向我挑战，如果你输了，我便当众将婚约解除；如果你赢了，也不会让萧叔叔太过难看。纳兰小姐，想必你也清楚言儿现在的状况，让他拿什么与你挑战？如此这般羞辱他，可笑吗？萧叔叔，这种事情总需要有人去承担后果。若不是为了保全您的面子，嫣然此刻便会强行解除婚约，然后公布于众。萧炎，3年之后还是现在，你自己选。哼，你想退婚，不过是认为我萧炎一介废物，配不上你这天之娇女。若非婚约，本少爷根本瞧不上你半分。你，云岚宗是很强，可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没错，现在的我的确是废物，可在日后的岁月里，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翻身？纳兰小姐，看在纳兰老爷子的面子上，萧炎奉劝你几句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好一句莫欺少年穷，我萧战的儿子就是不凡。你凭什么教训我？现在的你只是个废物。好，你若有本事，就让我看看你如何翻身。3年之后，我在云岚宗等你，到时候你能打败我，我纳兰嫣然今生为奴为婢，任凭你处置。哼，3年后，如果你还是这般废物，解除婚约的契约便乖乖给我交出来。哼，不用3年之后，我对你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不要以为我萧炎多在乎你这什么天才老婆，这张契约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而是本少爷把你逐出萧家的修正。从此以后，纳兰嫣然与我萧家再无半点瓜葛。
你敢休我！父亲，3年之后，妍儿定会去云岚宗，为您亲自洗刷今日之主。我相信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区区流言蜚语，日后在现实面前，自会不攻而破。3年之后，我会找你。明天便要去云岚宗了。还是这样好看。事情完了以后，你打算去哪儿？回萧家？回去一趟。不过之后会去迦南学院。去找薰儿吗？等我离开以后，还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萧家。这份情，日后我会回报。回报？怎么回报？拜托的事儿可还没开始呢。你还在恨他吧？纳兰嫣然当年那个举动，让你努力到现在，是不是在想着明天就可以让他为当年的短浅目光后悔了？这对我已经不重要了。现在的我，只是单纯的想给萧家、给父亲，找回他们应有的尊严。哦。这3年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虽然他们有的让我身陷险地，有的帮我逃出泥沼，但就是这样，才让当年那个自大的我清醒了许多。我现在觉得这里无比强大。3年之约对我来说，就只不过是要完成一个年少轻狂的约定，给自己的这段成长画上个句号而已。哼，可你还是得赢啊！
萧家，萧炎。就他还想娶纳兰师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挺有勇气的，大话谁不会说，匹夫之勇嘛。那便是萧家那小家伙，不是说是个不能存储斗气的废物吗？哼哼，看他那副气度，可不像是强装出来的。不知为何，这小家伙给我一种挺熟悉的感觉。嗯，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哼，纳兰老家伙，那就是差点成为你纳兰家族女婿的萧家小子，似乎并不像传言中的废物啊。这般气度与心性，在我所见过的年轻人中，可没有几个呀。年轻人，凡事留一线。不过既然你这般要求，那就随你，生死各安天命。今日3年之约已至，你们以前的恩怨将会彻底结清。希望以后一切纠葛可以。不愧是云岚宗少宗主，这般强力的斗气，说用就用。风铃，分心剑。纳兰师妹仅仅1年时间，便将这玄阶中级的斗技修炼出5道阶形的地步。哎，我修炼了近2年，也不过才4道啊！这刚开始便是使用这种等级的斗技，恐怕是要速战速决呀！那萧家的小子可要倒霉喽！既然这样，那便硬接。怎么突然快了这么多？8级！纳兰师姐，纳兰师姐！哼，若真认为他这么容易就败了，那也太小看云岚宗的栽培了吧。这小家伙不错呀，不过刚才的攻击看似凶猛，却并没有给纳兰嫣然造成多大的伤害。不错，云岚宗的飞血身法。看来这3年云韵对他的培养很是尽力呀。他体内的能量正在急速增加着，而且隐隐有着突破斗师界限的趋势。云岚宗的秘术果然不凡呐。萧炎的小家伙也不是敢省油的灯啊。
且他手中这把大黑尺似乎也有些诡异。看他双脚落地时造出气流，那尺子应该很有分量。刚刚尺子离手时，他们的速度，甚至连斗气都瞬间变强了许多。我真的挺好奇的，这小家伙到底是凭借什么，能在3年内拖到废物的名头，还这么快就追上云岚宗重点培养的纳兰嫣然的？这是不可能，那个神秘人可是斗皇强者，以萧炎的年纪，就算有天纵之才，也绝对不可能达到。你真的很让我意外。看来这3年，你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那个萧家废物少爷了。终于要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哇，纳兰师姐已经进入大斗师了，厉害啊！3年之约应该已经开始了吧？好强的威压！这是何物？怎么会出现在宗门里？古河大师，好久不见啊！各位朋友不必多礼。没想到家老法老2位也在，不过今日宗主不在，招呼不周，见谅见谅。丹王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这位是海波东，冰皇海波东。当年古河尚还在历练之时，便是久仰海老大名。今日一见，威风不减当年呐。那便是萧炎。是啊，只不过却并非废物。2星大斗师，这就是你的实力？来吧！萧炎他也是大斗师啊！居然凝聚出了斗气铠甲，哼，这下好玩了。大长老，那小子的实力是有些出乎意料，不过与嫣然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安静看着吧。不得不说，你现在的实力确实有资格让我正视，但也就仅此而已。萧莲兄弟啊，你真是得了个好孙子。
年前你写下的休书，也从未忘记过你我之间的约定。只有了却你我之间的一切关联，才有资格获得我想要的一切。只是你无法理解罢了。或许吧。因为你不了解我的理想，也不知道为了今天我都放弃了什么。我自己有权利选择我的人生，想做我的男人，你还没有资格。燕然他日能否统领云岚宗，就看这一战了。当年的是是非非，我并不想多说。今日的我代表着云岚宗这一次宗门的声明，我绝不会留手。我会证明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所以，带上你对我的仇恨，放马过来吧！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你已经没有那所谓的仇恨了。虚伪，萧炎，这场约定你是赢不了我的。他要使用内招，看来比试要结束了。把嫣然逼到这一步，这个萧家小子真的很强啊！这丫头竟然被逼到这一步了。终于使用底牌了吗？萧炎，定胜负吧！炎萧，那炎萧就是萧炎。这小子把大家都耍了。原来他就是炎萧。那小子想干什么？好庞大的能量，将异火与别的火焰互相融合，这个家伙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炎萧，萧炎，萧炎，炎萧。
束。萧炎，不可能战胜我的。3年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父亲，老师，我准备好了，去吧，佛怒火莲。护盾！风之极，落日耀。去吧，佛怒火莲。萧炎那般灵活，大长老，现在事态有些出乎我们的掌控了。那个萧炎真的很强，嫣然不能输，不然在这么多强者面前，云岚宗的脸往哪儿搁？那大长老的意思是，斗皇阁下，葛叶，注意你的形象，你可是宗内执事。我是萧炎，是斗皇。好，嫣然。结束了，纳兰嫣然。这便是你的报复吗？构建一个出色的让我为之残然与着迷的虚幻之人，然后再将它打破。当年我所看不起的废物，却能够真正的让我纳兰嫣然另眼相看。萧炎，当年的我的确是因为你的实力而有所看低你，事实已经证明我目光短浅。不过我刚刚已经说过，即使时间重来，我依然会去萧家退婚。我的婚姻不需要别人来做主，陪一个陌生人度过一生，我做不到。我从没说过你退婚有错，只是你选择的方式错了。可惜高傲的你，却从未想过这一点。不过事已至此，
孰错孰对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日后的我们不会有任何交集。你继续做你的云岚宗少宗主，我会去继续做我的苦行修士。3年之约结束了。萧炎，还望看在云岚宗的面上，让嫣然几分。事后我云岚宗定会给你满意的酬谢。该死的小子！年纪轻轻就成为大斗师，这小家伙不简单呐。假以时日，此子必成大器。终于结束了。萧炎，你赢了。现在想来，当年去萧家退婚，我的方式的确不妥，所以，请日后代我与萧叔叔说一声抱歉。按照当年的约定，我纳兰嫣然本该为奴为婢，不过，为了宗门的名声，其实我不能如约了。反正我在你心中蛮不讲理的印象也已经根深蒂固。那就再让我任性一次吧。嫣然，我对收你为奴为婢，并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你也不必以此来保全云岚宗声誉。3年之约已经结束。你的失败，就当是为你当年的行为付出的一点代价吧。你也知道，这种纸面条约没多大的约束力。3年前说的话，今日我再重复一次：纳兰嫣然，日后你与我萧家再无半分瓜葛，你我都自由了。诸位，好戏收场了，各回各家吧。萧炎，请留步，我云岚宗有事需要你来验证一下。云林大长老，嫣然的确技不如人。嫣然，这并非是因为比试之事，你暂且退到一旁休息。难道那云灵因为比试输掉，还想将人家强留下不成？云灵素来重视云岚宗声誉，他可不敢做出这种蠢事来。我敢肯定，就是他。云林长老，何事？你敢肯定吗？是他。萧炎，几个月前，
我们云岚宗外门执事莫成被人所害一事，想必你应该知道吧？云林长老此话何意啊？葛叶，你来说说莫成被杀时的情景。莫成被杀当天，我刚好陪少宗主去莫家祝寿。当时，我亲眼看到2名蒙面斗皇闯入寿宴。我和少宗主因为有事就提前离开了，但我还是亲眼看到，那个斩杀莫成的神秘斗皇所用的斗技，与萧炎刚刚击败少宗主所用的斗技极为相似。杀死莫成的那个神秘斗皇，就是萧炎。云林长老，对于贵宗莫成执事的死，我的确略有耳闻。不过，你们真的认为我有斗皇强者的实力，是不是有些太抬举在下了？嫣然，当日你也在场，虽然你并未见得对方容貌，可两者一些特殊的地方，你应该知道一点吧？大长老，我并不能辨别他的身份。我记得那神秘斗皇的斗技里掺杂着一股极为恐怖的白色火焰。白色火焰。炼药师大会的时候，萧炎还真使用过一种白色火焰，我敢肯定，那是一种异火。果然还是留下了破绽。萧炎先前伪装成炎萧参加炼药师大会，在场的诸位应该都还记得。当时你就使用了一种威力极大的白色火焰，这个你没法狡辩了吧？天下间能够使用白色火焰的人多了去了，你不能说他们都是杀了莫成的凶手吧？云林长老还是不要随意乱讲的好。站住！脚长在我身上，去与留还轮不到你做主。在未查清是谁杀了莫成之前，你或许得留在云岚宗了。执法队，留下他！是。拦住他！3位斗王强者，云岚宗的实力果然恐怖。萧炎，若非心虚，何必急着走？诸位，按萧炎的表现，他是真的与莫成之死脱不了干系。若他真是凶手，就必须为莫成之死付出代价。今日的举动，还请诸位理解。大长老，此事是否有些误会了？萧炎若真是杀了莫成的凶手，我岂能和他交手那么久？待我们先把他留下，其他的等宗主回来再说。拿下他！3名斗王一起对付我，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丰富。异火果然很强。小子，不要再负隅顽抗了。这小家伙看来有些麻烦了。这3个老家伙出手，就算是我也要被拖延上一阵。如果他拿不出击杀莫成时的那种实力，想必今日也只能留在云岚宗了。你不打算出手一下？毕竟萧炎也是炼药师公会的荣誉长老啊。我
代表的是整个加玛帝国炼药师工会。若是直接出手帮萧炎，那会有损双方的关系。先看看吧，到时候我再私下找云宗主说情吧。烽火墨壁。放弃了吗？怎么回事？这声音怎么突然这么大？海波东，他怎么出手了？哼，看来萧炎对海波东的诱惑很大呀，甚至大到能够让他甘愿出手阻拦云岚宗的地步。这个小家伙，真是让我越来越好奇了。海波东，啊，冰皇海波东，你竟然还活着！没事吧？你要再不出手，那就该有事了。护着你和3个斗王缠斗，会有些麻烦。别和他们应战，只要能够离开这里就行。云岚宗可不是省油的灯，幸好云韵不在此处，不然想要让你离开，就彻底没有办法了。那就拜托海老了。海波东，当年一别，没想到今日还能见面，真是让人意外呀。云林，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成了云岚宗的首席大长老。当年的你，似乎不过是刚进入云岚宗的长老院而已。叙旧的话，还是日后再说。此事事关我云岚宗声誉，海波东，还望你不要随性出手，免得损了云岚宗与米特尔家族之间的关系。抱歉了，因为一些缘故，今日我必须保全萧炎。如果你能看在我的薄面上让他离去，日后我海波东不会忘记你这份人情。你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莫城作为我云岚宗之人，这些年对宗内的贡献也是所有人有目共睹。这种功臣若是死得这般不明不白，日后我云岚宗该如何服众？云岚宗执事听令，接云岚雾阵。
不管海波东为何保你，只要将你拿下，想必他也不敢真做出什么事。想走？烦人的家伙！看来要结束了。云岚宗几个长老的融合斗技很是麻烦，海波东就一个人，难以将萧炎从云岚宗带走了。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救你！不对，有东西！老师，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好像是条尾巴。又是一种从未露面的底牌，这小子难道真是杀死莫城的强者？小家伙，你醒了。竟然还藏着这手！小家伙，饿了吧？帮我个忙，拦住他行吗？真是个可怕的家伙！没想到萧炎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头堪比斗王强者的五阶魔兽。不知为何，总觉得这东西有种熟悉的感觉。你们缠住海波东，我来对付这头魔兽。既然不用担心那边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就让老夫来领教领教，是你的融合斗技强横，还是老夫的寒冰斗技更胜一筹？风遁！修行风属性功法的长老，想办法擒住萧炎。血焰盾！
对一个小辈下如此狠手。你的对手可是我们。本不想重伤你们，但现在似乎没时间陪你们胡闹了。玄冰龙翔！还不动，别太过分！小子，无论死活，你今天非要留在这里了。云灵大长老，小心！云灵大长老，试试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眼分！是浪石！好小子，倒是老夫小瞧你了。大斗师的实力能够伤到云灵，想必斗技等级不会低于地阶吧？野火，斗王级别的宠物，现在又是地阶斗技。云岚宗弟子听令，解云烟赴日阵。是。连护宗大阵都用上了，云灵这次怕是被萧炎气疯了。这下麻烦了，云岚宗的护宗大阵云烟赴日阵已经施展，我们相当于和所有施阵的弟子在作战。众长老，助我一臂之力！
小家伙，受苦了。这一次，我倒要看看这大蛇还能怎么护你！云林，以你云岚宗大长老的身份，竟然对一个小辈动用护宗大阵，还不动？既然你执迷不悟，那也别怪老夫不念旧情。唉，为了一个墨城而已，与一名斗皇强者以及一名潜力恐怖的未来强者闹成这般，值得吗？不是为了墨城，他一个外门执事还没这么大能耐，倒是萧炎的厉害，让得云灵颜面大失。云灵是动了死心呐！下地狱去吧！可恶！万化冰镜。想不到名震加玛帝国的云岚宗竟是这副德行，整个宗门上千人，竟然联手起来对付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真是丢尽了当年云破天在大陆上为云岚宗打出来的脸呐！谁竟敢辱我云岚宗先辈，藏头露尾之人，有本事给老夫现身！别人怕你云岚宗，可我灵隐却没半点惧怕。灵隐，你不是加玛帝国的人。谁规定的？不是加玛人就不能进入这个国家了？果然是大陆上来的强者，以他的势力，怎么可能接触到这个层面？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云灵也该小心地思量一下这其中的得失了。这位朋友，今日是我云岚宗宗内之事，还请不要插手。事后我云岚宗定会将阁下视为上宾。虽然我云岚宗已有多年未踏足帝国之外，可对于来到加玛帝国的大陆强者，却是一直持着欢迎态度。你倒是挺会说话，不过可惜了，老夫受人之命，萧炎这个小家伙，今日我却是要毫发无损地将他带走。当时他对你并无杀意，现在看来，他明显有帮着你的意思。朋友，虽然不知道你究竟是何人，不过这般得罪我云岚宗，可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云岚宗很了不起，虽在加玛帝国有几分重量，可在斗气大陆上也不过只是2流势力而已。没想到云岚宗竟然培养出了你们这些井底之蛙。当年云破天费尽千辛万苦打拼的名声，恐怕是要败在你们手上了。哼！不管你是何方势力，你们真当我云岚宗是摆设吗？今日若不留下萧炎，云灵还如何协助宗主管理宗门？
当年没有。永远留在这里吧。今日我倒要看看，我家小姐要护的人，谁敢上这一根汗毛？万淫妇。看此人的手段，恐怕至少是在7星斗皇左右。的确很强，而且他的功法属性也是不常见的。我们要出手吗？无论如何，云岚宗都是我们加玛帝国的势力。还是再等等，先不要轻举妄动为好。倒是有几分能耐，难怪如此猖狂。给老夫破！欺人太甚！相比斗技，老夫还是喜欢近身肉搏。留了口气。你的确很强。若是嫌活着累，老夫可以帮你一帮。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让我们云岚宗如此难堪。今日若是放任你们安然离去，恐怕日后我云岚宗在加玛帝国将再无声望可言。你没这个本事。我的确没这个本事。不过，是那个老家伙，他果然还没死。老师，他怎么苏醒了？
是上一届的云岚宗宗主云山。看这气势，是真的突破了斗皇障壁，进入了斗宗级别。斗宗强者，看来这下真的是遇到麻烦了。我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今日就算云山真的要阻拦，我也会尽力将你带下云岚山。海老，多谢了。今日之主，萧炎谨记于心。云灵，给我个解释吧。弟子知道，老宗主曾说过，若非极为重大之事，不能打扰您的静修。可是老宗主，您再不出来，云岚宗就要让人给毁了。云韵呢？宗主外出，还没归来。这么多年来，我云岚宗还是第一次被人破坏成这样。简略说说事情吧。老宗主，今日之事全部都是由萧炎所引起。前些时间，我宗外门执事莫成被杀，此子嫌疑最大。我们也并无恶意，只想与其商讨，暂时请他留下，查清真相。若是冤枉了他，云灵定会向他赔礼道歉。可他却仗着背后的势力撑腰，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竟然直接大打出手。如今宗主不在，我也只能冒着打扰老宗主的风险，将您请出来了。连嘉刑天砝码你们两个老家伙都过来了。哼！还有海波东，我以为当年你已经被美杜莎女王给击杀了。我也以为你这老家伙已经死了。你便是萧炎吧？小子萧炎，见过云山宗主。气度倒是不错，不过实力便是弱了一些。先前云灵所说，你并没有什么反驳的吧？既然云山宗主相信的话，又何必再多此一问？云灵的话我信一半，他的性子我了解。不过，不管此事究竟谁对谁错，可将我云岚宗弄成这般模样，这声誉必须要挽回。没想到这云岚宗也出了一个斗宗强者，可惜，比起当年的云破天，似乎还是差了不少啊。你是大陆上的强者，不知是哪方势力？虽说我闭关已久，可对于大陆上的势力，倒也略知一二。这可不能透露。不过在此提醒你一声，莫要以为成为斗宗强者便能为所欲为。这个小家伙，奉劝你最好不要妄动。在这大陆上，有能力毁灭你云岚宗的，并不少。这是威胁，你可以这么认为，不要怀疑我这话的真实性。你们一起吧。云岚宗这么多代积累的声誉，不能断送在我手上。不过，若是你们能从我手中离开，今日之事也就一笔勾销了。别问关于我的事，日后时机到了，就会知道。带着那个大蛇快走！海老，斗
宗啊，海波东和灵影联手，能否打得过云山？很难。下去。小家伙，你们输了。别反抗了，在云岚宗待上几年时间吧。你需要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一点代价。老家伙，刚才打得爽了吧？他不是在晋级中失败了吗？怎么不打了吗？你便是那条古怪的大蛇，难怪我总是觉得有些异样。你也突破了斗皇的臂章，进入了斗宗级别，我还真是挺诧异，以你的性子，竟然会帮一个人类。他的生死我倒是不在意。你若是不动吞天蟒，我也就不会出来。既然你出来了，有何打算？带他走。老宗主，让萧衍就这么走了，必定有损云岚宗的声誉啊！我操！住手！
带他走吧。老宗主，闭嘴！今日你们大闹云岚宗之事，老夫可以不追根究底。不过我希望这是唯一一次。如果日后再是如此，就算有美杜莎女王护着你，老夫也绝不善罢甘休。云山宗主放心，这地方来一次就够了。走吧。抱歉，让诸位看了一出由小辈所引起的闹剧。今日之事就这么结束吧。云山宗主说笑了，那我等也不多打扰了，告辞。老宗主，我们就这么放萧炎走了？那你还想怎么办？那美杜莎女王，即使是我都没有把握打败的，再加上对方还有2名斗皇强者。要将萧炎留下，那要付出多大代价？莫城之死绝对与他脱不了干系。既然他不可留在云岚宗，或许可以去乌坦城的萧家将他父亲请来。他是乌坦城萧家之子。难道这么巧吗？萧炎，是宗主回来了，我回来了，宗主回来了。老师，好了好了，嫣然，不要哭了。和老师说说发生什么事了。你看，干什么？急什么？漂亮，对呀，快去看看，真看，这里近，哎，跟上！都给本王让开！哎呀，死鬼！你跪下干什么呀？别打！赶紧给我起来！时间都还没给我捉人现眼。女王陛下，消消气，别忘了还要找药材呢。这片区域我曾经来过，应该不会有融灵丹所需要的药材，那些都听女王陛下的。发起灯，广布，西掌，异火长鞭，烟分10郎齿。女王陛下，这里真没少着药材。
誉王陛下，您和吞天蟒交易的3天时间已到。本王与吞天蟒商议好了，延长了控制身体的时间。没想到融灵丹所需的药材如此罕见，连续走了好几个城市的炼药师分会和拍卖场，都没能找到一处。啊！你最好有药材的消息。小伙子一看就是年轻有为，是为心上人挑选的吗？我们家的鞋子那可是远近闻名。来，您看这边全都是一批新货，买多了还有优惠哦。您先看看。这双看上去不错。哎呦，小伙子福气真好啊，有如此美人娇妻。你看这身段，一看就是好生养的。哎，别乱讲话，在下只是他的一个小跟班，切记别再说错话了。杀人了！大人切莫对小人出手，这双鞋子整个加玛帝国仅此一双，只有像您这样独一无二的强者才配得上啊！哎，来，大人这边歇息，奴婢这就为您将鞋子取来。这么凶悍的女人，谁敢要？亲爱的，你对人家可真好。哇，这家店鞋子的种类好多呀！这家店铺都是你的了。这2位，我说的对不对呀？对，大人您说的对极了。随便挑，随便选，这里我说了算。亲爱的，你太威武了。哎，真难看，一点都不适合我。什么嘛，都没有人家喜欢的，看了都讨厌。这双鞋子穿上挺好看的，挺适合你。我要这双，脱下来，这鞋子我看上了。这位小姐，君子不夺人所好，你这样似乎不太好吧？哼，小子，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小伙子，我看就算了吧。美儿，大爷我看上你了。人家不准你看他，那狐狸精有什么好看？我。
谢谢惠顾，别忘记付款哦。少族长，那3名神秘人来自云岚宗。岳宁抓走父亲，将我萧家破坏残杀成这样，必须得让云灵那老匹夫偿命，救回父亲。没错，族长是为救我们大家才被云岚宗抓走的，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给救回来。对，报仇！救主，把他救回来！救回来！救回来！要报仇！向人宗讨回公道！唉，想必这个云灵在云岚宗的地位不低吧？云岚宗首席大长老。果然呐，先前少族长大战云岚宗，因3年之约的缘故，云岚宗对你也并不是极其记恨。但如果这次将这位大长老给杀了，那我们萧家与云岚宗则彻底无解了呀！大长老的意思是要我不管父亲的生死吗？我是亲眼看着萧家从帝都搬到这乌坦城，一步步走到今天。虽然之前我对族长的态度有诸多不妥之处，但他为我们萧家倾注的心血，我最清楚不过。族长他拼死引开云灵，正是为了保全我们萧家，让萧家的血脉可以继续传承下去。我说这些，并非是阻止您去解救族长，只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救回父亲，即使代价是与云岚宗为敌。那萧家，大长老说的没错，萧家是父亲以及爷爷的心血，我不会让他凋零。现在的萧家能不能听我安排？能。为少族长之命是从。好。我打算将萧家迁离乌坦城。这里，我们可是这样离开呀。父亲失踪之时，与云岚宗难逃干系。云岚宗势大，我萧家便是要任他欺凌不成？这事传出去，岂不是要被人指着鼻子嘲笑我们没骨气？对，说对。救援族长对抗云岚宗，还是跟乌龟一般，缩在乌坦城任人戳着脊梁骨唾弃？你们要选择什么？告诉我！救族长，我们萧家可没有乌龟。对，云岚宗又如何？我萧家并未招惹过他们，他们却差点让我们惨遭灭族之灾。救族长！救族长！日后我们与云岚宗的关系恐怕将会极糟，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也请大家相信我，有我萧凌在，萧家就绝不会衰败。我打算将族人秘密分派出乌坦城，让大家各自前往帝国东部。大长老，你负责整理萧家的一切事务，所有财物能带走的全部带走。是。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动身。族中家眷及没有战斗力的小辈先行，沿途护送至集合地。奥巴家族趁我萧家有难前来打劫，我们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将我们被抢走的方式统统夺回。是萧家的，那是萧家的萧炎，他回来了。这次奥巴家族可要倒大霉了。近2日，我会带人从奥巴家的残余势力中不断夺回本属于萧家的方式，借此引开城内视线，将大型物资运送离开。帝国东部临近塔格尔沙漠，云岚宗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萧鼎和萧厉2位兄长在石墨城的势力也急速扩大，这样便尽可能免除云岚宗对萧家的威胁。但实际做方式会让米特尔拍卖场打理，
其中的利润与他们分成。以我和米特尔家族的关系，倒不用担心他们会泄露我们的行踪。少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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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奥巴家夺回的功法、斗技、财物等已彻底整顿完毕。诸位，你们也开始分散离开乌坦城，去集合地汇合，结伴去石墨城。到了那里，我们萧家会有新的开始。少组长，那您呢？那老家伙的账该算算了。少组长，我们在石墨城等您。我们在石墨城等您。父亲的灵魂气息又弱了几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此次再上云岚宗，目的很直接，救父亲出云岭。双方再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我说过，生死关头我会救你，其他时候，给我安静点！他又不是你的亲人，这么关心他做什么？放心吧，你死不了。多谢了，生死关头助我一把就够了。你就逞能吧，有云山在，想要动云灵，哪有那么容易？或许吧。这算是自投罗网，还是有着匹敌云山的自信？那小子，看他的路线好像是云岚宗。萧炎这家伙，他又想干什么？我得去看看，这次或许有些麻烦了。让影卫集合，召集影卫。海老，为了一个萧炎便暴露影卫，会不会有些不妥呀？宗主，萧炎害我云岚宗声誉大损，若是这般轻易放过他，那日后岂不是谁都能在我云岚宗脸上踩几脚？3年之约已经结束了，你这般私自带人前去萧家，无疑是让人说我云岚宗气量小。日后谁还会信服于我们？可是他与墨城之死难逃关系，就算将他……别以为我不清楚，这次行动更多是你私人怨恨。他一个墨城，和你的关系可没好到那个地步。按照宗门规矩，现在韵儿才是宗主，你不用看我。宗主，大长老也是为宗门着想，况且此次去乌坦城也并未给萧家造成多大伤亡，仅仅破坏了一些房屋建筑而已。萧家也认不出我们的身份，此事就装聋作哑过去了吧。萧炎可不是蠢货，他迟早会怀疑到云岚宗头上来。前几日的闹剧，你们还没玩够。云灵，给我滚出来！去看看，快走！怎么回事？萧炎，他怎么又来了？萧炎，你当真是找死不成？老家伙，把我父亲交出来，不然就算今天云山护着你，一定要取你性命！好大的口气！老夫正好在找你，今日你就永远留在云岚宗吧！云灵，住嘴！宗主，宗主。
耀言，恐怕还是叫你云岚宗宗主云韵比较好吧。没想到嫣然口中说的萧炎，竟然会是你。韵儿，你与萧炎相识？有过几面之缘，不过他也是掩去了真实姓名。云韵大人贵为云岚宗的宗主，我一介无名小子，又怎可能与他相识？我认识的那人叫云芝，并非云韵。萧炎，你还真当我云岚宗好欺负不成？虽说你有美杜莎女王撑腰，可老夫依然要奉劝你，凡事留一线。想要找软柿子捏，你可是找错地方了。云山宗主，我为何来云岚宗？恐怕你得问云灵大长老吧。云灵对萧家造成的一切损害，我云岚宗赔偿便是。好了，如果你是为了这事而来，现在可以走了。云山，我敬你是前辈，方才这般客气说话。云灵他差点害得我萧家被灭了满门，其实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赔偿便能抵消。这事的确是云灵做的过分了，你想要如何补偿？补偿？你个混蛋就知道补偿！云灵将我父亲打成重伤后，将其从萧家追杀出去，至今生死未卜。你们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就是拼了这条命，我也要让你们云岚宗元气大伤！你父亲，云灵可并未说过他伤过你父亲。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萧家上下亲眼所见的事实是捏造不成？这笔账我不找你云岚宗算，该找谁算？你说啊！给我把事情说清楚，否则我有权让你交出大长老的职位。宗主，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突然消失了？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怎么可能在你们三个斗王面前消失？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今日交不出我父亲，那便毁了这里吧。萧炎，给我点时间调查清楚。如果真如云灵所说，我可以派人帮你找寻你父亲。纵然云灵有错在先，云岚宗自会处置，哪轮到你一介小辈在这里如此放肆？这就是云岚宗真正的嘴脸。今日云灵的老命，我要了！云岚宗是你们逼我的。两种异火相融，这个家伙。这家伙真的疯了，他想把云岚宗彻底毁灭吗？云岚宗那帮白痴，怎么把他惹到这份上了？呀，萧炎，你先冷静下来，快说，他父亲在哪里？你小子不要欺人太甚，这里可是云岚宗。就算我干掉了你父亲，又能如何？云灵，小子，那晚为了追杀你的父亲，没能灭了萧家，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找上门来，果然。那今天就让你永远留在这里，回头我还会让你们萧家在这斗气大陆上彻底消失。云灵。
这小子倒是猖狂。这小子倒是猖狂。云岚宗举全宗之力抓捕一个大斗师，你竟然还要动手，是不是太过丢脸了？美杜莎女王，莫要以为老夫怕了你，我只是不想与你起冲突而已。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否则我云岚宗也不是任人随意踩在头上的。如果你有这兴趣，我倒是很乐意陪你试试手。自从掌控这具身体以来，我倒是还没动过全力呢。韵儿，阻止萧炎融合异火。可是，韵儿，你在干什么？萧炎手中的东西太过可怕，若是让他释放出来，这山峰都得被他全部轰掉。让那小子在云岚宗如此撒野，你如何对得住这宗主之位？是，老师。即使没有我动手，萧炎也绝不可能顺利将异火融合。我只负责拖住你而已，至于他能不能成功，不关我的事。萧炎，你知道我并不想伤你，有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能不能不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僵？云宁刚刚已经亲口承认了对我父亲的所作所为，而云山也是无动于衷，我能怎么办？可云岚宗弟子是无辜的，你何苦牵扯于他们？云宁闯入我萧家时，又何曾想过，因为他的缘故，我萧家几百口差点全部被杀？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还是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吧。不过你手中那东西实在太恐怖了，我不能再让你继续凝聚下去了。我不是云林，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抱歉。这家伙果然还是弄出来了。这次云岚宗要损失惨重了啊！云儿，还不快动手！这家伙竟然还留有这手！看在当初魔兽山脉相识一场，萧炎，住手吧！
萧炎，不要！是他逼我的。死吧！老宗主，救我！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啊！这东西是萧炎施展出来的。每次见面，这个年轻人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萧炎如今所展现出的隐藏潜力，已经不比云岚宗这个庞然大物差多少了。也就是说，即使为了萧炎得罪云岚宗，也并非是完全不划算的。唉，还是海波东眼光毒辣呀！今天真的闹大了。萧炎就算没被佛怒火莲的余波震死，云山也绝不可能放他离开。更何况还有一个云韵。小家伙，这次可真是莽撞啊！看来萧炎这个小家伙对云岚宗的弟子们留手了。好啊，萧炎，这么多年来，你还是第一个将我云岚宗破坏成这般模样的人，我真是低估了你啊！去请古河长老出手救治一下，看能否保住他的性命。是。萧炎毁我宗门，杀我长老，宗门耻辱，必须以血洗刷。既然你敢强行击杀云灵，那么自然也就该有留下的打算。今天，就算美杜莎护着你，老夫也要将你永远留在云岚宗。感知不错，不过仅此而已。留下吧。我说过，今天就算美杜莎护着你也没用。具有本体功力的分身吗？美杜莎，你的对手在这里。既然你要袒护那小子，
那就休怪我不念旧情了。大风手印。 没想到云山的这2个诡异的分身，竟也拥有这般恐怖力量。海老，小家伙，我尽力了，接下来只能看你自己的了。真要留在这里了，老师，对不住了。小家伙，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能将云岚宗逼成这番模样，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接下来便交给为师吧。几个阶别，从他体内所散发出的气势，竟然比我还强。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藏着这一手。不过既然你能够应付，那我自然也是懒得动手。毕竟以我现在的灵魂力量，也支持不了多久了。 云山宗主不过如此。今日我要离去，你云岚宗还没那实力将我拦下。倒还真的是小看了你，没料到你体内居然还隐藏着这般恐怖的力量，难怪一直都有恃无恐。不过，我想这股力量应该并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吧？不管这股力量属于谁，可至少他能听我指挥。哼，凭借外物强行提升实力，墨图而已。我就不信你能长久保持这股力量。你大可试试。这么多年来，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
盛时期10之23，你又能奈我何？山想要留下的人，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你欺我弟子，今日我倒要看看，就算我实力不足全盛时期10之23，你又能奈我何？您认识萧炎？见过几次，不过当时他用的是另外的名字，所以先前见面，方才感到极为惊讶。他的确是很喜欢用假身份骗人。嫣然，你不会是喜欢上萧炎了吧？老师，这怎么可能？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了。他的报复果然好狠，老师，我后悔了。我也有错。当初就不该受你软磨硬泡，答应你去退婚，不然也不会有这些事情。老师，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果然是自作孽。老师，等这里的事完毕后，让我进入生死门吧。你要进入生死门，那可是至少要达到斗灵级别才能进入的。虽然你是这儿唯一一个能够与生死门产生共鸣的人，可此时进入太过危险。那里是云岚宗历代宗主的安眠之所，嫣然身为云岚宗之人，想必会受到他们护佑的。老师，答应我吧，我现在的状态并不适合继续安静修炼了。生死门本是云岚宗宗主接班人成为宗主前的最后一道考验。不过你既然执意要进去，那事后我便与你师祖商量一下吧。早点接触生死门，对你的好处也确实不小。
是斗宗的实力吗？果然非同一般。将来的加玛帝国恐怕是要重新洗牌了。此时的萧炎，恐怕也有斗宗的实力了吧？要知道，当年云山还是斗皇时，便是凭借这一招，击杀了出云帝国2名同等级的强者呀。不知你们是否发现，萧炎实力大涨后，所使用的异火仅仅是那种深白色的，并非是之前常用的青色火焰。而且萧炎操控的白色火焰的手法，也比先前不知高明了多少。这家伙真是让人琢磨不透。云山今日要留下萧炎是有些难度的，而且在那边还有个不逊于萧炎的美杜莎女王虎视眈眈。若他真与萧炎联手，就算是现在的云山，也唯有暂避锋芒。希望别搞出什么伤亡吧，不然的话，那对加玛帝国可是大损失啊！云岚宗宗主也不过如此。此时的你的确很强，但我就不信你能一直将这股力量维持下去。透支的力量总会付出代价的。上了。虚空，斗宗强者果然是已经触及到了那个层次。放心吧，虽然我如今实力大减，但光凭云山就想要对我造成威胁，还是有些异想天开。关系已经难以调和，所以我不会放任一个日后能够成为斗宗的强者顺利逃脱，然后背负着对云岚宗的仇恨逐渐成长，最后再来颠覆我云岚宗。
别的云灵，凭借着云烟复日阵，将海波东都逼得不得不凝重对待。而如今，这主阵之人可是拥有斗宗实力的云山呀！老师，先撤吧。云山很强，而且云岚宗的法阵也很是麻烦。现在的我们并不能正面击败他，毕竟您才刚刚恢复，出来的时间也不能支撑太久。今日的确不便与他硬拼。虽然那美杜莎女王看似在助你，可若是要她与你联手，她定然不肯。一个斗宗强者的临死反扑，非同小可。先撤吧，日后为师一定帮你讨回公道。此次离开，或许就得好长时间才会回到加玛帝国了。云岚宗，下次再回到加玛帝国，父亲的失踪，家族被迫迁移的耻辱，便由弟子自己解决吧。有这般豪气，那自然是好。真认为我云岚宗屹立加玛帝国这么多年，是靠的虚名不成？想走，哪有这般容易？先前便说过，我若是要离开，你云岚宗无人能阻拦于我。上火！果然有几分诡异。虽然你有异火之助，但是今日想要离开，也绝非易事。这云烟复日阵确实是有些麻烦。小野，你听我说。萧炎，找到你了。既然你想留，那便再试试这火莲的味道。
师祖，是老宗主，是老宗主！不愧是斗宗强者间的战斗啊！火莲那般近距离的爆炸，若是换成我们，恐怕已经奄奄一息了。我还以为萧炎不能再使用那青色火焰了，原来是留着当后手。哼，年轻人要懂得抓住机会啊！萧炎身上的能量好像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弱了。那混蛋！你既然要杀我，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萧炎，不要！你也想对我动手？我是云岚宗宗主，云岚宗的声誉我必须维护。而且云山是我的老师，我不可能看着你伤害他的。你认为今日若是我落在他的手中，能有活命的机会？对不起，我作为宗主，无论如何都必须时刻维护宗门的声誉。我不可能看着云岚宗的名声被你终结。或许在你心中，我与云岚宗比起来，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吧。小心！小心！结束了，萧炎！云山啊！以你的身份竟然出手偷袭，你也好意思？快杀了萧炎，趁他现在实力锐减，快杀了他！云儿，若是放他离去，日后云岚宗恐怕真的会毁在他手中。所以，即使背负骂名，也必须在今日将萧炎击杀。不管你是云芝还是云韵，日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东西还给你。韵儿，还不动手？你在等什么？云山，今日这一场，我萧炎铭记在心，日后定要10倍讨还。云岚宗众位执事、长老听令，立刻带队追击萧炎。他体内有我留下的特殊印记，不可能逃脱。抓住他，死活不论。是。我以云岚宗第8代宗主之命宣布，从此之后，将之列入云岚宗追杀名单，此命至死不休。老师，你还在吗？小家伙，这次情况不妙啊！连续2次使用佛怒火莲，负担实在是太大了。若非是你给我服用的奇幻清灵弦药力甚佳，恐怕我又得沉睡了。
这次的确是弟子莽撞了。我知道，你这孩子对家人很是在意，不然以你的性子，定然不会这般莽撞地闯上云岚宗。不过这次你也无需太过担心我。人这一生总会为了心中的一些东西，拼了命地去追寻或者守护点什么。这个心中的东西就是情，有了感情，才能称作真正的人。谢谢老师。我们之间还用讲什么感谢吗？不过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离开云岚宗的势力范围。先前云山那一击，在你体内留下了一块能量印记。现在的我灵魂能量消耗过多，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帮你，只能尽量抑制印记散发出的波动，避免云山感应到你。既然这样，我们还是希望魔兽山脉躲避吧。若不将这身伤心养好，恐怕连逃都成了问题。虽然你这次受伤挺重，不过既然为师已经苏醒，自然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小家伙，轮到你掌控身体了。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之前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不过，也是让你吃了不少的苦头。还是你这个小家伙可爱啊，可不像那个凶女人。先前的大战竟然一直袖手旁观。有人过来了。现在的你不易与人动手，你的气息游浮不定，实力似乎有着提升之状。看来这段时间的大战对你好处不小，赶紧找个地方疗伤静养，不要浪费这提升实力的时机。我能感应到东南北三面皆有云岚宗的搜寻队伍，所以我们只能从西面离开，小心上方闪掠的身影。那些家伙大多是云岚宗的长老，遇上他们可就麻烦了。云岚宗，云山，我们的梁子看来是彻底结下了。希望日后你们不要后悔。这里没有，到前面看看。此次叫诸位过来的原因，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云山赶在我们之前成功晋级了斗宗，他所展现出的实力，柴波多跟法老也是有目共睹。简单来说，就是加玛帝国与云岚宗的天平已经失衡，以现在加玛皇室的实力，已经无法压制云山了。师兄，我们追击的这么靠前，是不是有些心急了？萧炎那家伙连老宗主都可以重伤，我们这些小辈……你慌什么？那小子同样被我们老宗主所伤。他老人家交代过，萧炎的力量并不属于自己，现在正是取他性命的绝佳之机。老宗主还说，所有参与截杀萧炎的弟子，都将会被破格晋升为执事，并且还能自由选择一本玄阶高级功法以及斗技。我怎么知道？是魔兽，准备结阵！这里倒是个绝妙之处，在雾气的遮掩下，就算有人在上面飞过，也很难瞧出端倪。小心，里面有东西。
心吧，吞天蟒可是上古异兽，一般的魔兽嗅到它的气味便会心生恐惧，更何况现在的吞天蟒也有着斗王级别的实力。怪不得，按理说，现在的我已经进入魔兽山脉的深处了，可却并没有遇见任何魔兽的阻拦。原来是托了这小家伙的福啊！不过那些来追寻你的云岚宗队伍，则是没有这般好运喽。看来这小吞天蟒已经把这片领地的首领给驯服了，不愧是上古异兽啊！还好有你这小家伙在，不然以我现在的状态，说不定就栽在这儿了。受伤不轻，这才使用了几下紫云翼而已，体内便翻腾成这样。不可能呀，先睡一下了。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你先压制一下紊乱的体内，我来炼制一点给你治疗内伤的丹药，必须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不然实在太危险了。哟，还好你小子存了不少药材啊！老师所言不假，我现在受伤不轻。体内的局势紊乱，但现在体内气血上浮不定，的确是实力提升的前奏。一会儿把它服下，这样体内的伤势应该便能彻底痊愈了。你这段时间所服用的3文清灵丹药效太强，你根本没有完全吸收，反而是更多的药力沉淀在了体内。这般淤积下去，对身体并不好。这丹药被我掺杂了古灵冷火。
老师，你回来了，不过真好。体内淤积的药力蒸发出来，这一次你便借机吸收吧。至于实力能提升多少，便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我这段时间不在，你体内出了不少毛病，那落毒也是个狠东西。等你先将伤养好后，我再想办法帮你解决吧。云雷长老，据前方师兄们回报，萧炎已经进入了魔兽山脉深处，那里高阶魔兽众多，我们的人损失惨重。一群魔兽何足畏惧？飞行部队随时听从我等的指令。伤我老宗主，毁我宗门，杀我大长老。萧炎，这仇云岚宗是非报不可。这小家伙体内居然淤积了这么多药力。伤势修复的差不多了，既然如此，那便顺势突破吧，时机正佳。能否突破，便看此招了。居然一下子突破到了3星大斗师，而且能量还在节节攀升，果然是个充满意外性的家伙。老师，如今我的能力只能完整的控制着忽然暴涨的2星实力。若是再多的话，只能算是表面虚浮，可从长远来看，对我却并不算好。在力量面前还能把持本心，不贪不骄，知足而退，不错不错。你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次并没能将父亲救回。宗主，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突然消失了？以云宁在云岚宗的身份，根本没必要说谎。可若他所说的是真话，凭我父亲大斗师的实力，怎么可能从斗王强者眼中凭空消失？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怎么可能在你们3个斗王面前消失？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但我感觉父亲的事情一定是与云山有着一些关联。老师，从玉片的灵魂力量来看，父亲貌似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以现在我与云山之间的关系，他不可能让我父亲这般轻松的。你父亲的失踪，云山定然逃不了干系。
但你父亲失踪的当天，必然是有着外人出手将其带走。整件事情一定是有着连云山都无法干预的势力介入其中。能在云灵面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我父亲，可我萧家似乎并没有接触或者招惹过这种强者。这一点我也不清楚，或许你可以问问你的青梅竹马的小女友。老师的意思是，薰儿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过那小妮子背后的势力大有来头。既然这样的一个人能来到萧家，想必与萧家可能也有些瓜葛。等你下次遇见他，问问他是否可以帮你找到一些线索吧。好在现在父亲暂无生命危险，但还是要尽快找到线索。在出发前，我们先将此物炼化。老师，这是我在炼药师工会交易集市中得到的。这是一种储存器，如果不出我所料，这种玉片储存器应该是焚炎谷的杰作。焚炎谷，那是什么？那是斗气大陆上的一方势力，如论其实力，可比云岚宗强上许多。他们以修炼火属性功法著名大陆，专走狂暴攻杀路线，在大陆上也算别树一帜，比云岚宗强上许多。不要高看了云岚宗，如今他们就算有了一个斗宗强者，那也只能勉强算是在一流势力里面垫底而已。你以前生活的仅仅是这片大陆的一个小角落而已，而等你真正深入其中时，我相信你会喜欢上这个精彩绝伦的世界。不过你也要清楚，不论身在何处，内心的强大才是最重要的。我对你很有信心。我记得当初老师说过，只要我努力收集异火，便能够替您炼制出完美容纳灵魂的躯体。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复活吗？看来老师对这件事很是在乎啊。这3年，老师为了帮我变强，付出了无数心血，而我却为了那所谓的3年之约，差点将老师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更因莫成之事害到老师沉睡，学生感到非常自责。说来惭愧，当初认识你，并决定把我费尽千辛万苦方得来的焚诀交给你，主要目的便是利用你，等你日后修炼成功，再命你使用融合出来的火焰，替我炼制出可以容纳灵魂的躯体。但看着你在逐渐成长中展现出惊人天赋后，不知不觉地再次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本以为自己可能会再错一次，但我在沉睡时看到了你那么拼命、忍辱负重地为了唤醒我所做的一切。这3年，多亏老师了。您的为人，学生最清楚不过，只是学生愚笨，这么晚才明白您对我的期望，让老师担心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向您保证，
从今往后再也不会辜负您的一番苦心。唉，你这孩子，一段时间未见，还变得多愁善感、会体贴人了。放心吧，老师，您那复活之事，学生以后会牢记在心。看来老夫这次真的没有再看走眼，能遇到你这般出色的学生，我的好运还没有燃尽呢。对了，老师，炼制躯体至少需要几种异火相融？应该是3种。3种，青莲地心火加上老师的古灵冷火，哎，那岂不是再收集1种，便可以替您炼制新躯体了？应该可以。我记得老师以前说过，在迦南学院中便是有一种异火的踪迹吧？叫什么？陨落心炎。哦，陨落心炎。看来这次去迦南学院又多了一项任务啊。老师，伤势恢复得如何了？韵儿，我问你，你身为云岚宗一宗之主，为何3番2次的对萧炎手下留情？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与萧炎之间的瓜葛，难道你忘了这些年我都是怎么教导你的了吗？没有，师父，您的教导弟子谨记在心。只是他曾对弟子有过救命之恩，所以……荒唐！萧炎杀我大长老，毁我云岚宗，此子乃我宗心腹大患。去将他带回来。老师，此事是否需要再谨慎考虑一下？为了萧炎一个小辈便全宗出动，怕会让我们在加玛帝国中的声誉受到……一群跳梁小丑而已。加玛帝国平静太久，也该大清洗一次了。接下来，我将会带领云岚宗达到以往任何一任宗主都未曾达到的新高度。记住，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时刻记住你的责任。既然宗门选择了你，你就必定孤独一生了。老师，我很好奇，等你复活之后，实力是否能达到以前的巅峰状态？刚开始或许会有些生涩，不过只要彻底熟悉了新的躯体，恐怕会比以前更上一层楼。那会达到什么地步？10回合内击败云山，不费吹灰之力。哇，那至少也是斗尊强者。天火3玄变，老师，您知道这是什么？这回你可捡到宝贝了。这天火3玄变是一种十分玄奇的高级秘法。秘法？除开功法和斗技，大陆之上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秘法，能够大幅度提升本体实力。当年在乌坦城，你的小女友便是用了一种高级秘法，使得自己的力量在短时间内瞬间提升。秘法极为罕见，其稀少程度足以跟一些地阶高级功法相媲美。这天火3玄变是焚炎谷的镇谷之宝，对于拥有奇异火焰的人来说，无疑是千金难求之物。想要修炼此种秘法，修炼者必须是火属性，且必须拥有至少1种奇异火焰。那用我的青莲地心火是否可以修炼？当然，异火是最佳的选择。这天火3玄变有薰儿当年施展的秘法强吗？
所有的秘法大多都是以压缩或透支般的方式来获取力量，虽然会让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暴涨，可事后身体却是会出现极大的损伤。那薰儿他之前……放心，从他当年使用秘法后依旧气色红润来看，他并未有太大的损耗。这便是可以看出两种秘法的优劣了。这小妮子，虽然天火三玄变对自身的损伤的确较大，可提升力量的幅度却极强。所谓三玄变，就是能够使人的实力接连暴涨3次。当年焚炎谷的谷主只是个5星斗宗，可凭借天火三玄变的3次爆发，击退了一名斗尊强者。哇，这秘法竟能跨越如此巨大的等级进行战斗。现在将你的精神融入这股能量中。天火三玄变是靠着某种特殊的方式，将体内身处与火焰共生的能量迅速引导爆发而出，达到瞬间提升实力、震慑退敌之效。如想要达到3次暴涨，就必须以3种火焰进行修炼。那焚炎谷谷主只拥有1种异火，而另外2种火焰仅仅是兽火，便可以将自身的力量提高到那般程度。拥有焚诀的你，若日后收集了3种异火，同时开启3重变化，那种实力的增幅，就算是创造秘法的先辈，恐怕也是料想不到的吧。没想到这焚炎谷的镇蛊秘法，竟然会流落到加玛帝国。炎火内域府的老头，当年老夫想要借阅一下都不肯，如今还不是落到了我弟子手中？若是他知道了的话，恐怕又要暴跳如雷喽。参见同志。老师，天火三玄变的修炼方式还真是古怪，不知道是什么怪才，竟然创造出这样的秘法。不过这玉片中却仅仅记载了第1种的变化。或许是焚炎谷的手段吧，这样就算秘法被外人侥幸得到，也难以修炼完全。1重就1重吧，正好我体内就只有1种异火。萧炎，接下来的行动要极为小心，周围有着不少强度不一的气息。虽然云山在你体内残留的那道印记被我压制得极低，可他们依然能够借此粗略摸清你的大体方位。果然是锲而不舍，云岚宗是对我抱了必杀之心呐。小心点，尽量不要被他们拖住，否则一旦后续追兵赶来，会很麻烦的。我的灵魂力量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恢复一些，接下来想要从云岚宗的封锁包围中逃脱，便只能靠你自己了。追兵们似乎察觉到了你的飞速移动，正有大批的云岚宗弟子从4面8方赶来，还好有沿途的魔兽阻拦他们一下。不对啊！是云岚宗的长老。利弊已经很明显了，诸位还有什么见解？家老，我没有异议。无论怎样选择，穆家都会一如既往的效忠皇室。
难道你们忘了，之前炼药师大会上，萧炎帮助加玛帝国对抗出云帝国的恩情了吗？这个，萧炎这小家伙的潜力颇深，拉拢过来的确对帝国有利。但现在我们出手阻拦云岚宗，将萧炎放走，那就相当于直接与云岚宗正面为敌，而那时我们的关系将不可调和。毕竟，萧炎还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云山从来不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就算我们之后一味忍让，他的野心也终会暴露无遗。还不懂？我定然需要更加宏观的，以加玛帝国的利益去考虑此事。虽然这样确实会舍弃一些人情世故。我看你考虑的并不是加玛帝国的利益，而是你们皇室未来是否可以稳固吧？不用管他，让他去吧。那3个云岚宗长老实力不弱，所以对你体内能量残痕的感应会比常人更清晰一些。而且这片区域并没有太过高级的魔兽，有了那3个长老的气势压制，魔兽们也不会再对云岚宗弟子们的搜索造成太大威胁。可恶！若是再任由他们这般搜索过来，迟早会成为笼中之鸟。他们要搜寻的范围暂时还比较广，想离开加玛帝国倒也不难。只要你避开那3个老家伙所在的位置，其他的云岚宗弟子不足为惧。小心前面的埋伏。得到长老们的命令吗？一旦遇到萧炎，切记不可与之应战，只要全力将之跟进便好。萧炎，现在有些麻烦了，3个长老正在快速接近，而在我们周围已经聚集了大量云岚宗的弟子，可他们并没有靠近阻拦的趋势。他们是在等那3个长老过来吗？要赶快隐藏起来，尽量不要暴露。等天黑之后，再借助密林的掩护，趁机冲出他们的包围圈。也好。云莲长老，他应该就在这儿附近，保持包围状态，所有人不要动。是。这些家伙究竟在搞什么鬼？怎么都停下来了？就算是筋疲力尽了，也不至于没有一点行动吧？不管了，现在是时候了。这股气势，是斗王！该死！
这些家伙原来是在等待援兵。宗主，萧炎身上的能量痕迹，不管如何压制，都逃不过与老宗主功法一脉相承您的法眼。宗主，萧炎杀我云岚宗弟子，罪不容恕，还请宗主出手，将萧炎体内那道能量痕迹彻底诱引出来。宗主。飞行部队，追！没想到云岚宗竟然还有这种大规模的飞行部队。少爷，尽量支持下去，再给我一些时间，你体内被云韵引发出来的那道能量痕迹便可以压制。
夜便是你葬身之时。可恶，这紫元翼的速度还是无法与真正的斗气化翼相比。 老师，先解决眼下的情况再说。这家伙速度怎么突然暴涨了这么多？而且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白光也是越来越弱，看来他是在压制着体内印记的波动。不要再保留了，若是再让他从我们手中逃脱，还有何脸面做这长老？是。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老师，再持续下去，会再次对您的灵魂力量造成损伤的。老师，老师，小家伙跑这么快，不想细聊聊萧家人临死前的惨状吗？你猜对了，那天晚上我跟云胜都在场。 他们所有人哭得撕心裂肺，下跪向我们求饶啊！哼，但还是很遗憾。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我想告诉你，在我们慢慢折断你父亲四肢的过程中，他曾悄悄地跟我说：“放过我，求求你。”老师，你应该已经到了极限，下面就交给我吧。小家伙，那就在前面碰头吧。
老宗主说过，你需要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别看了，已经没有退路了。那晚，你们没能抓到我的父亲。那又能怎样？估计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因为你的举动，现在我们云岚宗的人已经前往萧家，现在仅剩的萧家族人可能已经不在了。你知道，我们不会放过你们家族任何一个人的。而在这之后，我也会亲自找出你的父亲。来吧，混蛋！来吧，混蛋！萧家族人团聚吧！人类小心！差那一点儿，现在刚刚好。今天你非死不可！
步的情况下，果然对身体伤害很大。劝你现在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还不动！从现在起，你与你的米特尔家族就是我们云岚宗的敌人。萧炎，永远都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你潜在的帝王意识正在渐渐苏醒，它是你与生俱来的天赋，所以不要回头，走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准备迎接你崭新的人生吧。海老，萧炎弟弟别慌，是我。亚菲姐，这些都是海老的人，可能你还不清楚他老人家年轻时的身份。这是魔兽山脉的地图，你可以借助它离开加玛帝国。从这里往南走，森林的尽头就是加玛帝国的边境。只要出了这里，云岚宗再想要抓你，就困难许多了。萧炎非常清楚，你与海老这般举动会给米特尔家族造成多大的麻烦。姐姐相信你，日后再见时，你将会成为真正的强者。这一点，3年前我便相信。亚菲姐，我萧炎不是知恩不报的畜生。你与海老今日之情，我萧炎至死难忘。好了，快走吧。云岚宗的后援也快赶过来了，后面还有一个云韵呢。萧炎日后再回加玛帝国，此情定然百倍偿还。亚菲姐，
告辞。本王也向海老说一声，谢了。小家伙，姐姐等着你回来。3年前我便知道，这小小的加玛帝国留不住你。以你的天赋，那辽阔的大陆，方才是你展现实力的舞台。我相信，待你回来之日，即使是云岚宗，也只能在你的脚下匍匐颤抖。没事吧？托你的福，差点葬身在这里。我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云岚宗的宗主，我必须担负起宗主的责任。只要你跟我回去，我会尽力保你性命。小妍，我们不要再将事情闹大了，好吗？我与云岚宗之间还有半点调和的可能吗？你好歹也是一宗之主，不会连这点事实都看不清吧？不要废话了，你我早已经没有半点关系。动手吧，做你该做的事情。你知道的，我是不可能对你下杀手的。真的不跟我回去吗？带着我的尸体回去。这是什么意思？走吧，离开加玛帝国，日后不要回来了。不
不然老师绝对不会放过你，云岚宗也不会放过你的。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为难，但我做不到。还是心太软了。你的身份让你只有一条路可选。那天在云岚宗，我就已经明白了。你还不走？我相信，现在的你才是当年那个山洞中的云芝。云韵便是云芝，云芝。